这是一个全民转职的世界，所有人类年纪达到18岁时，便会获得自身的系统面板，能够登录进入全民转职游戏之中。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的属性、技能、道具都可以带回现实。李显胜如今也满足了登入游戏的年纪，此刻获得了自身的系统面板。系统提示：已满足游戏登录资格，职业随机中，个人天赋觉醒中。李显胜内心很是兴奋，因为在这个世界，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觉醒个人天赋。同时在初始阶段，玩家将获得随机转职的职业。看来我运气不错，就算是只觉醒了一个低级天赋，那我的成长潜力也可以远超普通玩家。不知道我可以获得什么职业？提示：你已成功转职为法师职业，已觉醒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技能100倍增幅，李显胜狂喜不已。在全民转职游戏中，个人天赋最低为 F 级，最高为 SSS 级。哪怕是觉醒了一个 C 级天赋，那也是绝对的精英级玩家。李显胜惊喜的同时，也略微有些困惑。至高级天赋，最高等级的天赋不是 SSS 级吗？莫非这是超越了 SSS 级的逆天级天赋能力？李显胜面前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系统面板，他连忙查看自己刚刚觉醒的天赋能力的具体效果。个人面板，姓名李显胜，天赋技能100倍增幅至高级，等级1级，职业法师，力量1，体质1，敏捷1，智力3，技能5，技能100倍增幅。效果1，你获得的一切技能，其效果都将成100倍。效果2，你获得的技能熟练度都将成100倍。李显胜脑海里仿佛有无穷的雷光砸落，意识一片混沌。几秒后，他的嘴角止不住的扬起。这就是超越了 SSS 级的至高级天赋，这未免也太逆天、太恐怖了吧！技能效果增幅100倍，获得的技能熟练度也将增幅100倍。我之前在游戏论坛中看过关于分析 SSS 级天赋能力的帖子，其中就有玩家猜测，一些 SSS 级的天赋者，其天赋能力能够将本职业的技能威力强化10倍。而我的至高级天赋不仅仅可以将技能效果强化100倍，连获得的技能熟练度也可以叠加100倍。玩家使用技能击杀怪物，便可以获得对应的技能熟练度。技能熟练度满足了之后，就可以提升技能的等级。而李显胜转职的法师职业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强力的职业，法师的输出能力极高，并且后期还将拥有屠城级的禁咒法术。李显胜便直接选择了登录游戏。刹那间，李显胜眼前的视线一片模糊，几秒后，他便出现在了一座破旧的新手村当中。玩家登录游戏，实际上是灵魂进入了游戏世界，而现实中，玩家的身体将处于虚无状态，完全无敌。提示：你已进入98238716号新手村。李显胜看向周围，有不少玩家结伴同行，他们都穿戴着少量的装备，并且李显胜的正前方便是新手村的药剂店以及铁匠铺。李显胜穿着一身初始装备，基本上没什么属性加成。在全民转职游戏中，玩家在初始阶段可以自动领悟一个技能，之后每提升5级，便都可以领悟一个本职业的技能，以及一个额外的技能栏。也就是技能栏的数量是有限的，玩家需要利用有限的技能栏组合形成独属于自身的技能体系。技能组合的足够合理，战力将异常惊人。技能的品质最低为 F 级，最高为 SSS 级。技能的品质越高，自然是成长潜力，威力、效果也就越强。当然了，玩家可以自行遗忘已经领悟的技能，从而使用技能书道具更换上更适合自身的技能。也就是领悟了垃圾技能并不可怕，只要有足够的金币，完全可以购买高阶技能书，将原有的垃圾技能遗忘，换上更为强力的技能。提示：你成功领悟 B 级技能小火球。李显胜感觉自己的运气未免太好了，他原本想着觉醒了至高级天赋，便将自身的运势给彻底消耗光了，没想到还能够领悟一个 B 级技能，这已经是中上层次的技能品质了。小火球 LV1 B 级，释放一枚小火球，攻击单体目标，造成火属性伤害，自身魔法攻击属性，技能等级越高，威力越大。瞬发魔法，技能射程10米，消耗5点魔法值，冷却时间2分钟。天赋加成，释放出100枚小火球。爽！在技能100倍增幅的天赋加成下，原本一次性只能释放出1枚小火球，现在可以瞬间释放出100枚。李显胜眼眸绽放金光，内心激动不已地想到，现在我只有 B 级技能，只能将 B 级技能增幅100倍。可到了中后期，我甚至可以靠着强大的战力搞到 SSS 级的技能书，那时候可就是在 SSS 级神技的基础上增幅100倍的威力了。游戏中技能的品质最低为 F 级，最高为 SSS 级，而技能的等级则是 LV100为满级。技能熟练度足够就可以升级技能。
李显胜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进入野区，去检验自身100倍增幅后的技能威力了。他现在没有一枚铜币，因此也购买不了药剂和铁匠铺里的装备，便穿着一身初始装备走向村庄大门之外。其他玩家是可以看到李显胜的等级和职业的。在村庄门口，有很多玩家在此处召集人员进行组队。毕竟在全民转职游戏中，死亡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了，可没有什么复活点让玩家起死回生，除非是牧师职业中后期掌握的复活技能，以及一些珍稀的复活道具，才能够复活已经死去的玩家。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玩家来说，都是提前组好队才敢进入野区，谁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有不少组建了7、8人队伍的队长，此刻将目光投向了李显胜，一个新人的法师职业。我们队伍正好缺少一个法系输出，你领悟了什么品质的技能？领悟了地级以上的技能，那就加入我的小队吧，我们带你升级，度过法师最艰难的新手阶段。第2章技能100倍增幅。法师职业算是比较稀少的，毕竟是随机转职，因此李显胜虽然只是1级，但各小队还是发出了邀请。这些小队的玩家平均等级都在7级、8级左右了，而法师职业异常脆皮，在初始阶段肯定得靠团队的力量升级才是最稳妥的。但李显胜觉醒了至高级的技能100倍增幅天赋，他自然没兴趣去组队和别人分经验。面对各小队的邀请，李显胜开口道：“不好意思，我没有组队的打算。”说完，李显胜便进入了野区，留下一脸不可置信的其他玩家。这些小队里的成员都懵了，开什么玩笑？1级法师单独进入野区，这不是找死吗？我们好心好意邀请他入队，大家进行职业之间的合理搭配，也算是共赢的结果，并且安全性有了极大的保证。这小子这么傲气的吗？法师职业虽然稀少，但也不至于这么神气吧？小队的队长周辉摇了摇头，这年头可没几个傻子不怕死，可能是觉醒了某种高阶天赋，有足够的自信吧。算了，既然人家不愿意，那自然也没法强求。他进入野区被怪物杀死了，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再等等，等不到法师职业组队，便不浪费时间进入野区升级。李显胜进入了野区，他也没有进入太深的区域，毕竟自己是脆皮职业，虽然在天赋加成下输出爆炸，可一旦被怪物近身，瞬间会被残忍的杀死。李显胜暗自想到，等我获得了自保类的技能，再增幅100倍后，便可以独自进入高等级的野区刷怪了。现在先稳一手，再对应着2级的区域生意会集。这片区域是一片密林，树上结着大大小小的橙黄香蕉，可以听到滋滋哇哇的吼叫声，并且周围也有不少的玩家队伍在此处杀怪，大家互相抢夺野怪资源。毕竟高危区域不敢进入，风险太大，这种低级野区刷新出的怪物数量就这么一点，玩家之间需要互相抢怪才能够缓慢的升级。周围的玩家也纷纷投来了困惑的目光，没见过1级新人法师独自进入野区的。刷刷刷的声响中，一道道黑影从树梢间跳跃掠过，那是一只只的野猴，有的甚至用尾巴挂在树枝上荡秋千。野猴，位阶白色，等级2级，生命值50，魔法值10，基础属性力量3，体质3，敏捷4，智力1，物理攻击4，双防2点，技能灵敏投掷。介绍：香蕉林里的野猴怪物拥有极高的敏捷，可在树梢间急速移动，并且是群居生物。在游戏中，一切的装备、道具、怪物，其品质都划分为白色、绿色、蓝色、紫色、橙色、红色、金色。这只是一只白色位阶的2级怪物，但数量不少，全部在密林的枝桠上窜来窜去的。野猴怪物有着深棕色的毛发，嘴里长出了粗犷的獠牙，双目赤红，除了喜欢吃香蕉之外，也会啃食人肉。李显胜没有浪费时间的想法，怪物距离他在10米以内的距离，他当场使用了 B 级的小火球技能。李显胜握着的是褐色的木头法杖，几乎没什么属性。此刻空气中大量的火元素疯狂汇聚，李显胜的面前出现了一团团橘红的小型火球。下一秒，周围的玩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因为李显胜的面前同时出现了100枚橘红火球，令周围的温度都提高了少许。轰轰轰，100发小火球呼啸而出，密集的轰炸在树梢间的野猴怪物之中。这一波轰炸下去，直接秒杀了8只野猴，尸体中掉落下了零星的铜币。击杀8只野猴并非是李显胜的极限，而是那一片区域当中只有8只怪物。提示：你成功击杀白色品质的野猴怪物，累计获得25点经验值，8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你获得的技能熟练度将成100倍，最终获得800点技能熟练度。B 级小火球技能提升至 LV6。李显胜的等级没有提升，但在天赋加成之下，技能倒是升到了6级。
周围的玩家都惊了，100枚火球，这是什么品质的技能？难怪敢独自进入野区，原来领悟了高阶的魔法技能。也不一定，或许他觉醒了某种强大的天赋能力，真是令人羡慕啊！这100发火球轰炸下来，哪怕是一个8级的盾位都得被秒了，因为现阶段的盾位魔抗属性都很低。之前在新手村门口邀请李显胜组队的那些人也看到了这一幕，纷纷震惊不已。之前的小队队长是一个7级的圣骑士，圣骑士属于是隐藏职业，名叫周辉。周辉释然道：“我就说他不像是自寻死路的白痴，原来他根本就不需要队友的保护。”小队里的成员此刻都眼红不已，他们都没有觉醒天赋，这些普通玩家最是羡慕那些高阶天赋者的。一个小队成员出声道：“队长，你可是隐藏职业圣骑士，后续那恐怖的新人法师遇到 BOSS， 他肯定就没法单刷了，到时候我们或许还有组队的希望。”李显胜完全不在乎周围玩家那炽热的目光，技能冷却一结束便继续释放技能。技能冷却时间中，他便不断后撤，脱离怪物的视线。李显胜初始便有30点魔法值上限，也就是总共可以释放6次小火球技能。又是一波100发的火球轰炸，场面异常壮观。B 级的小火球技能提升到了 LV10， 因为有着100倍的技能熟练度增幅，技能升级速度太快了。小火球 LV10 B 级，释放2枚小火球，攻击单体目标，造成火属性伤害，自身魔法攻击属性越高，技能等级越高，威力越大。瞬发魔法，技能射程 10.5 米，消耗8点魔法值，冷却时间1分55秒。天赋加成，释放出200枚小火球。第3章白猿 BOSS B 级的技能成长性也很不错了，提升到 LV10后便可以一次性释放出2枚火球，同时射程增加了 0.5 米，冷却时间也减少了5秒，相对应的消耗的魔法值也增加到了8点。在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的加成下，李显胜可以一次性释放出200发小火球。李显胜内心想到，由于是 B 级的技能，因此这小火球法术自带一定程度上的自动锁敌效果，也就是我只需要朝着大概的方向释放技能，这些密集的火球就会自动朝着怪物的方向做出一定程度的偏移。如果是 F 级的垃圾法师技能，那么将毫无自动锁敌的效果，还得需要玩家自己去预判锁定怪物的位置，操作难度就很高。而如果是 SSS 级的法师神技，那就是100%的自动锁定效果。李显胜计算着自己的魔法值，他自身毫无回魔属性，也不可能在野区冥想回魔。李显胜的想法是把魔法值打光，便返回新手村，用杀怪掉落的铜币去药剂店购买恢复魔法值的药剂。反正这里距离新手村也不远。到现在，李显胜已经积攒了52枚铜币了。当李显胜一次性释放出200枚橘红火球时，周围的玩家惊愕的下巴都合不拢了。那隐藏职业圣骑士周辉眼眸放光，如果他加入我的队伍，那么这新手村里的大部分 BOSS 我们都可以轻松攻略。200枚火球，要知道他甚至不到2级，要是让他的等级提升上去，又会恐怖到何种程度？其他玩家简直是嫉妒到了极致，这不对比还好，一对比起来简直就不用活了。这些野猴怪物无比灵敏，我的箭矢大部分都没法刺中目标，滑头的很，还会反过来戏耍玩家，同时用投掷技能进行远程攻击。但在那个逆天新人法师面前，野猴怪物再怎么灵敏，也根本躲不开200枚火球的覆盖式轰炸呀！提示：你成功提升至2级，自由属性点加3。在前期，玩家每提升1级，可以获得3点自由属性，玩家可以自由分配。李显胜自然是把3点自由属性都给加在了智力上，毕竟自己的魔法值上限不够。加点之后，李显胜的智力属性达到了6点，魔法值上限从30点增加到了36点。后续的时间中，李显胜便不断的进行技能轰炸，大量的野猴被焚烧成为了焦黑的尸体。他的等级也达到了3级，本来魔法值都要打空了，但升级之后状态会瞬间回满，也就是满血满蓝。升级获得的3点自由属性，李显胜也都加在了智力上。李显胜如今有着25点的血量，42点的魔法值。李显胜自语道：都不用返回新手村去购买回魔药剂了，升级之后状态全满，并且 B 级小火球的成长潜力很不俗，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以及我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的增长，威力也变得越来越可怕。周围的玩家纷纷朝李显胜发送好友申请，但他全部都无视了。这时，这片香蕉林中刷新出了一头2米高的白猿 BOSS， 绿色品质，等级达到了5级。有弱小的玩家眼睛发直，当场就撤走了，毕竟命只有一条，这 BOSS 级生物随便一击都可以秒杀他们。是白猿 BOSS， 游戏论坛中有着这种怪物的资料，算是新手村中极其难缠的低级 BOSS， 特别是他的越击技能可以直接将后排的脆皮玩家给秒杀。圣骑士周辉则眼眸放光，没有太多对 BOSS 的恐惧，
甚至有些惊喜。刷新出了白猿 BOSS， 那逆天星人法师肯定不甘心撤走，他又没办法抗住 BOSS 的伤害，因此和我们联手是最稳妥的选择。我可以抗住白猿 BOSS 的攻击。李显胜也很惊喜，毕竟游戏里装备的爆率太低了，只有杀 BOSS 才有大概率可以掉落高阶装备。白猿，位阶绿色，等级5级，生命值280，魔法值40，基础属性力量10，体质9，敏捷12，智力5，物理攻击15，双防8，技能灵敏、越击、爆摔。介绍：异常灵敏的白猿生物，残忍嗜血，喜食人脑。实力太低的玩家连旁观的胆量都没有，因为这白猿 BOSS 属于侧重敏捷属性的怪物，哪怕是站在远处看戏也会被其盯上，一个越击靠近后秒杀玩家。周辉身材高大，肌肉轮廓明显，左手提着一面橡木盾，右手握着一柄狼牙棒，身上穿戴着3件防具。周辉朝着李显胜快速说道：我们暂时联手如何？我负责抗住 BOSS 的伤害，你进行输出，最后按需分配掉落物，如果掉落了法师职业的物品，那么全部都是你的。周辉说着便已经冲向了那白猿 BOSS， 毕竟怪物可不会傻站着给玩家逃跑的时间。圣骑士这种隐藏职业十分强大，坦度很高，并且还能够给自己回血，给自己施加增益 buff。 如果遭遇到的是邪祟类的怪物，圣骑士的神圣类技能也可以打出高额的单体伤害，因此周辉很自信可以挡住白猿 BOSS 的攻击。此时那白猿 BOSS 目光凶厉，锁定了李显胜的方向，靠着灵敏的被动移速加成，直接撞开了周辉。周辉暗叹一声不妙，这白猿的智慧很高，第一时间就锁定了最脆皮的李显胜。我没有嘲讽技能，没挡住 BOSS， 他根本不理会我。李显胜一脸沉静，周围的玩家都忘了呼吸一般，似乎下一秒李显胜便会被 BOSS 给击杀。白猿急速靠近李显胜后，使用了越击技能，猛地跳向高空之中，然后朝着李显胜的位置砸下。一般的脆皮玩家会被一屁股坐死，就算是没死，也会被 BOSS 后续的爆摔技能给折断脊柱。李显胜略微挥舞手中的鹤木法杖，使用了小火球法术，密密麻麻200枚橘红火团，直接锁定了半空中的白猿。轰轰轰！这200发火球同时射出，轰炸在 BOSS 身上，直接将白猿的血条给打空了。有大量的火球落在了空处，因为 BOSS 根本就没能抗住太多数量的火球轰炸，血条就被清空了。第4张 C 级护盾技能，周辉人都傻了，呆立在原地。秒杀，秒杀了绿色品质的 BOSS， 关键他的伤害严重溢出了呀！还有大量的火球全部落空了，轰炸在了地面上。这就是觉醒了高阶天赋的法爷吗？一个技能打空 BOSS 的血条，他根本不需要和我联手，倒是我一厢情愿了。本来还想借着这次机会和这个逆天星人法师结交关系，加个好友啥的。其他玩家自然也是目瞪口呆，这对于普通玩家如同杀死神般的 BOSS， 直接被这个逆天星人法师给轰成了焦炭。轰！李显胜身上爆发出2道金光，他连升了2级，毕竟是单杀了 BOSS， 把全部的经验值都给吃下了。白猿 BOSS 的尸体下方掉落了2件绿色的装备，散发出暗淡的绿色幽光，同时还有大量的铜钱和一本技能书。附近的玩家对 BOSS 的掉落物眼红不已，但没有人傻到去抢夺李显胜的战利品。连绿色 BOSS 都抗不住他的技能轰炸，更别提是这些玩家了，来多少都是被瞬秒的下场。提示：你成功击杀绿色品质的白猿，获得563点经验值，个人等级提升至5级，累计获得6点自由属性。还是一样的，全部加点智力。如今李显胜有着15点的智力以及54点魔法值上限了，个人等级提升至5级，已领悟 C 级技能护盾。李显胜大喜过望，他作为一个脆皮法师，目前最缺少的便是保命能力了，他实际上已经不缺输出了。这 C 级的护盾技能太适合李显胜如今的情况了，有了 C 级的护盾技能，他就可以毫无风险的单刷野区，甚至是单独狩猎高危区域中的 BOSS。 护盾 LV1 C 级，生成一层护盾，保护自身，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护盾值越高。瞬发技能需消耗10点魔法值，冷却时间为5分钟。天赋加成，生成100层护盾。虽然这只是一个 C 级技能，但李显胜却十分满意，毕竟中后期可以遗忘技能，更换上品质更高的护盾类技能，这是当下最适合李显胜的技能了。李显胜心想，100层护盾，敌人基本上就不可能打碎我的护盾了，就算是被敌人近身偷袭也毫无影响，并且有着至高级技能100倍增幅天赋的加成，技能熟练度将成100倍，这个护盾技能可以飞速升级，最后单层的护盾值都高得离谱，更别提是100层护盾了。李显胜此时实力暴涨，显得更为自信，他走到 BOSS 的尸体面前，拾取了 BOSS 死亡后的掉落物。提示：你成功拾取绿色装备乘2， D 级技能书乘1，铜钱乘55。
2件绿色装备分别为白猿腰带，品质绿色，穿戴要求5级，属性生命值加70，魔法值加40。介绍：白猿盾牌，品质绿色，穿戴要求5级，肉盾类职业，属性双防加6点。介绍：李显胜直接将白猿腰带给装备了上去，他对魔法值上限属性很依赖，毕竟自身的一切技能都得靠魔法值才能释放出来。而地级的技能书则是一本嘲讽技能，嘲讽技能是肉盾类玩家的核心技能之一，没有嘲讽技能的肉盾很难拉住怪物的仇恨，也就别提是保护队友、为队友抗伤害了。圣骑士周辉一开始就看到了 BOSS 的掉落物，其中有着一件绿色品质的盾牌。要知道他手里装备的也只是白色盾牌而已。周辉立刻上前，一脸善意，开口道：我想购买你手中的绿色盾牌，可以将属性图发给我看一下吗？我好判断价格。周辉生怕对方反悔似的，补充道：你作为法师职业也装备不上盾牌，现在返回新手村摆地摊出售装备会耗费不少时间，有这些时间，以你的实力都可以获得大量经验值了。李显胜也没有犹豫，毕竟出售装备卖给谁都是卖，只要出价合适就行。李显胜将白猿盾牌和地级嘲讽技能书的属性图都发给了对方。周辉惊喜不已，竟然是地级的嘲讽技能书，这是我目前最需要的技能。一次性获得绿色盾牌和地级的嘲讽技能，我的战力将产生质变。绿色盾牌300铜币，地级的嘲讽技能书我出价600铜币，你看这个价格是否合理？李显胜点了点头，对方的出价偏高，显然是冲着和自己结交关系的想法。周辉接着补充道：加起来是900铜币，我目前也没有这么多铜币，等我几分钟，我凑一凑。对于一支玩家队伍来说，集中全部的铜币为肉盾更换强力的装备是很有价值的投资，可以提高整支队伍的生存率，也能够让队伍尝试挑战更强的怪物，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当然了，前提是队友之间关系要足够铁，互相信任。等待的时间中，李显胜则是在查看自己的技能栏。提示：你成功击杀绿色品质的白猿，获得32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所获得的技能熟练度将成100倍，最终获得3200点技能熟练度。B 级小火球技能提升至 LV18。几分钟后，周辉凑齐了900铜币，和李显胜发起了交易。提示：交易成功，已获得900铜币。李显胜如今积攒了1007枚铜币，而 LV18 的 B 级小火球威力大增，但还是只能一次性释放出2枚火球。周辉这时向李显胜申请添加好友，李显胜同意了。周辉发送好友私信：我的一个刺客同伴在之前发现了一个隐藏 BOSS 的坐标，位置极其隐秘，并且 BOSS 是10级的绿色品质怪物，实力强大。那隐藏 BOSS 还守着一株果树，树上结了特殊的灵果。我想邀请你和我们暂时组队，尝试狩猎这隐藏 BOSS， 如何？第5章隐藏 BOSS。 说实话，李显胜是有意单刷所谓的隐藏 BOSS 的，但周辉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卖一个 BOSS 坐标，他贪图的是隐藏 BOSS 的死亡掉落物，以及那所谓的特殊灵果道具。李显胜回应道：行，但得提前商量好战利品的分配。周辉很是兴奋，在他看来，有了这个逆天新人法师的加入，队伍的输出肯定是严重溢出了，可以在短时间内击杀 BOSS。 这笔谋划可以说是10拿9稳了。更别提周辉现在还获得了绿色品质的盾牌以及地级的嘲讽技能，完全可以拉住 BOSS 的仇恨。商量好战利品的分配后，李显胜再次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还需要你提供一批恢复魔法值的药剂。周辉的铜币库存已经见底了，但想到击杀隐藏 BOSS 后的奖励，他还是咬了咬牙答应了下来。一番筹备后，李显胜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支队伍的职业组成很合理，除了缺少一个法系输出外，其他的职业都很齐全，特别是还有着周辉这个圣骑士作为主坦了。李显胜获得了10瓶白色品质的回魔药剂，每瓶可以恢复35点魔法值。队伍中身形削瘦的刺客玩家出声道：我在1级时领悟到的便是隐身技能，因此我有胆量进入一些高危区域，无意中便发现了这只隐藏 BOSS， 那是一条10级的绿色品质毒蛇怪物，因此我们此行准备了解毒药剂。一段时间后，小队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一片荒芜的丛林，寂静的有些瘆人。正前方是一株奇特的树木，树杈上结着3颗幽蓝色的果实，果树之下盘踞着一条4、5米长的毒蛇，正闭着双眼，不时吐出蛇形。小队成员都分配到了解毒药剂，特别是前排玩家需要的解毒药剂数量更多。李显胜站在了队伍的后方，他不打算暴露自己的护盾技能，毕竟留一手底牌总是稳妥的做法。就算出现了什么突发意外，李显胜也可以靠着100层的护盾
抗住大量伤害，然后等待小火球技能的冷却时间结束。周辉指挥道：“有了解毒药剂 ，BOSS 的伤害会大打折扣，再加上李显胜的暴力输出，这一战的风险极小。”周辉扛着绿色品质的白猿盾牌便冲了上去。有了白猿腰带的属性加成，李显胜的魔法值上限达到了94点，因此也不太担心释放几个技能后就空蓝的尴尬局面。毒蛇 BOSS 被惊醒了，他睁开冷血至极的眼眸，死死地盯着周辉。毒蛇，位阶绿色，等级10级，生命值610，魔法值150，基础属性力量17，体质15，敏捷10，智力21，魔法攻击25，双防12，技能毒液、蛇鳞、缠绕。介绍：可喷射出致命毒液的蛇类怪物。这条毒蛇 BOSS 浑身上下覆盖着碧绿色的细密鳞片，倒三角的猩红眼眸令人汗毛耸立。当他张口时，可以看到一对泛着忧虑的毒牙。李显胜第一时间释放了 LV18 的小火球技能，周围的火元素迅速凝聚，形成了200枚橘红的小型火球，朝着 BOSS 的位置疯狂轰炸。轰轰！毒蛇 BOSS 被炸得皮开肉绽，鳞片崩飞，血肉被高温灼烤得泛着焦黑。在夸张的火球轰炸场景中， BOSS 都被打懵了，数不清的火团在自己身上炸开。BOSS 的血量狂降低，直接减少了70%左右的血量。李显胜分析想到，这可是 LV18 的 B 级小火球，却只能打掉这么点血量，看来 BOSS 的蛇鳞技能可以加成防御值，否则伤害还会更高。小队成员们都看呆了，他们知道李显胜的伤害十分爆炸，但没想到竟然如此凶猛。周辉连忙释放刚刚学习的 D 级嘲讽技能，挥舞狼牙棒敲击在盾牌之上，发出了沉闷的轰鸣。本来毒蛇怪物一心想攻击李显胜，准备复仇，但被这嘲讽技能给影响了。队伍中的一个弓箭手玩家惊讶道：“李显胜2个技能下去就可以秒杀 BOSS 呀，并且这小火球技能冷却时间本来就短，周辉老大只需要抗住 BOSS 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行。况且咱们队伍里还有一个战士职业的副坦。”周辉在队伍群聊中发言道：“李显胜的伤害太高了，加上我是刚刚学习的嘲讽技能，技能等级太低，可能没法拉住怪物的仇恨多长时间。”李显胜则默默地站在后方，等待小火球技能的 CD 结束，然后就可以彻底杀死 BOSS 了。毒蛇怪物浑身血淋淋的，并且伤口都被火球轰炸的一片焦黑。他张口露出了一对毒牙，口中喷射出了一道毒液，朝着周辉覆盖了过去。吃吃！周辉的身上冒着白烟，仿佛被硫酸泼中一般，并且血量也下降了1/3。他立刻使用了解毒药剂，同时后方的牧师玩家对周辉进行了治疗。一旁的战士职业充当的副坦也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吸引怪物的仇恨。就当众人都以为2分钟后就可以成功收割 BOSS 时，李显胜的脚下突然炸开了一团烟雾，将众人的视线给遮蔽。周辉瞬间头皮发麻，这是刺客的烟雾弹技能，我们被其他玩家给伏击了。李显胜的身后，一个刺客的身形显露出来，他举起右手持握的匕首，使用背刺技能朝着李显胜的后脑猛地刺去，并且不只是这一个刺客，还有2个敌对刺客，锁定的是队伍中的弓箭手和牧师。这是准备一波偷袭，收割掉小队的后排输出辅助，然后让这支队伍被 BOSS 团灭，最后这3个刺客再击杀残血的 BOSS。 但李显胜瞬间开启了 C 级的护盾技能，虽然只是 LV1 的护盾，但李显胜的智力属性魔法攻击足够高，因此一层护盾便提供了35点的护盾值，总共100层护盾，也就是3500点护盾值。也就是李显胜站在原地不动，让这3个刺客砍，他们都砍不动。暗杀李显胜的刺客是3人中最强的一人，毕竟李显胜刚才那一手200发火球的输出实在是惊人。但法师比较是脆皮职业，一旦被刺客近身，基本上就不用玩了。第6章刺客伏击。发起暗杀的刺客一刀刺在了李显胜的护盾之上，他能够看到那灰色的护盾值根本没有太多的变化，连1/20都没有被打掉。怎么可能？这么厚的护盾，他明明才5级而已。李显胜迅速挡在了牧师队友的后方，替对方挡下了刺客的输出。同时这名牧师玩家反应也很快，使用治疗技能给一旁的弓箭手队友回了一口血，否则对方就被敌人的一套连招给收割了。这时周辉小队中的刺客玩家和敌人纠缠在了一起，救下了弓箭手队友。敌人发现偷袭失败，连忙撤走，但李显胜身上套着100层护盾，浑然不惧，反过来追着3个刺客玩家杀去。李显胜在队伍群聊中发言道：“周辉，你继续扛着 BOSS， 不用管我这边，我的小火球技能冷却时间要结束了，我去收割他们3个。”这3个刺客的隐身技能都已经使用了，处于 CD 时间之中，估计加速技能也在刚才的暗杀中使用掉了。周辉被吓得脸色铁青，此刻也回过神来了，他现在不能去支援队友，
否则 BOSS 就会疯狂的攻击其他队友，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李显胜一个脆皮法师，血条上方是灰色的护盾值，他的护盾比 BOSS 的血条都要高了7倍。3个刺客都猛了，他一个法师追着我们3个刺客杀，并且他的队友也没有跟上来。老大，要不反杀这个法师？那刺客头目满脸惊恐，反杀个蛇皮，还不分头跑，他的护盾值高的夸张，根本打不破，并且他的小火球技能估计要冷却结束了，足足200个火球可以把我们给全部秒杀。这次踢到铁板了。李显胜的小火球技能已经冷却完毕，并且这还是一个瞬发技能，200发橘红火球同时射出，3个刺客绝望不已，就算是分头跑也绕不开小火球技能自带的自动锁敌效果。哪怕是3个刺客可以规避开一部分火球，但终究是没法全部躲开，被火焰给淹没，血条消失，掉落了一地的装备。提示：你击杀红名玩家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李显胜上前将3个刺客的掉落物都给拾取了，然后便回到了 BOSS 的区域。这时队伍中的牧师和弓箭手脸色惨白，他们刚才距离死亡只有1步，如果不是李显胜在场，他们整支小队都会被团灭，顺带着还会被抢走 BOSS。 李显胜出声道：搞定了，3个刺客已经被我给杀死，他们估计早就发现了这隐藏 BOSS， 选择伏击尝试攻略 BOSS 的玩家队伍，从而获得玩家死亡后掉落的装备。周辉后怕不已，同时还在扛着 BOSS， 对李显胜说道：这次幸亏有你加入了队伍，否则我们将会被团灭。为了表达感谢， BOSS 的掉落物全部归你，那株特殊树木上的3颗灵果也全部归你。李显胜当然不会和对方客气，毕竟自己可是救了整支小队的命，这些奖励是他应得的。周辉接着说道： BOSS 的掉落物中，如果你有用不到的，我想花费铜币从你手中购买。李显胜点了点头，并且这时他的 B 级小火球技能也再次冷却完毕了，又是200发橘红火团密集覆盖在 BOSS 身上，直接将其轰杀。提示：你成功击杀绿色品质的毒蛇怪物，获得654点经验值，个人等级+2，等级提升至7级，自由属性点+6。李显胜将6点自由属性加在了智力上，目前总共是21点智力属性了，魔法值上限达到了106点。BOSS 的尸体下方掉落了3件绿色装备，并且还有一本技能书，这些掉落物都落到了李显胜的手中。3件绿色装备中只有1件他可以用到，是法系职业的法杖，毒蛇法杖，品质绿色，装备要求5级，法系职业，属性魔法值上限+40，魔法攻击+7。介绍：其他的2件绿色装备职业不符合李显胜，他便选择卖给了周辉小队。同时还有一本 C 级的冲锋技能书，属于是战士职业的技能。小队中的副坦便是战士职业，看到了这本 C 级的冲锋技能书，眼睛都在放光。周辉环顾四周，显然是被之前的暗杀给吓怕了，让队伍中的刺客在周围警戒。C 级的冲锋技能书再加上这2件绿色装备，我总共支付给你3000铜币，你看如何？李显胜也懒得讨价还价，他好奇的是那3颗灵果的属性是什么。提示：交易成功，铜币+3000。李显胜心想，这周辉估计有点小背景，3000铜币都可以一次性拿出来，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和他们的合作估计也就到此为止了。这支小队的玩家没有一个是天赋者，也就周辉作为隐藏职业，战力比普通玩家要高出不少。李显胜拾取了3颗幽蓝色的奇异果实，魔力果实，品质绿色，效果吞服后魔法值上限永久+5，永久加魔法值上限的灵果，这种道具对应法师职业来说当然是多多益善了。李显胜当场吞服了3颗魔力果实。提示：你食用了3颗魔力果实，魔法值上限永久+15。周辉最后说道：我的队友惊吓严重，需要下线休息一段时间，以后有什么用不上的装备都选择可以卖给我。李显胜点了点头，众人便同时使用了回城技能，传送回了新手村中。回城技能是每个玩家自带的，冷却时间12小时，需要处于脱离战斗的状态下，读秒7秒的时间，一旦被打断也就传送失败了。李显胜和周辉等人分开了，他开始查看自己的技能栏。提示：你成功击杀绿色品质的毒蛇怪物，累积获得65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所获得的技能熟练度将成100倍，最终获得6500点技能熟练度。B 级小火球提升至 LV27， C 级护盾提升至 LV11。第7章副本入口开放。小火球 LV27 B 级，释放3枚小火球，攻击单体目标，造成火属性伤害，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威力越大。瞬发魔法，技能射程11米，消耗15点魔法值，冷却时间1分48秒。天赋加成，释放出300枚小火球。LV27 的小火球技能威力暴涨，
并且可以一次性释放出3枚火球了。在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的加成下，也就是可以一次性释放出300枚火球，威力堪称是毁天灭地，并且技能射程也增加到了11米，技能冷却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了几秒。护盾 LV11 C 级，生成一层护盾，保护自身，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护盾值越高。瞬发技能需消耗15点魔法值，冷却时间为4分50秒。天赋加成，生成100层护盾。如今 LV11 的护盾可以提供115点护盾值，在天赋的100倍加成之下，也就是 1.15 万点的护盾值，堪称是新手村阶段的最强防御，根本就没人可以打破这么厚的护盾。关键是技能冷却时间只有4分50秒，冷却时间一结束便可以施加新的护盾了。李显胜的实力产生了质变，因此心情大好。他背包里还有几件刺客的装备没有卖出去，这些是3个刺客暗杀者死亡后掉落的装备，其中还有2件绿色装备，但周辉已经没有铜钱购买这些装备了，并且他的小队也不需要太多的刺客职业装备。李显胜心想，现在我有4007枚铜币，再把背包里的多余装备出售干净，也算是积攒了一笔新手村里的巨款了，可以尝试和其他玩家交易装备。毕竟我现在身上只有2件装备而已。李显胜准备前往专门摆地摊的街道。前行的过程中，新手村内的系统公告响起：区域公告，积分争夺战副本入口已开放，报名时间限制为3小时，副本开放时间将间隔7天。新手村的聊天频道内不断有玩家讨论到，副本入口又开放了，但有几个人敢进入其中？如果能够活着回来，那么将会获得丰厚至极的奖励。可这积分争夺战副本的死亡率也太高了，并且限制最高等级是25级，还是命重要，我宁愿一点点的在野区刷怪，也不敢去副本冒险。在野区中刷怪，装备的掉落概率低得可怜， BOSS 又打不过。副本是可以让玩家一飞冲天的特殊秘境，死亡率高一些也可以理解。这积分争夺战副本100人进入其中，能够活着回来20个人就算不错了。李显胜如今实力大涨，有着至高级天赋傍身，自然不想错过7天开放一次的积分争夺战副本。虽然他只有7级，但在副本里击杀怪物很快就可以提升到10级，领悟新的技能了。李显胜自语道，先把身上多余的装备全部出售，然后购买法师装备，再准备好足够多的药剂，我便可以进入这积分争夺战副本中历练一番了。并且我现在的 C 级护盾技能就已经可以提供 1.15 万点的护盾值，完全是处于先天不败的局面。这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凶险万分，九死一生的积分争夺战副本，对我而言则根本没有任何的风险。李显胜抵达了新手村中玩家专门用来摆地摊的街道，一个地摊位置需要支付10铜币，持续时间1小时，可以受到系统的保护。李显胜先是逛了一圈，他略微有些失望，因为根本就没有绿色品质的法师装备出售，也没有任何的法系技能书被摆放在地摊上。也对，毕竟这是新手村，装备的产量很低，我买一些白色的装备也就可以了。李显胜花费了500铜币，便购买了8件不同类型的白色法师装备，这让李显胜的属性拔高了不少，总比一身的初始衣服要强得多。毕竟一会他需要进入的是25级的积分争夺战副本。同时李显胜也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摊子，很多玩家都围在这里，一看就有特殊的商品出售。李显胜靠近后发现这是个药剂师玩家在出售药剂道具，并且他出售的药剂比新手村中药剂店里的效果要强出了一大截。李显胜还看到了摊子上摆着解毒药剂道具，合着周辉小队的解毒药剂也是从这里购买的。我就说药剂店里就只有最基础的白色品质回血回魔药剂，摊主是一个药剂师职业，这种职业基本上没什么战斗能力，但却很是吃香，赚钱能力极强。一些掌握了高阶药方技能的药剂师将会被大公会保护起来，用大量的资源培养，根本就不用冒险进入野区和怪物进行厮杀。那地摊上摆放着3种药剂，分别是绿色的回魔解毒药剂以及绿色的壮阳药。摊主老神在在的盘腿坐着，摊子边上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假1赔3，童叟无欺。李显胜眼皮跳动，这是药剂师？我怎么感觉一股子江湖郎中的味？李显胜听到周围的玩家都在吹嘘药剂的效果极好，这滋补的药剂太灵了，我这次准备买10瓶。就是太贵了，不过贵有贵的好处，毕竟1分钱1分货嘛。绿色品质的回魔药剂可以一次性恢复200点魔法值，李显胜准备购买30瓶，再买一些解毒药剂作为防备的手段。听到李显胜的订单，摊主王璐满脸欣喜，一瓶绿色品质的回魔药剂售价20铜币，30瓶也就是600铜币。嘿嘿嘿，我再赠送给你3瓶解毒药剂，加上1瓶滋补的壮阳药吧。
王璐一脸贼眉鼠眼，放心，我这可是技能生成的药方，绝对管用，不生效，来找我就是了。600铜币，这可是大主顾。王璐甚至主动加了李显胜的好友。李显胜认为，在新手村阶段就可以大批量的制作出绿色品质的药剂，肯定是觉醒了不俗的天赋能力。这种药剂师自然没理由不加好友。最后，李显胜还将击杀3个刺客后掉落的装备都给出售了，累计交易得到了800铜币。最终，李显胜还剩下4207枚铜币。第8章进入副本。李显胜走到了副本的入口处，这是一道血色的光门，进入其中便可以参与接下来的副本事件。提示：报名副本需花费50铜币。警告：玩家等级过低，积分争夺战副本属于高危场景，请谨慎选择是否参与。积分争夺战副本限制最高等级为25级，也就是绝大部分的玩家都会选择在自身提升到了25级后才会进入其中。周围路过的玩家纷纷朝李显胜投去了诧异的目光，这小子才7级，还是个法师，敢去参与25级的积分争夺战副本，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要知道这个副本的规则是鼓励玩家之间互相残杀的。不过看他身上的装备，似乎有2件是绿色品质的，不过等级也太低了吧，好歹也提升到20级才会考虑参与积分争夺战副本吧。这些人不知道的是，李显胜可等不了7天的副本冷却时间，错过了这一次，下一次副本再开启就是7天之后了。以李显胜的升级速度，7天之后他早就离开新手村，进入更高阶的城镇场景中去了。李显胜这时想到了周辉，对方的坦度还算不错。算了，周辉肯定是没胆子进入积分争夺战副本的。如果我没有掌握护盾技能，我也不会这么快就进入副本。周辉连10级都不到，他绝对不敢进入副本。提示：花费50铜币，成功报名积分争夺战副本。副本规则：玩家将会被空投到一座小岛场景的随机位置，在副本场景内击杀怪物，可以获得对应的积分，怪物越强，击杀后获得的积分也就越多。击杀玩家则可以获得对方身上的全部积分，最终副本结束时，积分越高，获得的结算奖励也就越丰厚。每隔一段时间，玩家的活动范围便会缩小，缩小3次后，副本倒计时1小时结束。提示：你即将进入副本空间，本次副本参与人数为300人。在周围的玩家眼中，李显胜一个7级的法师进入了积分争夺战副本之中，这简直离谱到了极致。李显胜凭空出现在了一架浮空艇之上，他坐在座位上无法移动。李显胜坐的是靠窗的位置，他可以从窗户处看到下方是一望无际的汪洋，一座小岛点缀在蔚蓝海水之中。李显胜看到自己的附近都是玩家，被强制固定在座位上不得动弹。李显胜心想，在这个副本中，哪怕是提前组好队，意义也有限，因为空投是将个体进行随机投放，哪怕是在副本外组好的队伍，被随机空投之后也很难再汇合了，半路上就可能被怪物或者是被其他玩家给杀死了。李显胜一眼望过去，全部都是20级以上的玩家，最低都是22级，最高是25级，就只有自己一个7级的小萌新，夹在一群高等级玩家之间。浮空艇的驾驶舱中走出了一个醉醺醺的地精，面貌丑陋，浑身散发出恶臭的酒气，走路一晃一晃的。被固定在座位上的玩家虽然无法移动，但可以从系统背包中取出道具。这时有不少玩家取出了酒水类的道具，这让地精驾驶员眼睛发光。一个盾位玩家拿着一瓶绿色品质的美酒，开口道：我想和你做个交易，将我和我的队友空投到稍微靠近一些的位置。醉醺醺的地精一把抓过绿色品质的美酒，点了点头，可以，可以。嗝，地精还打了个酒嗝，其他人也不知道他到底听进去了没有。李显胜看着玩家们和地精驾驶员进行交易，若有所思，我的背包里似乎也就只有一瓶壮阳药剂，稍微可能对地精有一些价值吧。李显胜便取出了壮阳药剂，当地精看到壮阳药剂的具体属性时，眼里满是贪婪的金光。好东西，好东西啊！你想和我做交易吗？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我都可以答应你。周围的玩家一个个眼神奇怪，谁没事带壮阳药剂进入副本啊？并且这还是个只有7级的新人法师。李显胜思索了几分钟，开口道：有岛屿的地图吗？地精连忙走进驾驶舱，找出了一卷岛屿的地图，只有简易地图，但有强大怪物所在的坐标都标注出来了。李显胜嘴角上扬，没想到那药剂师王璐随手赠送的壮阳药剂还能够发挥出奇效。提示：交易成功，获得一份积分争夺战的地图。嘿嘿，地精怪异的笑着走回驾驶舱，已经抵达了指定空域，空投开始。唰，浮空艇的地板收缩了回去，随后一个个座椅掉落了下去，座椅上还装有降落伞。一个个玩家被随机的空投进入了副本场景中，李显胜也是如此。狂暴的烈风吹拂着李显胜的脸，让他一时间没法看清眼前的景物。
同时，李显胜的周围有5个被空投下来的玩家，彼此之间距离很近，也就是落地之后立刻就会爆发一场厮杀。毕竟这个副本鼓励玩家之间互相残杀，击杀玩家可以获得对方身上全部的积分，这诱惑太大了。玩家降落到一定的高度后，座椅上的降落伞便自动打开了，下降的速度减缓。也就是在李显胜的视线中，附近有5个降落伞出现，这些玩家都盯着李显胜。李显胜内心想到，这是盯上了我刚才获得的地图道具，并且这5个人都以为我是软柿子，毫无威胁。正好，我想检验下 1.15 万点的护盾值有多坚韧。提示：空降过程中无法攻击，且处于无敌状态。李显胜落到了地面上，座椅也自动拆解开了。5个敌对玩家纷纷朝着李显胜的位置靠近。一个战士玩家神情冰冷，出声道：地图道具属于是副本中的特殊道具，击杀持有者后100%会掉落。有了岛屿的地图，存活的概率最起码能够增加3成，最起码也不会贸然走进高危 BOSS 的领地之中，可以选择最为安全的路线，一直撑到副本结束。第9章，落地击杀5人。另外一个围向李显胜的玩家是刺客职业，此刻内心分析想到，那个7级的法师毫无威胁，最关键的是杀了他之后获得岛屿地图，该怎么从其他玩家的包围中撤走？但我有加速技能和隐身技能，直接一口气瞬杀7级的法师，抢走岛屿地图，然后开启隐身，从容逃走。这5个敌对玩家各自有自己的战斗思路，而李显胜则直接开启了 C 级的护盾技能，身上出现了一层半透明的屏障，看似是薄如蝉翼的一层护盾，实际上有100层护盾叠加在了一起。很显然，这些敌人根本不在乎李显胜的护盾，毕竟一个7级的法师护盾能够有多厚？他们可都是22级以上的等级了，光是属性点压制就已经非常可怕了。李显胜目光冰冷，使用了小火球技能，在天赋加成下，李显胜一次性释放出了300枚橘红斑驳的小型火球，让周围的温度都升高了不少。这5个敌对玩家直接愣住了，惊恐万分。怎么可能？数百个火球？还是瞬发技能？一点读秒时间都没有。他明明才7级啊，技能栏都只有2个而已。这5个敌对玩家绝望不已，他们眼中毫无威胁的小绵羊，此刻化身为残忍的猎人。在李显胜的操控下，300枚小火球朝着5个不同的方向轰炸而去。火团爆炸的声响中，5个敌人瞬间惨死，尸体都被焚烧成为了焦炭，地面上满是爆炸的火焰焦痕。提示：成功击杀5个玩家，积分加50点。杀死1个玩家可以获得基础的10点积分，并且获得目标身上积攒的全部积分。但这5个敌对玩家连一只怪物都没有杀过，因此身上自然是1点积分也没有。李显胜取出了岛屿的地图，出声道：想杀人夺宝，那就得做好被反杀的准备。这积分争夺战副本中，杀死玩家不会掉落目标身上的装备，只会获得积分。李显胜打开地图，先是确认了自己的位置，然后找到了一处最近的怪物聚集地。先去这野狼谷刷一会等级，并且这野狼谷里还有一只 BOSS。我距离10级也就只差3级的经验值了，满10级后又可以领悟新的技能。李显胜确定了野狼谷的方向，便一直前行，路途中都没有什么意外发生。副本中有着积分榜和杀人榜2个榜单，由于李显胜空降落地后便连杀5人，因此瞬间冲上了积分榜和杀人榜的第1位，这立刻引起了其他玩家的重视。这是那个获得了岛屿地图只有7级的法师，竟然连杀5人，看来游戏里还真是不能轻视任何一个人啊！才7级，只能具备2个技能都如此强大，让他的等级提升起来之后又会有多么可怕？积分榜之上，第2位是一个弓箭手职业，积分在飞速上涨，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超过李显胜的50分。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独狼玩家。一段赶路过后，李显胜抵达了野狼谷。李显胜看了眼积分榜，自己已经被超过了，那是一个25级的弓箭手职业。这些玩家积攒的高额积分最后都会落入我的手里，他们积攒再多的积分，最后也只能是给我做嫁衣，只需要击杀他们就可以获得目标全部的积分。李显胜进入了野狼谷中，入目所见都是有着棕色皮毛的野狼，属于绿色品质的10级怪物。不愧是25级的副本，最边缘区域的普通怪物都是绿色品质的。野狼品质绿色，等级10级，生命值425，魔法值120，基础属性力量18，体质15，敏捷15，智力5，物理攻击21，双防9，技能撕咬狼嚎。介绍：副本场景中的野狼怪物属于群居生物，李显胜一踏入野狼谷的范围内，就被大量的野狼发现，他们纷纷使用狼嚎技能，发出悠长的尖嚎，吸引来了更多的野狼怪物。这正是李显胜乐于见到的情况，毕竟怪物的密度越高，自己刷怪的效率
也就越高。李显胜给自己套上了100层的护盾，下一秒，大量的野狼怪物便冲到了李显胜脚边，使用撕咬技能疯狂的攻击李显胜。这些怪物双目赤红，獠牙锋利，撕咬时口中不断的滴落恶心的口水。李显胜毫无反应，因为他的护盾太厚了。300枚橘红火球轰炸下去，大量的野狼被击杀，化作李显胜的经验值、技能熟练度还有副本积分。我根本不需要瞄准，只需要朝着自己脚下释放小火球技能，就可以覆盖到大量的怪物。这是10级的绿色品质怪物，击杀后获得的经验值很可观。换成一般的脆皮职业，被野狼的撕咬技能命中，最起码也得被拽下一块血肉。提示：你成功击杀绿色品质的野狼怪物，积分加1，积分加1，积分加1。几分钟后，由于普通怪物的狼嚎技能已经是将整座山谷内的野狼都给引了出来，李显胜被一队野狼给围得死死的，他根本就不用移动，一次次的使用小火球技能进行轰炸，积分疯狂飙升。一头有着银白皮毛的巨型狼类 BOSS 从山谷间窜了出来，对方的高度达到了2米，额头中央还有着残月形的奇异烙印。李显胜略显兴奋，击杀一头普通野狼可以获得1点积分，那么杀死这头 BOSS 可以获得多少积分？最后结算时，只要我的积分足够高，那么获得 S 级技能书也有一定的概率，不然新手村真没什么途径可以获得高阶技能书。白狼王，品质绿色，等级18，生命值1120，魔法值300，基础属性力量32，体质30，敏捷30，智力28，物理攻击35，魔法攻击32，双防14，技能冲击波、冲刺、尖啸。介绍：血脉不俗的狼类头领级生物，在月夜下属性将会得到提升。第10章 B 级闪电链。这头白狼王看上去姿态优雅，颇为高贵，此刻锁定了李显胜，使用冲击波技能。白狼王的咽喉猛地鼓起，有大量的灵力在内部凝聚，随后其张口吐出了一道浅蓝色的能量冲击波。李显胜就站在原地不动，被 BOSS 的冲击波技能给打满了伤害，最终护盾值减少了350点，灰白的护盾值看上去毫无变化，纹丝不动。李显胜出声道：还是头魔5双修的怪物，力量和智力属性都很高，也就是我的小火球技能处于冷却时间，否则直接就可以把它给秒了。吼！白狼王使用尖啸技能，吼出了肉眼可见的声波，李显胜被声波笼罩，陷入了短暂的呆滞状态。这是一种控制技能，并且还是群体性的控制手段。李显胜的小火球技能冷却时间结束后便立刻释放，300枚橘红火团密密麻麻的朝着白狼王覆盖过去。白狼王使用冲刺技能冲到了李显胜面前，疯狂的撕咬，但奈何李显胜的护盾堪称是龟壳，坚硬无比。轰轰！大量火球轰炸在白狼王身上，直接一波将其血条给清空了。李显胜身上爆发出了璀璨的金光，他升级了。一段时间后，李显胜将野狼谷的全部怪物都给屠杀干净，他的等级提升到了11级。提示：你成功击杀大量怪物，累计获得2352点经验值，个人等级提升至11级，自由属性点加12，已领悟 B 级技能闪电链。李显胜先是将12点自由属性都加在了智力属性上，目前总共是33点的智力属性。闪电链 LV1 B 级，释放一道闪电链，在怪物群中传导5次，造成雷电属性伤害，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最终的伤害越高。技能射程11米，消耗10点魔法值，冷却时间3分钟。天赋加成，闪电链将传导500次。李显胜神情欣喜，自语道：小火球技能实际上是单体技能，而闪电链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攻击技能。在天赋加成之下，原本闪电链只能在怪物群之中迅速穿梭5次，现在则是穿梭500次，这下我的刷怪效率将会提升一大截。提示：你击杀大量怪物，获得了350点积分，累积400点积分。在副本中击杀怪物不会掉落任何物品，只会获得积分。提示：你使用技能击杀大量怪物，累积获得620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所获得的技能熟练度将成100倍，最终获得6.2万点技能熟练度。B 级小火球技能提升至 LV54， C 级护盾技能提升至 LV38。小火球 LV54 B 级，释放6枚小火球，攻击单体目标，造成火属性伤害，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威力越大。瞬发魔法，技能射程 12.5米，消耗28点魔法值，冷却时间1分35秒。天赋加成，释放出600枚小火球。护盾 LV38 C 级，生成一层护盾，保护自身，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护盾值越高。
瞬发技能需消耗35点魔法值，冷却时间为4分30秒。天赋加成，生成100层护盾。在100倍的技能熟练度增幅之下，李显胜的技能升级速度快得夸张。LV54 的小火球技能在天赋加成下，可以一次性释放出600枚火球。这一波火球轰炸下去，蓝色品质的 BOSS 也得被秒杀，并且小火球的技能冷却时间只有1分35秒了。而 LV38 的护盾技能，一层护盾可以提供330点的护盾值，100层护盾也就是 3.3万点护盾值。李显胜感叹道：技能升级的太快了，虽然技能威力暴涨，但技能消耗的魔法值也跟着增加了很多，这就导致我的魔法值上限显得有些不够了。当时购买回魔药剂的时候，想着30瓶绿色品质的回魔药剂怎么都足够消耗了，但现在没想到一个小火球加护盾技能就得消耗63点魔法值了。总之，李显胜如今的战力产生了质变，成为副本的最终获胜者已经是100%的结局了。警告：副本活动范围缩小中，若处于限制范围之外，将每秒扣除生命值上限的 3%。李显胜打开了地图，寻找接下来的目的地。副本活动范围总共会缩小3次，之后再坚持1小时，副本就会结束。而且从地图上看，最中心的区域是平坦的地形，很难隐藏，这是逼着玩家之间在最后的活动范围内互相残杀。李显胜选择了下一个目的地，那是在地图上标注着的副本中第2强的 BOSS。而李显胜靠着400点的积分，再一次冲到了积分榜的第1位，其中击杀白狼王 BOSS 获得了30点的积分。排名第2位的是一个25级的弓箭手，积分为253分。此时的陈许难以置信地看着积分榜，我觉醒的是 C 级的天赋，等级达到了25级，身上的装备有2件都是蓝色品质。蓝色品质的装备相当于是新手村中的神器了。为什么我刷积分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这个11级的法师？虽然法师的刷怪速度是最快的职业，但他的等级未免太低了吧。原本想着这次积分争夺战我占据第1位是十拿9稳的事情。由于副本限制最高等级为25级，因此玩家在副本中哪怕积攒够了升级的经验值，也只能卡死在25级，离开副本后才能够进行升级。与此同时，一个披着暗金色盔甲的盾卫身后跟着15个玩家。丁阳觉醒的是 C 级的公正契约天赋，他可以在副本内和其他玩家签订公正契约，保证彼此之间无法互相伤害。因此丁阳拉起了一支16人的队伍，队友之间可以真正意义上的互相信任。因为在公正契约的效果下，在副本之内他们没法伤害到队友。第11章公正契约天赋。觉醒了 C 级公正契约天赋的丁阳率领着队伍再次遇到了其他的玩家。对方一看丁阳小队人多势众，立刻就选择撤走。丁阳开口道：各位别担心，我们没有恶意，我觉醒了公正契约天赋，只要我们签订契约，那么就可以在副本中成为互相信任的同伴。我身后的15个队友都签订了公正契约，我们在副本之外并不相识。听到了丁阳的话语，对面的4人小队停下了逃走的举动，但还是隔着很远的距离保持着戒备。丁阳将自己的天赋能力图给展示了出来，4人小队这才真正相信了丁阳。丁阳紧接着说道：我的想法是靠着公正契约组建80人的队伍，然后我们再一同刷怪积攒积分。我的公正契约天赋目前只能签订80份契约，队伍人数多起来，组建成规模后，我们就可以安稳地击杀副本内的 BOSS， 从而获得大量的积分，并且自身的安全性有了极大的提升。与其打生打死，冒着巨大的风险换取积分，为何不选择加入我们？到了副本的最后阶段，我们这80人的队伍也可以横扫其他的全部玩家，将他们的积分剥夺到我们手中。4人小队中的队长回应道：好，这的确是稳赚不赔的合作，并且积分榜上的强者威胁巨大，我们也只有联手才不会被这些强者玩家给击杀。毕竟我们辛辛苦苦积攒的积分，最后要是给他人做了嫁衣，简直是死不瞑目。丁阳嘴角上扬，现场使用了公正契约天赋，和这4个玩家签订了无法互相伤害的契约。这下队伍又壮大了。其实我未必要组建满80人的队伍，如果敌人太弱，那么队伍人数越多，均摊下来，每个人得到的积分也就会减少很多。看情况定吧。李显胜在不断的赶路中，他的敏捷属性很低，因此移速较慢，丝毫不敢耽搁，否则停留在了规定范围之外，每秒要扣除血量上限的 3%。枯燥的赶路时间过后，李显胜抵达了毒株山洞，这是地图上标注的第2强的 BOSS。 李显胜走进山洞内，发现已经有玩家在内部挑战 BOSS 了。那是一个25级的弓箭手，身形飘逸，其普通攻击射出的箭矢分裂成了2支。这个弓箭手在单刷毒株山洞，山洞的最深处趴着一只巨大的漆黑蜘蛛，其腹部不断鼓起，产下一颗颗堆叠在一起的幽绿虫卵。李显胜先是给自己套了100层的护盾，
护盾值高达 3.3万点，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我的敏捷属性太低，穿戴的白色鞋子装备提供的移速也很有限。这个弓箭手身上的装备虽然隐藏了品质光泽，但看轮廓和表面雕刻的花纹，可以看出他的靴子和弓箭都是蓝色品质的装备。这不就是那个积分榜第2位的弓箭手吗？陈许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李显胜的闯入。陈许的反应很快，一看到是一个15级的法师，他眼皮一跳，是积分榜第1位的法师。如果是其他的普通玩家，我直接一箭射过去就可以将其秒杀了。不行，不能被这法师和 BOSS 给夹在中间，死亡的风险很大。陈许思绪涌动，在迅速的分析战场局势，先放弃 BOSS， 尝试攻击这个法师。我背包里还有一件保命用的传送道具，哪怕不敌也可以传送逃走。如果能够杀死这个积分榜第1位的法师，那更是省事了，可以直接剥夺他身上的400点积分。陈许冲向李显胜，抬手便是一记3连使技能，3支箭矢命中李显胜，但被一层半透明的屏障给挡了下来。李显胜的护盾被打掉了485点，这输出已经很高了，但在李显胜 3.3万点的护盾值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李显胜则使用了小火球技能，600发橘红火球覆盖在半空中，阴冷潮湿的山洞内都瞬间变得燥热起来。陈许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600发火球，这特么是小火球技能还是法师中后期的流星火雨技能啊？陈许头皮发麻，下一秒就会被密密麻麻的火球给轰炸成为焦炭。他连忙使用了背包里的随机传送符咒道具，原地瞬移走了。李显胜的小火球技能全部落在了空处。瞬移，弓箭手可没法学习瞬移技能，这应该是某种珍贵的保命道具。可惜了，被他给逃走了，否则他身上的积分将收入我的手中。随机瞬移逃离的陈许额头密布冷汗，后怕不已。才15级就这么强，明明技能的形态是小火球技能，怎么可能释放出600枚火球？这是开挂了。陈许连忙逃走，本来想着那个法师再怎么强，也就是和我五五开的局面，没想到一见面就要秒杀我。这次得改变战术了，我得苟起来，默默等待副本结束。我可没有第2枚随机传送符咒道具了，再遇到这个怪物法师一次，我将必死无疑。李显胜自身移速太慢，他也不打算去追杀陈许，他更重视的是山洞内的 BOSS。 在山洞的最深处，一只巨大的蜘蛛在不断的产卵，周围堆满了幽绿色的虫卵，内部有活物在不断的蠕动。毒蛛母体，位阶蓝色，等级15级，生命值3420，魔法值1500，基础属性力量40，体质50，敏捷5，智力60，技能蛛丝产卵。介绍：能够大规模孕育出毒蛛幼崽的母体生物。毒蛛母体周围的虫卵内部刺出了一节节的细长枝节，内部爬出了微小的蜘蛛，腹部闪烁着暗绿色的幽光。也就是数秒的时间内，便有数百只蜘蛛幼崽从虫卵内钻出，快速冲向李显胜。蜘蛛幼崽，位阶白色，等级1，生命值100，技能自爆。介绍：只能存活10秒的蜘蛛幼崽，临死前将会开启自爆技能。第12章 A 级藤蔓缠绕，大量蜘蛛幼崽爬向李显胜，其腹部闪烁着暗绿色的幽光，砰的直接炸开，溅射出大量的浆液，但都被李显胜的护盾给挡了下来。那母体生物的敏捷只有5点，并且看上去根本就没法移动，但可以产下源源不绝的虫卵，让蜘蛛幼崽靠近敌人后自爆杀敌。李显胜眼眸放光，思索想到，这对于其他玩家来说相当棘手的 BOSS， 但在我面前简直就是个无限刷怪的机器。我可以故意不杀死母体 BOSS， 一直让它产下虫卵，然后就在这山洞里刷积分，一直到副本活动范围缩小为止。一只蜘蛛幼崽的自爆技能可以打掉李显胜100点的护盾值，数百只蜘蛛幼崽同时自爆，那威力将异常恐怖。但前提是被蜘蛛幼崽给近身，这怪物的自爆伤害范围有限，只需要在蜘蛛幼崽靠近之前将其100点血量给打空，就不用担心被自爆技能波及到了。李显胜使用了闪电链技能，他挥舞白猿法杖，法杖顶端传射出了一道细长的银白电流，瞬间贯穿了一只蜘蛛幼崽，然后在数百只蜘蛛幼崽之间不断的穿梭传导，造成雷电属性伤害。滋滋滋，在技能100倍增幅天赋的加成之下，闪电链技能可以穿梭500个单位，造成雷电属性伤害。加上这些蜘蛛幼崽本来就是脆皮单位，只有100点血量上限，被闪电链碰到一次就会被秒杀。因此李显胜一个闪电链技能下去，就灭杀了300多只蜘蛛幼崽。一个技能释放出去，瞬间倾图的暴力输出，这就是法师职业的乐趣。李显胜欣喜不已，这里简直就是刷积分的圣地。母体 BOSS 可以源源不断的产卵，而我的新技能闪电链则能够一招灭杀全部的蜘蛛幼崽，积分疯狂上涨。一只蜘蛛幼崽就可以提供 0.1 点的积分，
就刚才的一个闪电链技能，我就收割了30多点的积分。接下来的时间中，李显胜便不断的交替使用小火球和闪电链技能收割蜘蛛幼崽。在他的操控下，母体 BOSS 被打到了残血，然后就不再继续打了。李显胜惊喜的发现 ，BOSS 血量越低，他使用产卵技能的频率也就越高，也就是意味着将 BOSS 的血量控制在残血状态，可以最大程度上的刷积分。当然了，如此危险且高效的刷积分方式，前提是玩家的实力足够强，否则一招不慎被蜘蛛幼崽的自爆技能给波及到，那下场就很凄惨了。提示：你成功击杀蜘蛛幼崽，积分加 0.1 加 0.1 加 0.1。积分榜上，李显胜本就是第1位的积分，此刻更是疯狂飙升，没多久后就突破了1000点的积分。副本内存活下来的玩家纷纷震惊不已，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的积分可以上涨得这么快。丁阳靠着公正契约技能已经组建了超过40人的队伍，此刻内心惶恐。1000点积分，这个法师是怪物吗？看来必须组建80人的队伍，否则到了最后的决胜阶段，绝对会被这个法师碾压。丁阳队伍中的玩家也纷纷出声讨论道：还好我们靠着丁阳的天赋能力，可以互相信任进行组队，否则在大家彼此之间互相猜忌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组建这么大规模的队伍，最后只会成为那个怪物级法师的积分包，被他给轻松收割。此时的陈许看到积分榜后不可思议道：这种积分上涨的速度，那个法师难不成是在刷蜘蛛幼崽，也就是故意不杀死 BOSS， 让 BOSS 源源不绝的产卵，然后刷积分？这堪比是在钢丝上起舞，一旦失误一次就是死亡的结局，太妖孽了，我得尽可能的离他远一点。毒蛛山洞内，母体 BOSS 使用了蛛丝技能，口中吐出了一道坚韧至极的蛛丝，直接将李显胜给粘住，然后往回拉拽。在这种情况下，李显胜便只能被迫抗下了大量蜘蛛幼崽的自爆技能，但他的护盾值太厚了，自身的血量根本就没掉过。李显胜操控火焰将蛛丝焚烧断裂，然后撤回到了之前的位置，继续刷积分。这积分刷的也太爽了，但下一次的副本活动范围缩小，就必须离开毒蛛山洞了，不然我可以刷到天荒地老。其他玩家积攒的积分也很有限，还不如我在这里刷蜘蛛幼崽呢。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刷积分的方式还有些吃操作，必须一直小心翼翼地释放技能，否则 BOSS 就会被小火球和闪电链给波及到。BOSS 一旦被杀死了，也就没有母体产卵了。其他玩家要是能够听到李显胜这凡尔赛的话语，估计会气到吐血。警告：副本活动范围缩小中，超出副本活动范围将每秒扣除 3% 的生命值上限。李显胜一脸的恋恋不舍，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度假的呢。全程基本上就站在原地，没怎么动过。其他玩家打 BOSS 必须要一直走位移动，耗费精力。滋滋，在李显胜的操控下，一道闪电链穿梭到了 BOSS 身上，将其最后一丝血皮给打空。轰！李显胜身上爆发出璀璨耀眼的金光，他提升到了15级。提示：成功击杀蓝色品质的毒蛛母体 BOSS， 积分加70点，当前积分累积为2853点，个人等级提升至15级，自由属性点加12，还是一样的12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在智力属性上。目前李显胜有着45点智力属性，魔法值上限达到了235点，并且智力属性提升，李显胜的技能威力也会跟着增加。个人等级达到15级，已领悟 A 级藤蔓缠绕技能。藤蔓缠绕 LV1 A 级，在目标脚下召唤出一条藤蔓进行缠绕，使目标无法移动。藤蔓存在自身的血条，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藤蔓的血条越高。技能射程15米，消耗10点魔法，冷却时间4分钟。天赋加成，召唤100条藤蔓缠绕目标。第13章中心擂台。李显胜满脸惊喜，竟然领悟了 A 级技能，据说升级后领悟技能最高只能领悟到 S 级，并且概率低到了极致，而 SS 级、SSS 级的技能是无法领悟到的，需要玩家通过技能书进行学习。不愧是 A 级技能，初始状态下就有着15米的射程。藤蔓缠绕是一个控制技能，也就是让藤蔓缠绕目标，令敌人无法移动，但敌人还是可以发起攻击。敌人只有将藤蔓的血条给打空，斩断藤蔓，才可以恢复自由。而在至高级技能100倍增幅天赋的加成之下，李显胜可以一次性召唤出100条藤蔓，敌人估计得打个10多分钟才能够斩断藤蔓，恢复自由。提示：你击杀大量怪物，累计获得1250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获得的技能熟练度将成100倍，最终获得 12.5万点技能熟练度。B 级小火球提升至 LV83， C 级护盾提升至 LV69， B 级闪电链提升至 LV41。此时的小火球技能可以一次性释放出9枚火球，
射程为14米，消耗52点魔法值，冷却时间只有1分15秒了。在天赋加成下，也就是可以一次性释放出900发火球，并且技能等级大幅度增长，使得技能的威力暴增。而现在的护盾技能可以提供1200点的护盾值，冷却时间缩短到了4分钟。在天赋效果的100倍增幅下，最终是12万点的护盾值。LV41的闪电链可以在怪物群中穿梭传导9次，获得天赋加成后，也就是可以穿梭900次。射程为13米，冷却时间2分30秒。也就是在面对脆皮生物时，李显胜一个闪电链技能下去，就可以秒杀900个单位。副本内的玩家看到了李显胜那高达2850点的恐怖积分，而第2位的弓箭手才不到400点积分而已。觉醒了公正契约天赋的丁阳不可思议道：2850点积分，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如此高额的积分，副本结束后他能够获得丰厚至极的奖励。如果谁可以杀死这个怪物级的法师，那么将一步登天，可以靠着高额的积分获得恐怖的奖励，从而实现脱胎换骨级的提升。丁阳的队友开口附和道：他只是一个法师，再怎么强，被大量的控制技能命中，也会陷入漫长的被控制状态中，届时他的恐怖破坏力根本就没法释放出来，未必没有击杀这个法师的可能性啊。2850点积分，这诱惑还真是大。此时的弓箭手陈许遭遇到了丁阳的队伍，丁阳还是一样的套路，邀请对方加入自己的队伍，签订公正契约，彼此之间可以绝对的互相信任。如果是正常情况，那么陈许肯定会选择走独狼路线，最后可以获得大量的积分。但和李显胜碰面后，陈许就被吓破胆了。双方签订了公正契约后，丁阳惊喜道：没想到竟然是排名第2位的弓箭手，我们准备狩猎那个怪物级的法师，你觉得怎么样？陈许直摇头，神情后怕。我已经和那个积分榜第1位的法师交过手了，如果不是有着传送道具保命，我会在数秒内被击杀。他一次性释放出了数百枚火球，当时时间太短，我也没有仔细的数过，但最少也有500发火球。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流星火雨技能呢，实际上却是大量的小火球，并且他还有极其强大的护盾技能。我认为应该尽量规避开那个怪物法师，他肯定觉醒了某种恐怖的天赋能力。陈许说出这些情报时，身体都在轻微颤抖，毕竟他差点被李显胜给秒了。听完后，丁阳及其队友一阵胆寒。李显胜打开地图，确定了后续的前进路线，他准备去狩猎岛屿上的最强怪物。这最强 BOSS 的领地基本上已经是靠近岛屿的核心区域了。漫长的赶路时间之后，李显胜抵达了一片高耸石柱组成的石林，但这里一只怪物也没有。李显胜困惑道：地图的标注信息出现错误了？不对，这片石林中有巨型 BOSS 生活过的痕迹，山石上有着大量的爪印痕迹，看来地图信息没有错，而是这只岛屿上最强的 BOSS 离开了自己的领地。得，白来一趟啊！并且这一路上也没有遇到太多的怪物，连玩家也没有碰到一个。提示：副本活动范围缩小中。活动范围缩小后，副本倒计时1小时结束。岛屿中心降临了一座半径100米的擂台，站在擂台之上结束副本，积分乘3倍。李显胜这次不用查看地图了，副本的活动范围已经是最后一次收缩了。李显胜分析道：也就是在最终活动区域的中心，有着一座半径100米的擂台，只要是活着在擂台上坚持不死，那么最终结算奖励时，积分将会乘3倍。这是逼着玩家自相残杀呀！半径100米的擂台肯定会爆发一场血战。不过这规则对于我来说自然是好事，我有着12万点耐久度的护盾，守住擂台毫无难度。如果有人敢来挤占擂台，我顺带着还可以收割走对方身上的积分。李显胜再一次开始了赶路，我的积分如此高，其他玩家估计不敢来挑战我吧？基本上都知道和我交战风险巨大，因此大概率是没有人敢进入擂台区域，他们只会躲在远处等待副本结束。丁阳的队伍已经凑齐了80人，这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了，更别提队伍中还有陈许这种级别的强者。丁阳和陈许以及其他的队友交谈道：那积分排名第1位的法师肯定会去占据擂台，以他的实力，他当然会想将自身的积分乘3倍。我们是选择放弃擂台的积分加成，还是和那个法师打一场，决出胜负？要知道他身上的2850点积分，剥夺过来之后，再获得擂台的3倍积分加成，也就是8550点积分，都快要破万了。这最后获得的奖励简直是难以想象。第14章对战80人队伍。丁阳的队伍中，一个25级的刺客出声道：目前已知那个怪物级的法师有着恐怖的火球技能以及夸张的护盾，但我们的人数达到了80人，其中掌握的控制技能多达10多种。只要控制技能成功命中那个法师，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不管他掌握着何种强大的技能，他都没法释放出来，会无比憋屈的被我们集火击杀。队伍中有很多人附和道：说的没错，
那个怪物级的法师等级只有15级，也就是4个技能栏。法师职业在前期基本上没什么概率领悟到解控技能，中后期才有可能领悟到解除控制效果的技能，因此我们的胜算极高。当然了，过程中可能会死几个人，但什么事情没有风险？这一点风险和利益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丁阳的队伍中，大部分人都选择了要和李显胜决一胜负。陈许内心思绪涌动，反正我是后排职业，如果到时候真发生意外，最先死的也是那些前排玩家，我有充足的时间逃走。陈许也开口道：“咱们80个人干他一个法师，争取一口气将他控制住，让他在控制效果结束前死去。”丁阳的队伍在前行的路上又遇到了几个玩家，丁阳还是一样的套路，满脸善意，展示了自己的天赋能力，然后邀请这几个玩家加入队伍。当这些玩家放下戒心后，丁阳等人直接上前将其全部宰杀了。因为丁阳的天赋能力已经到达了上限，只能签订80份公证契约。后面再遇到的玩家，丁阳小队选择将其坑杀，收割对方身上的积分。反正有着公证契约的效果，这80个人可以完全信任对方，干这种杀人越货的勾当，彼此之间也是照样合作。李显胜一路前行，终于是抵达了岛屿的最中心，登上了这半径100米的擂台。提示：你已登上擂台，副本结束时保持站立在擂台范围内，积分将成3倍。李显胜神情随意，因为以他如今的实力，就算是幸存的全部玩家都联合起来对抗李显胜，也会被李显胜给轻松推平。李显胜倒是期待有人来挑战自己，这样他就可以收割更多的积分了。并且这最后的活动范围一片平坦，可以藏身的地方很少。副本倒计时30分钟左右时，李显胜便看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玩家队伍，领头的是一个身披暗金甲胄的盾卫。丁阳隔着很远便高喊道：“大佬，我们合作一番如何？我觉醒的是 C 级的公证契约天赋，只要是签订了契约，就绝对无法违反契约内容。我提议，我们双方相安无事，都站立在擂台之上，默默等待副本结束，这样大家都可以获得3倍的积分加成，还不用死人，何乐而不为呢？”说着，丁阳将自己的天赋能力图给展示了出来。李显胜眼眸微眯，我就说，怎么可能组建起这么庞大的队伍？彼此之间不互相猜忌才怪。原来是有公证契约天赋。丁阳接着高喊道：“大佬，我们双方互相厮杀，大家都有各自的风险。你虽然实力强大，但我们毕竟人数众多，所以我们各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这天赋能力绝对真实，否则我也不可能在副本里组建这么一支庞大规模的队伍。不然的话，为了抢夺积分，内部早就互相残杀起来了。毫无风险的双赢结局对大家都有好处。”李显胜冷笑了一声，这种双赢的结局听起来确实不错，但前提是双方的实力差距不大。而现在李显胜的战力可以轻松碾压对方的80人队伍，强者何必与弱者共赢？以摧枯拉朽般的姿态碾压一切敌人，这才是李显胜的做法。而实际上，丁阳的天赋能力已经到极限了，根本没法再签订新的公证契约。丁阳只是在分散李显胜的注意力，好让队伍中的刺客成功近身李显胜。李显胜身上套着12万点耐久度的护盾，他也没有解释的打算，开口道：“我选择拒绝你的提议，我要一个人占据擂台，谁敢靠近擂台，下场便是惨死在副本之中。”李显胜话音未落，他身后便有2个刺客从隐身状态中显现出来，其中一个刺客使用了闷棍技能，挥舞一根短棍，朝着李显胜的后脑猛地砸去。吭！李显胜虽然有着护盾，但还是被技能命中，陷入了短暂的晕眩状态。李显胜的护盾挡下了敌人的伤害，但没法挡住负面效果。看到李显胜被晕眩的这一幕，丁阳等人激动不已，高声喊道：“按照计划行事，依次使用控制技能，将这个法师给持续晕住，其他人则疯狂输出，给我把他的护盾给打掉。这可是到手的2850点积分啊！谁最后杀死了这个怪物级的法师，积分就归谁。事后再给这些使用控制技能的玩家补偿。”80个玩家密密麻麻地朝着李显胜冲了过去，对着李显胜就是一阵狂暴的输出。拥有控制技能的玩家则掐着时间给李显胜补上晕眩效果。丁阳、陈许等人一想到李显胜身上的2850点积分以及擂台的3倍积分加成，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疯狂的集火李显胜。李显胜足足被晕眩了10多秒，期间多个玩家对他释放控制技能。丁阳等人的神情从一开始的激动、亢奋，如今却变成了满脸绝望、窒息，因为他们80个人的集火攻击打了10多秒，竟然连李显胜护盾值的1%都打不掉，并且李显胜的护盾值看上去纹丝不动，仿佛他们的攻击全部泥牛入海了一般。丁阳惊恐万分，这怎么可能？我们可是80个玩家在同时集火啊！别说是他一个法师了，就算是30级的蓝色品质 BOSS 也得被打掉明显的血量才对。
该死，继续控制他，一旦他从晕眩状态中脱离出来，我们会被全部秒杀的。第15章，黑龙 BOSS。丁阳的话语不管用了，实在是李显胜的护盾值高的令人绝望，已经有不少队友选择了逃跑。妈的，这不跑岂不是等死？让留下的人稍微挡住一下那个怪物法师，我才有机会逃走。有了第一个人的逃窜，队伍的人心就彻底崩溃了，谁都不想最后一个留下来被怪物法师给灭杀。因此这支80人的队伍瞬间大溃败。弓箭手陈徐也逃了，他是亲眼见过李显胜的恐怖火球技能的，之前想着将这个怪物法师给连续晕眩住，就可以将其击杀，简直是太愚蠢了。我们就像是送上门的鸡粪包，此时不逃，结局必定是惨死。这个法师的护盾值比 BOSS 的血量还厚了不知道多少倍。随着丁阳队伍的大溃逃，几个释放控制技能的玩家内心无比恐惧，一个失误就没能再卡着时间继续晕眩李显胜。李显胜从长时间的眩晕状态中脱离了出来，现在想逃太晚了。李显胜挥舞法杖，一道银白电流从法杖顶端传射而出，这闪电链以恐怖的速度在敌人之间急速穿梭传导，造成高额的雷电属性伤害。噗嗤噗嗤，凡是脆皮职业被李显胜的闪电链触碰到一次，当场被秒杀，血条瞬间消失，并且李显胜的闪电链技能可以传导900次，也就是这一个技能下去就可以团灭丁阳的80人队伍。陈许惊恐大喊道：是闪电链技能，快分散开，否则会被电流命中。滋滋滋，眨眼间20多个玩家被李显胜的闪电链技能给秒杀，如同收割麦子一般简单。提示：你成功击杀敌对玩家，获得对方身上积攒的全部积分，积分加201点，加185点，加258点。这种收割积分的效率实在是太爽了。丁阳此刻内心惊恐至极，他无比后悔，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他绝对不会带领队伍前来偷袭李显胜。此时丁阳等人的内心只有逃跑一个念头。这时高空之中一道巨大的黑影掠过，那是一头黑龙 BOSS。 提示：副本最终 BOSS 降临，击杀黑龙者积分结算时将成3倍。警告：黑龙将优先攻击擂台上的目标。陈许内心生出了一丝逃生的希望，黑龙 BOSS 会优先攻击站在擂台上的那个法师，我还有逃走的希望，加上这个法师的移速很慢，我未必会死。成功逃出去后，我就守在活动范围的边缘，一直等待副本结束。这个法师太可怕了，如果不是我及时提醒，队友之间的位置足够分散，否则他一个闪电链技能就可以团灭我们80人。李显胜听到了一声高亢的龙吼，那巨大的黑龙散发出恐怖的威压，朝着擂台的方向俯冲而下。李显胜冷声道： BOSS 和人一个都走不了，全部都是待宰割的积分包。可惜敌人分散的速度太快了，否则我的闪电链技能足够团灭他们10多次了。并且这黑龙 BOSS 不就是之前我抵达的石林场景中已经离开领地的最强 BOSS 吗？李显胜一抬手使用了 A 级的藤蔓缠绕技能，因为是 A 级品质，因此 LV 一时射程就达到了15米。此刻绝大部分敌人的脚下都钻出了一条翠绿色的树藤，缠绕在自己脚上，一时之间无法脱离。在李显胜的至高级天赋加成之下，他可以一次性召唤出100条藤蔓，因此除了10多个移速极快的敌人逃出了15米的技能射程之外，其他的敌人都被藤蔓给束缚住了。刚刚升起了一丝逃生希望的丁阳等人内心再次死寂下去，即将死亡之前的极致恐惧令他们窒息的说不出话来。陈许攻击缠绕着自己双腿的翠绿树藤，但他发现这藤蔓的血条很高，几秒的时间内根本就打空不了，而这点时间足够李显胜团灭他们了。丁阳大哭着跪地求饶：别杀我，我还有价值，我觉醒的是 C 级的公正契约天赋，可以签订受到系统保护的契约内容，我可以利用天赋现在就签订契约，保证离开副本后给你巨大的补偿，无论是金钱还是装备技能书都可以，别杀我，别杀我。陈许也在求饶：我们用钱买命，1万铜币或者是10万铜币都行，在丁阳的公正契约天赋能力下，我们离开副本后绝对无法违约，我还能够给你找到绝美的女人。此时高空之中的黑龙对着李显胜喷吐出炽热的龙息，但李显胜根本不在意，伤害都被护盾给挡了下来。李显胜从容笑道：真当我是傻子？ C 级天赋有这么强大的约束能力？这所谓的公正契约顶多只能持续一段时间而已，等契约时效一过，谁能够保证你们不会对我进行报复？我这个人喜欢斩草除根，留下大量隐患，完全就是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各位去死吧！你们所能够提供的买命钱，还不如收割你们的积分，从而获得丰厚的副本结算奖励。李显胜说话间已经释放了小火球技能，足足900颗橘红斑驳的火球同时飞出，将被藤蔓缠绕住的敌人给全部淹没。900发火球
同时引爆，掀起了轩赫的热浪，将李显胜的头发和衣袍吹拂得向后摆动。提示：你成功击杀敌对玩家，获得对方身上的全部积分，积分加582点。这582点积分是积分榜第2位弓箭手丁阳积攒的，此刻全部叠加在了李显胜的身上，累计获得积分 1.585 万点。此时的积分榜杀人榜上出现了恐怖的数值，第1位的李显胜有着 1.585 万点积分，杀人数为70人。这种恐怖的战绩令苟活下来的其他玩家心神震撼。李显胜心满意足道，虽然让大概10多个敌人逃走了，但也无伤大雅。这觉醒了公正契约的盾卫，组建了80人的队伍，便一直都在狩猎路途中遇到的怪物，因此他们的人均积分都很高。特别是那个积分榜第2位的弓箭手，有着582点的积分，如今则全部落入了我的手中。第16章积分叠加。李显胜颇为可惜地想到，也就是我的 A 级藤蔓缠绕只有 LV1， 射程不够，否则那10多个敌人也没法逃走，会被藤蔓给禁锢在原地。还有这条黑龙，击杀后最终的积分还会加成3倍。我实在是太期待最终的副本结算时，我可以获得何等夸张的奖励了。此时苟活下来，隐藏在边缘位置的玩家，他们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李显胜和丁阳小队的厮杀，但却能够看到积分榜和杀人榜的夸张巨变。卧槽，有没有搞错？这怎么一瞬间积分榜第1位的法师就获得了 1.585 万积分了，并且几分钟之前他还只是杀了5个玩家的战绩，现在则是击杀了70个玩家，这是在短时间内团灭了大规模的玩家队伍啊！特么总的副本参与人数也就300人，这逆天的法师就杀了70个玩家，幸亏我没有冒险靠近中心区域，这才逃过了一场死劫啊！李显胜站在擂台中央，查看最终 BOSS 黑龙的具体属性。黑龙位阶蓝色，等级25级，生命值6250，魔法值2000，基础属性力量70，体质70，敏捷55，智力75，双攻80，双防50，技能龙息、龙鳞、龙类血脉。介绍：副本场景中的最终 BOSS 为血脉等级较高的黑龙种族。李显胜感叹道：巨龙不愧是接近完美的种族，这属性点只有敏捷稍微低一些，几乎就没什么短板。不过在我面前，一个小火球技能就可以秒杀了，毕竟我的 B 级小火球已经是 LV83 了。在刚才李显胜的出手中，黑龙已经感知到了李显胜的强大，但在系统的规则下，他只能是强制攻击站在擂台上的玩家。黑龙的龙类血脉技能为他提供了更高的血量以及高额的回血属性，其龙鳞技能更是可以增幅双防。黑龙居高临下，朝着李显胜疯狂的喷吐龙息，李显胜则一脸贪婪地盯着黑龙，这哪里是什么 BOSS， 完全就是一个大型的积分加成包啊！技能冷却时间结束后，李显胜施展 B 级的小火球技能，900发橘红火球密集地倾泻在黑龙 BOSS 身上，将其龙鳞轰炸的爆碎开来，将其翅膀给焚烧的化作焦炭。满额的 BOSS 血条被一口气清空了，因为小火球技能的等级太高了，导致伤害严重溢出。李显胜低声道：我身上的装备太差了，否则我的输出还会暴涨数倍。提升：你成功击杀副本最终 BOSS， 结算积分时积分将成3倍。副本倒计时18分钟。你击杀黑龙 BOSS， 获得 2.8 万点经验值，个人等级提升至18级，个人等级加3，自由属性点加9。李显胜将9点自由属性都加在了智力上后，魔法值上限已经达到了253点。李显胜不由得吐槽道：我身上就2件绿色品质的装备，魔法值上限也太低了，希望这次的副本结算奖励可以多给我几件高阶装备。当然了，对我提升最大的还是高阶的技能书，毕竟技能品质越高，在值高级天赋的100倍增幅下，威力也就越逆天。幸存下来的其他玩家此刻瑟瑟发抖，生怕这个法师魔王会再次扫荡战场进行积分收割，但李显胜没有这个打算。提示：你击杀大量玩家以及黑龙 BOSS， 累积获得4100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所获得的技能熟练度将成100倍，最终获得41万点技能熟练度。此时李显胜的技能栏为小火球 LV96 B 级， C 护盾 LV90 C 级，闪电链 LV82 B 级，藤蔓缠绕 LV38 A 级。技能等级越高，升级所需的熟练度也就越多。当前的小火球技能一次性可以释放出1000发火球，射程 14.5 米，冷却时间缩减到了1分05秒。护盾技能可以提供3200点护盾值，100倍增幅后也就是32万点的护盾值，冷却时间为3分30秒。闪电链技能在100倍增幅下，可以在怪物群中穿梭传导1300次，射程15米，冷却时间2分15秒。藤蔓缠绕技能
则可以在目标脚下召唤出3条藤蔓，100倍增幅后也就是300条藤蔓，射程 16.5 米，冷却时间3分35秒。由于这个技能是 A 级品质，因此成长性极高，才 LV38 就已经拥有 16.5 米的射程了，并且每条树藤的血量都很高，敌人需要长时间的攻击才能够破坏藤蔓挣脱出来。总之，其他玩家可能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将一个 B 级技能给刷到 LV100满级，而李显胜则只需要不到1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新手村内响起了一条系统警告：警告，飓风过境灾难即将经过本区域。新手村中的玩家都懵了，飓风过境灾难，这在游戏论坛中都没怎么听说过。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啊，这相当于是游戏内的天灾，人力无法抵御，只能是躲在新手村的建筑中等待灾难经过。18分钟后，李显胜从容不迫地坐在擂台之上，副本倒计时归零了。提示：积分争夺战副本已结束，将按照积分进行结算奖励的发放。积分结算中，成功占据擂台，积分乘3倍；成功击杀黑龙 BOSS， 积分乘3倍，最终获得 14.265 万点积分。积分奖励为经验值加5万点， S 级技能书乘2，蓝色装备乘3，自由属性点加15。李显胜回归到了新手村中，其内心欣喜不已，因为最终的副本结算奖励太丰厚了。李显胜最终拥有 14.265 万点的积分，兑换到了夸张的奖励。提示：个人等级提升至20级，个人等级加2，自由属性点加6点，升级获得的6点自由属性加上副本结算奖励的15点自由属性，加起来便是21点。李显胜将这21点自由属性都加在了智力上，李显胜的智力属性已经堆到了75点。第17章 S 级射程增幅，个人等级达到20级，已领悟 D 级锋刃技能。这一次李显胜没有再被好运眷顾，只领悟了一个 D 级的技能，但他从积分争夺战副本的结算奖励中获得了2本 S 级的技能书。2本技能书分别为 S 级的射程增幅和爆裂火球，其中射程增幅技能属于是全职业都可以学习的通用技能，而爆裂火球则是法系职业才能够学习的技能。李显胜思索道， S 级的射程增幅技能 LV1时便可以加成1米的额外射程，在我的技能100倍增幅天赋下，岂不是可以直接获得100米的额外射程加成？李显胜狂喜不已，当即将刚刚领悟的 D 级技能给遗忘了。提示：你成功遗忘 D 级锋刃技能，你使用 S 级技能书，成功掌握 S 级射程增幅技能。射程增幅 LV1 S 级，射程加1米，天赋加成，射程加100米。李显胜的战力瞬间产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他的藤蔓缠绕技能有着 16.5 米的射程，而掌握了 S 级的射程增幅之后，李显胜的射程达到了 116.5 米。这种恐怖的射程是其他远程玩家想都不敢想的。举个例子，其他远程玩家相当于是使用手枪，而李显胜则持有的是狙击枪，射程碾压了普通远程玩家近乎10倍。李显胜兴奋道，射程对于每一个玩家来说都至关重要，并且这还只是 LV1 的射程增幅技能，当这个技能提升到100级满级后，难以想象我的射程会暴涨到何种程度。第2本 S 级技能书爆裂火球属于是 B 级小火球技能的上位法术，因此李显胜准备将原本的小火球技能给遗忘掉，然后替换成为 S 级的爆裂火球。毕竟技能栏是有限的，相同类型、相同效果的技能品质更高，当然需要替换掉。提示：是否选择遗忘 B 级小火球，更替为 S 级爆裂火球？消耗4000铜币，可将 B 级小火球的技能熟练度转移到 S 级爆裂火球技能上，也就是意味着李显胜之前用来升级 B 级小火球技能的熟练度不会浪费掉，只需要消耗对应的铜币就可以将技能熟练度转移到 S 级的爆裂火球上。提示：成功消耗4000铜币，技能更换完毕，技能熟练度已完成转移。你已遗忘 B 级小火球技能，获得了 LV35 的爆裂火球技能。爆裂火球 LV35 S 级，释放4枚爆裂火球，在落点处造成半径5米的范围火焰属性伤害。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威力越大。瞬发技能，射程18米，消耗80点魔法值，冷却时间2分30秒。天赋加成，释放出400枚爆裂火球，这就相当于是相同类型的火球技能从 B 级给晋升到了 S 级，堪称是鸟枪换炮了。李显胜分析道，之前的小火球技能只是单体攻击，而现在的爆裂火球则是范围伤害技能，可以在18米射程之外的落点处造成半径5米的范围伤害。不对，射程应该是118米了。技能的品质越高，升级所需要的熟练度也就越多，因此将全部的熟练度转移到爆裂火球技能上后，只提升到了 LV35。
最后便是3件蓝色品质的装备了，分别是1件法袍、法杖和靴子。黑龙法杖，品质蓝色，穿戴要求20级，法系职业，属性魔法攻击加40，魔法值加500。介绍：黑龙法袍，品质蓝色，穿戴要求20级，法系职业，属性生命值加1000，魔法值加500。介绍：黑龙靴子，品质蓝色，穿戴要求20级，属性敏捷加25，移速正8%。介绍：李显胜已经是满足了3件装备的穿戴要求，便立刻更换了上去，个人面板顿时焕然一新。如今李显胜的属性面板为个人面板，姓名李显胜，天赋技能100倍增幅至高级，等级20级，职业法师，生命值1095，魔法值1295，基础属性力量1，体质1，敏捷26，智力75，魔法攻击87，物理防御8，魔法防御32，技能爆裂火球、护盾、闪电链、藤蔓缠绕、射程增幅。装备黑龙法杖、黑龙法袍、黑龙靴子、白猿腰带。铜币175，其中敏捷属性26点是黑龙靴子的加成，否则还是1点。李显胜看着自己的个人面板，内心升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成就感。毕竟在这之前，他的生命值只有95点。李显胜查看完副本的结算奖励后，也发现了异常，新手村内弥漫着恐慌的气氛。他打开区域聊天频道，可以看到置顶在最上方的系统警告：警告，本区域即将被飓风过境灾难所波及，所带来的影响暂且未知。飓风过境灾难，这总不至于将整座新手村都给搅碎吧？这可是系统规则下的新手村。不过对我来说，影响也很有限，毕竟我如今的实力产生了天翻地覆的提升。特别是黑龙法杖加成的40点魔法攻击，会让我的各个技能都获得恐怖的增幅。毕竟我自身的智力属性，魔法攻击越高，技能的威力也就越大。李显胜算是发现了，整座新手村都弥漫着一种来源于未知的恐惧，因为大家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灾难，因此什么准备也无法进行。李显胜思索道：我得去囤积一批回魔药剂，虽然我如今的魔法值上限暴涨到了1295点，但没有回魔药剂也很难长时间的作战。李显胜打开了好友私信，选择给药剂师王璐发送消息：我需要60瓶的回魔药剂，你还有库存吗？王璐在药剂店中租了一个房间，内部有专门的炼制药剂的各种器具。他很快就回复道：当然有，别说是60瓶，就算是600瓶，短时间内我也可以制作出来。不过嘛，我这里有更高药效的回魔药剂，对应的价格自然也就涨上去了。第18章怪物与灾难。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王璐之前出售的回魔药剂就已经很够用了，毕竟1瓶就可以恢复200点魔法值。李显胜回应道：意思是你还能制作更高品质的药剂？把属性图发送过来我看看。回魔药剂，品质绿色，效果使用后瞬间恢复400点魔法值，冷却时间30秒。李显胜猜测，这个王璐肯定觉醒了等级不低的药剂天赋，否则不可能制作出如此药效的药剂。王璐接着发送消息：这种加强型的回魔药剂1瓶的售价为35铜币。李显胜这时才想起来，自己的铜币都用来转移技能熟练度了。之前将 B 级小火球技能的熟练度转移到 S 级爆裂火球上，就已经花费了4000铜币，现在李显胜身上只有175铜币了，根本就购买不了几瓶回魔药剂。李显胜略微有些尴尬：那个，我现在铜币不够。王璐，啥？没钱？小本生意，概不赊账哦。李显胜回复道：这样吧，我承诺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灾难中庇护你的安危，从而换取50瓶的回魔药剂。李显胜将自己的部分属性发送了过去，包括3件蓝色装备、高额的血量和魔法值上限，以及2个 S 级的技能。当然了，至高级天赋这种顶级隐秘，李显胜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的。他只是略微在王璐面前展露下实力，否则对方会把李显胜当成想赊账的白痴。王璐都惊了，卧槽，真顶级大佬啊！2个 S 级技能，3件20级的蓝色装备，高达87点的魔法攻击，这笔生意可以做呀！50瓶回魔药剂，也就是1750铜币，就可以让这种级别的强者庇护我一次，完全是血赚。李显胜紧接着补充道：当然了，谁也不知道这所谓的飓风过境灾难会带来什么后果，是否交易，你自己选择吧。王璐果断道：根本不用犹豫，果断交易。我的直觉一向很准，这所谓的飓风过境灾难没那么容易就度过，并且和生命比起来，这点药剂钱根本就不算什么。
这些药剂的成本价其实很低，对我而言也就是对应的药材价格加上我消耗的时间而已。提示：好友王璐赠送绿色品质的回魔药剂乘50。李显胜回应道：好，你现在来村长的府邸这附近，我就在这里，毕竟承诺了要庇护你，当然要组个队伍了。王璐收起药材，从药剂店内租的房间离开，朝着李显胜所在的位置赶去。王璐嘿嘿直笑，赚大了，花了这么点小钱，和这种级别的大佬结交了关系。我记得他之前的等级才7级，而现在已经是20级了，这才过去了多久？这种升级速度，他大概进入的是积分争夺战副本，并且最后还获胜了，成为了积分榜的第1位。否则新手村中哪里有途径让他获得 S 级技能书？又过了一段时间后，系统警告再次响起，警告：受到飓风过境灾难影响，其他高危区域的怪物被卷上了万米高空，其中一部分怪物将会掉落在新手村中。特殊灾难怪物与事件30分钟后降临。看到这条系统警告，新手村内的玩家都懵了，聊天频道里一片沸腾。我去，怪物与灾难，游戏论坛里也没见识过这种奇葩的灾难事件啊！也就是其他高危区域产生了恐怖的飓风，将怪物给卷上了高空，进行了长距离的移动，最后掉落在我们的村庄里，相当于是下了一场怪物雨。离谱，太他妈离谱了！这种死法估计可以上论坛的热搜了。这岂不是等同于超高难度的怪物入侵事件？正常的怪物入侵事件，怪物会冲击城门，尝试冲破村庄的防卫，厮杀玩家和 NPC。而怪物与灾难事件是直接空降怪物，村庄的外墙直接作废了。大家快去找村长！村长发布了守卫村庄的任务。怪物与倒计时只有30分钟。此时王璐无比庆幸，他和李显胜达成了交易，已经可以获得李显胜的庇护了。李显胜和药剂师王璐组建了队伍，便前往了村长的所在地，领取了守卫村庄的任务。任务栏刷新：守卫村庄，抵御怪物入侵，成功完成任务。30级后可直接使用传送法阵前往城镇级区域。在游戏内，每隔30级需要进行一次升阶，也就是所谓的1转、2转、3转。当玩家达到30级，经验值便会卡死，无法继续提升，需要前往城镇级安全区完成1转试炼才能够继续升级。而从新手村传送前往城镇的阵法也不是随便就可以使用的，需要完成村长发布的任务。王璐跟在李显胜身旁，出声道：这是直接将使用传送法阵的机会作为任务奖励了呀！我还有一批药剂的库存，我先去出售给其他玩家，也可以增强玩家队伍的整体战力。王璐的眼睛盯着村长居住的房屋，出声道：既然是怪物与灾难，那么村庄的外墙已经失去了意义。躲入村庄中的建筑物内，靠着建筑物的墙壁，好歹也算是一层防护。而新手村中，村长居住的房屋耐久度最高。王璐就在村长房屋的外面原地摆摊出售药剂，瞬间就被抢购一空。这时转职了隐藏职业圣骑士的周辉给李显胜发送好友私信：大佬，我在无意中遇到了一个强大的隐藏职业玩家，他属于是辅助职业，因此我打算将他介绍给大佬你认识，让这个辅助玩家强化你的战力，然后我们再组队抵御怪物，如何？周辉担心自己在接下来的怪物入侵事件中死去，自然是想办法和李显胜进行组队。似乎是担心李显胜拒绝一般，周辉连忙补充道：这是一个超稀有的灵巫职业，属于是专门进行单体增幅强化的辅助职业，绝对可以为大佬你提供高额的强化。第19章灵巫职业。灵巫职业，李显胜颇为惊喜，因为这种隐藏职业他也在游戏论坛上听说过，其职业技能都是纯粹的单体增幅效果，能够为单个玩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祝福加成。李显胜也明白周辉这是想和自己组队，好在之后的危机中存活下去，否则他还真不一定会介绍这个灵巫职业给自己认识。李显胜回应道：可以，我就在村长所在的位置，你们过来此处汇合吧，我负责庇护你们的安全。周辉狂喜不已，这下我们存活的概率起码翻了3-4倍，这可是超高难度的怪物入侵事件，怪物很有可能将全村人屠杀干净，能够和这个怪物级的法师组队，我们也算是有了存活的希望。很快周辉小队便和李显胜汇合了。李显胜看到了这所谓的灵巫职业玩家，这是一个身形娇小的甜美女生，鹅蛋脸，扎着马尾，洋溢着一股又太美。对方肯定也是年满18岁了，但天生就长得乖巧可爱。你好，叫我小轩就行。灵巫职业算是隐藏职业中最稀少的一种了。李显胜将周辉小队以及灵巫小轩都给拉入了队伍中。小轩入队后就给李显胜施加了4个强力的单体增幅效果。提示：你获得了友方单位的祝福效果：回魔祝福，回魔加10点；移速祝福，移速正 8%；魔攻祝福，魔法攻击加25点；攻速祝福，
攻速正 8%。4个单体增幅 buff 出现在了李显胜的状态栏中。李显胜也和小轩添加了好友。同时，李显胜内心想到，这么稀有的灵巫职业，在结束这次的怪物与事件后，他估计就会成为我的专属辅助了。没有一个辅助玩家不会选择跟随一个强大的队友的。小轩的4个祝福技能效果都很强力。此时玩家 NPC 们都在紧张的备战。有30级的精英玩家在聊天频道中发言道：怪物是从天而降，大家各自寻找最近的建筑物，进入其中作为掩护吧。虽然村庄内的建筑物强度比外墙低了很多倍，但总算是聊胜于无，多多少少有了一层遮挡。并且这种大型的怪物入侵事件，只要能够存活下去，就可以获得丰厚至极的奖励，奖励不会低于副本中的收获。李显胜及其队友都进入到了村长所在的房屋内。此刻这房屋里挤满了人，而实际上李显胜根本用不着躲在房屋建筑里，他有着护盾技能，自然无需担忧。很快30分钟的倒计时结束了。警告，受到飓风过境的影响，怪物与事件即将降临，归属于本作新手村的玩家将全部强制上线。传送法阵已强制封印，已开启战场积分榜，玩家击杀怪物将获得对应的积分。怪物入侵事件结束后，将按照积分结算奖励。这怪物与事件的规则和李显胜之前经历的积分争夺战副本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击杀怪物不会掉落任何物品，只会获得积分。只有成功存活到最后，才能够将积分兑换成为奖励。如果中途就已经死亡，那么积分也就作废了。新手村内的所有玩家 NPC 紧张不已，而李显胜则一脸随意。警告，第一波怪物雨已降临。哗啦哗啦，众人立刻听到了密集的撞击声，仿佛是高空中有大量的物品掉落在房顶上一般。房屋建筑的门户是开着的，因为这样内部的玩家才能够对外进行远程攻击。因此玩家们可以看到高空之中掉落下了大量的褐色蝎子。这些蝎子怪物都是蓝色品质的，所幸只有20级，否则强度就太超标了。周辉惊恐道，这仅仅是第一波怪物雨，竟然就是20级的蓝色品质，那后面的几波怪物雨掉落的怪物属性又会有多强？一众玩家心头沉重不已。毒蝎，位阶蓝色，等级20级，生命值3000，魔法值800，基础属性力量40，体质30，敏捷30，智力50，魔法攻击45，双防23，技能毒针断尾。介绍：沙漠区域内广泛存在的毒蝎生物。人群中有玩家出声道：这是沙漠区域的怪物，竟然被飓风给刮到了我们这边来，距离也太遥远了吧，并且这毒蝎的数量源源不绝，一直从天而降，都快将地面给叠满3、4层了。好在我们都提前躲进了村庄内的建筑，否则将会被毒蝎给淹没，被这种怪物爬满全身。盾位玩家则守住了建筑的门口，后面大量的远程玩家集体使用技能攻击房屋之外的毒蝎。这些沙漠毒蝎的个头虽然很小，但属性却是实打实的高，大量玩家的集火攻击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击杀一只毒蝎。相反，玩家们所处的建筑物实际上很脆弱，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毒蝎怪物给破坏掉。李显胜抬手就是一记闪电链技能，黑龙法杖的顶端传射出了一道银白电流，钻入到了房屋外的一只毒蝎的体内，瞬间将其给秒杀。但这远远没有结束，只是刚刚开始，毕竟此时的闪电链技能可以在怪物堆中传导1300次。吱吱吱，本身李显胜更换上了3件蓝色品质的装备，再加上灵武小轩的祝福技能加成，战力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因此每一次闪电链的穿梭都会秒杀一只毒蝎。这一道细长的银白电流以极快的速度在毒蝎怪物群中穿梭了1300次，瞬间清空了一片区域，秒杀了1300只毒蝎。看到这骇人的一幕，周围的玩家简直是目瞪口呆，怀疑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幻觉。身为队友的药剂师王璐瞪大了双眼，这是法师的闪电链技能，我去，怎么可能穿梭这么多次啊？并且每一次电流穿梭都是绝对的秒杀，这个技能下去起码收割了上千只蓝色品质的毒蝎啊！这可是20级的蓝色品质怪物，怎么这么容易就被秒杀？第20章灵巫职业家附身天赋。周辉小队之前就见识过李显胜的逆天级技能，但他们还是没有料想到李显胜的成长速度如此恐怖，连1天的时间都没有过去就成长到了这种程度。李显胜收割蓝色品质的毒蝎怪物比喝水还简单得多。房屋建筑内的玩家们欣喜若狂，激动道：有这种级别的法师，我们存活的希望岂不是增加了4、5倍？大佬，你这技能多长的冷却时间？有盾位玩家仿佛打了鸡血似的承诺道：大佬，我们死也会保护好你，你尽情的输出就行。提示：你成功击杀蓝色品质的毒蝎，积分加 0.5 加 0.5 加 0.5。战场积分榜单上，
李显胜的积分瞬间跳跃到了650点。其他区域的玩家看不到李显胜的技能威力，但也被这恐怖的积分吓了一跳。李显胜如今有着100倍增幅后的 S 级射程增幅技能，获得了额外的100米射程加成，也就是他站在房屋内就可以输出到极其远的位置，他根本就不用离开房屋。但李显胜内心分析想到，我可以主动站到外界去吸引这些毒蝎的仇恨，毕竟我有着护盾技能，如此一来也可以减轻其他玩家的压力，减少最终的玩家死亡人数。想到这，李显胜便走出了房屋。一众玩家异常不解，王璐连忙拽住李显胜：“大佬，你在房屋内释放技能不就行了吗？出去太危险了。”村长也劝阻道：“出去后瞬间就会被毒蝎淹没，一个30级的盾位都没法坚持5秒。”李显胜淡然回应道：“无需担忧，我有护盾技能。”说完，李显胜便走出了房屋，暴露在大量的毒蝎怪物视线中。这时，身形娇小、甜美可爱的小轩化作一道灵体，附着在了李显胜的身上，也就是李显胜的头顶上方悬浮着虚无状态的小轩。小轩的声音很娇柔：“这是我的 A 级天赋附身，我可以化作虚无状态，附着在有方单位身上。这种状态下，我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和负面效果的，属于敌人的攻击无法选中的目标。在附身状态下，我就可以贴身为你持续施加祝福技能了，因为我的单体祝福技能有着持续时间限制。”李显胜惊喜不已，暗自想到：灵巫职业加附身天赋，这岂不是最完美的组合？辅助玩家最大的限制就是自保的问题，靠着附身天赋，小轩可以全程无敌的附身在我身上，持续不断的施加单体增幅技能。这种 A 级的附身天赋也有着缺陷，那就是被附身之人死亡时，小轩便会从虚无的无敌状态中脱离出来。李显胜提前给自己施加了护盾，随着李显胜的魔法攻击大幅度提升，使得护盾技能的护盾值也跟着增长了一截。如今单层护盾可以提供4200点护盾值，100层护盾叠加之后，也就是42万点护盾值。李显胜抬头可以看到，高空中的云层以极快的速度在飘动，漫天都是黑点，那是数不清的沙漠毒蝎从高空掉落下来。整座新手村内部已经淹满了毒蝎怪物，其他一些区域已经有玩家死亡了。随着李显胜站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大量毒蝎如同潮水般涌向他。处于虚无的灵体状态，悬浮在李显胜头顶上方的小轩看到了这一幕，背脊发凉，汗毛耸立，密集恐惧症猛地发作。片刻之间，李显胜便被褐色毒蝎给堆成了一座小山。怪物并没有触碰到李显胜，被一层半透明的屏障给挡了下来。李显胜使用了 S 级的爆裂火球技能，李显胜附近的火元素疯狂压缩，凝聚化作了400枚赤红的巨大火球。和之前的小火球不一样，如今的爆裂火球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攻击，体积比小火球大了1倍，并且这些爆裂火球触碰到目标时会瞬间爆炸开来，造成高额的火焰溅射伤害。每一枚爆裂火球都可以造成半径5米的范围伤害。在李显胜的操控下，400枚赤红的爆裂火球朝着不同的方向轰炸而去，将大量的毒蝎给焚烧致死，击杀的怪物数量甚至比闪电链技能的击杀数要多得多。李显胜的战场积分跟着疯狂飙升，并且海量的毒蝎还没来得及彻底打破李显胜的护盾，他的护盾技能冷却时间便再次结束了，可以重新施加42万点的护盾值。毕竟怪物数量太多，因此以李显胜42万点的护盾值都略微感到有些吃力，但也仅仅是有些吃力而已。李显胜同时也在释放藤蔓缠绕技能，但这个控制技能在这种场景下效果有限，毕竟怪物的数量太多了。灵巫小轩惊叹道：“这未免也太强了！一个范围技能下去，最少也能够轰杀1000只的怪物，这种刷怪效率简直是匪夷所思。并且李显胜的护盾值也高得惊人，可以完全无伤地抗住大量毒蝎怪物的攻击。”小轩内心笃定地想到：“我作为一名辅助玩家，最希望的便是遇到足够强大的妖孽天才，这样我才能够走得足够远，和对方形成双赢的局面。”李显胜喝了一瓶王璐制作的绿色回魔药剂，交替使用爆裂火球和闪电链技能收割毒蝎怪物。这些毒蝎怪物猛地刺出尾钳上的毒针，上面有着强力的麻醉毒素，被毒针刺中的玩家将陷入到一段时间的麻痹状态之中。同时毒蝎使用了断尾技能，竟然在刺出尾钳的同时主动让尾部断开，使得毒钳爆射飞出，形成了一次性的强力远程攻击方式。吭吭吭，密密麻麻的断尾毒针刺在李显胜的护盾之上，被全部挡了下来。周围的玩家看到李显胜如此神勇，激动不已。但此时已经有大量的建筑物被毒蝎给破坏了，毕竟这些建筑物的耐久度很低，没多久就被毒蝎给打空了。大量玩家直接暴露在毒蝎雨之中，全身上下爬满了毒蝎，在凄惨的大叫着。第21章第二波怪物雨。新手村的面积也不小，因此
李显胜也只能镇守一小片区域，其他区域的玩家大量惨死。有的玩家全身上下爬满了沙漠毒蝎，被刺了10多针的毒钳，一座座房屋倒塌。如果没有李显胜撑着，这第一波的怪物雨估计就能够屠杀整座村庄。有艰难支撑的玩家高喊道：“去那个法师周围，他的技能是范围伤害，在他周边的怪物会被全部秒杀。只有在那个法师的附近，我们才能够存活下来。”一时间，李显胜仿佛成了人形的防御塔似的，被一群玩家簇拥在了中心。李显胜则还是一样的，交替使用爆裂火球和闪电链技能，不断的清场。玩家们发现，待在李显胜周围真的可以活下来，毕竟李显胜一个技能下去就会灭杀上千只甚至更多的沙漠毒蝎。周辉扛着盾牌，身躯上冒着金色的圣光，这是他的圣骑士职业技能。和李显胜组队，简直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了，否则我们早就死在怪物雨之下了。这是屠村级的灾难，我们还真是倒霉，遇到了这种罕见的灾难事件。但靠着李显胜，我们或许可以存活下去。当然了，李显胜他自己自然是100%的可以存活。李显胜则暗自想到，我如果再多一个范围攻击技能，也就可以救下更多的玩家了。但可惜我的成长时间太短，技能体系没有成型，能够拯救多少个玩家就救多少个吧。这怪物雨会持续多久？第二波怪物雨又会降落什么怪物？李显胜手持黑龙法杖，这法杖通体漆黑，表面有着龙鳞般的奇异纹路，其身披深黑色的黑龙法袍，威严尊贵，法袍上还有着银色丝线勾勒形成的龙首图案。半小时后，这第一波的怪物雨终于是结束了。李显胜积攒了 2.5 万点的积分。警告，第二波怪物雨即将降临。有玩家羡慕道，2.5 万点的积分，并且这还只是第一波怪物雨，后面还有大量的怪物。这个法师自身是可以100%存活下去，最终获得战场积分奖励的。他最后可以获得何等夸张的奖励，真是令人羡慕。而我们能够保住性命不死，就已经是奇迹了。王璐则在村长的房屋内原地炼制回魔药材，免费赠送给李显胜。王璐给李显胜发送私信道：“大佬，我觉醒的是 S 级的药剂宗师天赋，未来绝对对你有大用，绝对得保住我和那个灵巫的性命啊！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药剂师了。”李显胜没想到对方竟然是 S 级的药剂宗师天赋，这确实很有价值，放在各大顶级公会里都绝对会被当成顶尖人才培养。李显胜自语道：“难怪王璐现阶段就可以炼制出回复400点魔法值的药剂了，并且他可以在嘈杂的环境中原地炼制药剂，不受到干扰，同时炼制药剂的速度奇快。这种药剂人才当然得救下来，然后拉入我自己的队伍里。”几分钟后，第二波怪物雨降临了。这一次，玩家们全部都围在了李显胜周围，形成了一个个的小型据点。李显胜成了泉水基地般的存在。第二波的怪物雨的确带着大量的雨水洒落下来。周辉脸上滴落了不少雨水，他惊讶道：“咸的？这是海水？”他话音未落，高空之上满是密集的黑点，大量的怪异鱼类砸了下来。好消息是，这第二波的怪物是鱼类，在陆地上属性会严重削弱。坏消息是，这些食人鱼怪物等级居然达到了40级。食人鱼，位阶蓝色，等级40级，生命值4000，魔法值500，基础属性力量85，敏捷80，体质60，智力20，物理攻击68，双防35，技能啃食、嗜血、钢牙。介绍：深海汪洋中的食人鱼生物形成足够庞大的规模后，甚至可以在数秒内啃食干净一头巨型怪物。这些拳头大小的食人鱼从天而降，牙齿仿佛是钢铁一般，急速咬合时会发出金铁交鸣之声。有的玩家直接被食人鱼砸中，被撕咬下了一块血肉，而更多的食人鱼则砸在了地面上，没有海水，它们只能原地蹦跶，7、8分钟后才会干死，生命力异常顽强。李显胜还是一样的，交替使用爆裂火球、闪电链、藤蔓缠绕技能，大面积的清场。李显胜分心思索道：虽然这些怪物是40级的蓝色品质，但本身就属于是攻高防低的类型，因此我的闪电链还是可以一击秒杀。爆裂火球就不提了，这可是 S 级技能，威力恐怖无比。这些食人鱼怪物在水流之中简直就是噩梦级的灾难，但在陆地上他们的威胁就小了很多，并且食人鱼的技能也基本上作废了，没有海水环境，他们的技能很难发挥出其真正的威力。总之，这第二波的怪物强度增加了，但增加的幅度有限，主要是地形因素的影响。村长看着李显胜那恐怖的法术，悲痛道：如果是正常的怪物入侵，那么有着这个强大法师的在场，加上村庄的高耸外墙，那么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小。但无奈这是更高难度、极其罕见的怪物与灾难，死伤太多了。
食人鱼的啃食技能，顾名思义，能够将目标身上的血肉给急速啃食干净，一丝血肉都不会遗留下。嗜血技能是这些食人鱼怪物沾染到血液后就会变得极其亢奋、暴躁，移速、攻速都会增加。此时的村庄地面上到处是血水，有玩家的，也有怪物的，因此食人鱼沾到血液后，原地蹦跶都蹦得更远了。最后的钢牙技能则是食人鱼的牙齿如同钢铁般坚硬，极其难以破坏，甚至可以咬碎玩家身上的装备。第22章逆天神技冷却减免。由于这些食人鱼是40级的蓝色品质怪物，因此击杀之后可以获得高额的经验值，这也就使得李显胜的等级迅速提升到了25级。毕竟他的刷怪速度太可怕了，一个技能下去最起码也得死去1300条食人鱼。提升个人等级提升至25级，自由属性点加15。李显胜将15点自由属性加在了智力属性上，智力属性影响魔法攻击、魔法值上限、少量的回魔和魔法防御。个人等级达到25级，已领悟 B 级冷却减免技能。冷却减免 LV1 B 级，技能冷却时间负1秒，天赋加成，技能冷却时间负100秒。李显胜惊喜不已，竟然是减少技能冷却时间的技能。在至高级天赋的100倍增幅下，技能的冷却时间将减少100秒，也就是1分40秒的时间。我的闪电链技能冷却时间为2分15秒，爆裂火球冷却时间为2分30秒。全部技能减少1分40秒的冷却时间后，释放的间隔将大幅度减少，也就是意味着我的收割能力也跟着暴涨。轰轰轰！一个个100倍增幅后的可怕技能被李显胜释放出来，秒杀了大量的食人鱼怪物，周围的玩家压力再次减少了一大截。李显胜内心分析想到，相比于法师的主动技能，其实被动技能在100倍增幅后更利于我的技能体系的成型，特别是这种全职业都可以掌握的被动增幅技能，比如冷却减免、射程增幅、暴击加成。附身在李显胜身上的小轩成了战场积分榜的第2位，因为辅助玩家的积分判断标准是看辅佐了玩家击杀多少怪物来确定的。小轩辅助的是李显胜，这就导致他的积分也跟着疯狂增长，令其他玩家羡慕不已。小轩内心惊讶道，李显胜的技能冷却时间突然缩短了一大截，战力变得更高了。他这是升级到了25级，领悟到了加速冷却时间的技能吧。我的积分已经达到了2482点，比第3位高出了很多。其他玩家一边拼命击杀食人鱼，一边出声道，这是附身能力加灵巫职业啊！历史上的灵巫除了中途夭折的几个之外，其他的灵巫都成为了顶级强者的专属辅助，但拥有附身能力的灵巫，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大佬法师获得了新技能后，我们的压力也减轻了很多，并且高空中掉落下来的食人鱼也开始慢慢减少了。到目前为止，估计死了700-800个玩家了吧。新手村里的玩家数量本来就不多，一段时间后，第2波怪物雨结束了，地面上满是污秽的血水和咸湿的海水杂糅后形成的粘稠液体。毕竟海水也被飓风给卷了过来，不过只有很少的量。提示：你累计获得 4.35 万点战场积分。李显胜发现王璐的积分也排在前10，他这种药剂师是通过药剂辅助其他战斗类型的玩家，从而分配到一小部分的积分。周辉此刻疲惫地喘气道，第2波怪物雨终于结束了，这期间一点缓冲都没有，连续的长时间激战，我的体力属性这么高，都有些支撑不住了。但李显胜他根本就不会感到一丝疲劳，他全程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不停地释放技能罢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疲劳感。4.35 万点的积分真是恐怖，我只积攒了358点的积分而已。警告，第3波怪物雨即将降临，此为最后一波怪物雨。存活下来的玩家内心再次紧绷起来。药剂师王璐开口道，不是吧，一点间隔时间都没有。正常的怪物入侵，每一波怪物来袭之前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可以让玩家进行休整，这怪物雨事件难度太高了。李显胜则已经不在意这所谓的第3波怪物雨了，他已经完成了一次战力质变，原因便是冷却减免技能的升级。在100倍的技能熟练度加成之下，这个新技能已经提升到了 LV25。 冷却减免 LV25 B 级，技能冷却时间负 2.5 秒，天赋加成，技能冷却时间负250秒。李显胜眼眸放光，内心自语道，250秒也就是4分10秒的技能冷却时间缩减，而我的4个主动技能冷却时间都在4分钟以下，也就是意味着这4个主动技能都毫无冷却时间，只要魔法值足够就可以无限释放，这不就是所谓的无限火力吗？至于魔法值，有王璐免费提供的回魔药剂以及小轩的回魔祝福加成，我也不会缺少魔法值。这已经不是所谓的战力质变，而是彻底的脱胎换骨了。正常情况下，这 B 级的技能减免
满级100级后，也只能提供10秒的冷却减免而已，对战力的增幅极其有限。但在李显胜的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之下，却直接成为了逆天神技。警告！第3波怪物雨降临！众人可以看到，头顶上方的云层急速移动，似乎只在高空中有飓风掠过。这一次，高空中掉落了大大小小的不规则石块，这竟然是一场石头雨。运气不好的玩家被高空中坠落下来的石块砸中，当场就暴毙了。并且此时的新手村已经是一片废墟，就没有几座完好的建筑物。小轩化作灵体，盘旋在李显胜头顶上方，出声道：“这些是岩浆凝固后形成的石块。第1波怪物雨是沙漠地带的毒蟹，第2波是海洋之中的食人鱼，这最后一波怪物雨应该是火山区域的怪物。”果然，石头雨之后，3头巨大的 BOSS 从天而降，砸落在新手村内，将地面都砸出巨大的深坑。这是3头熔岩巨人 BOSS， 品质是蓝色品质的极限，距离紫色品质只有1步之遥，因此属性极高。而3头熔岩巨人使用了岩浆融合技能，直接融合成为了一体，位阶也达到了紫色品质。第23章紫色品质的熔岩巨人。熔岩巨人，位阶紫色，等级25级，生命值 2.3 万，魔法值3000，基础属性力量140，体质150，敏捷70，智力170，魔法攻击200，双防96，技能高温火山喷发，熔岩融合。介绍：火山区域的首领级生物为熔岩化作的巨人。村长看到3个熔岩巨人融合为一个紫色品质的 BOSS 后，先是神情黯淡，但紧接着他就露出了充满希望的表情。结束了，没有其他的普通怪物，就只有一个 BOSS。虽然是紫色品质的 BOSS， 但那个逆天新人法师绝对可以将其击杀。只要不像之前一样降落大量的普通怪物，其他人也就不会大量的死亡。周辉也兴奋不已，以李显胜的护盾值，他自己就可以挡住 BOSS， 不需要任何的盾位。怪物与事件已经到此为止了，就只有这一头 BOSS， 那么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人死亡了。当然了，正常情况下，这一头紫色品质的 BOSS 就足以屠村了。可我们有李显胜这个逆天级的法师，在场的30级盾位想上前抵御 BOSS 的攻击，但被李显胜叫停了。你们退下吧，我独自击杀 BOSS 就行，否则我还得消耗精力去救下其他玩家。李显胜内心想到，拥有了100倍增幅加成的冷却减免技能，哪怕是再像之前的那2波怪物雨一样，我也可以救下全部的玩家了。毕竟我的4个技能都已经没有了冷却时间的限制，我甚至可以对着高空释放技能，让海量的怪物还没落地就已经被秒杀干净。先试试无冷却时间的藤蔓缠绕技能。李显胜略微抬起黑龙法杖，便有数百条翠绿树藤从 BOSS 的脚下钻出，将其死死地缠绕住。因为 BOSS 的身躯是通红的熔岩，冒着滚烫的蒸汽，因此这种木系的控制技能效果会大打折扣。数百条藤蔓在同时大量掉血，对此李显胜也不在意，他继续释放藤蔓缠绕技能，喝下了一瓶回魔药剂。李显胜释放了几十次藤蔓缠绕技能，导致 BOSS 所处的位置都快成一座小型森林了，也就是上万条藤蔓从地面钻出，将 BOSS 给捆得死死的。熔岩巨人使用高温技能，其熔岩身躯在发出赤红的亮光，温度剧烈上升。但没办法，藤蔓的数量太多了， BOSS 哪怕1秒可以焚烧数百条藤蔓，也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能够挣脱出来。李显胜随手戏耍 BOSS 的这一幕，令在场的所有人震撼无比。药剂师王璐都看傻眼了，无限火力，这个技能没冷却时间呢，这特么一次性释放了几十次技能了。李显胜的魔法值疯狂下滑，然后靠着我炼制的回魔药剂进行补充，这得有上万条甚至更多的树藤了吧？这是怎么做到的？化作灵体盘踞在李显胜头顶上方的小轩内心震惊想到，这是李显胜25级领悟的新技能，可以缩短技能的冷却时间，而现在这个新技能升级了，但怎么有技能的成长性如此恐怖？哪怕是 SSS 级的冷却减免技能也不至于这么逆天啊。说起来，李显胜的其他技能也都强大的难以想象，仿佛全部技能都是 SSS 级的神技一般。要知道，每一本 SSS 级的技能书那都是无价之宝，可以导致各大顶级公会互相厮杀，进行惨烈的争夺。而其他玩家则惊讶的同时也感到很困惑，李显胜如此强大，为什么之前不动用这种力量？难不成这是他刚刚才获得的新技能？新技能的增幅怎么可能这么强？每过去几个小时，李显胜的战力就会暴涨一大截啊！轰！李显胜召唤出的大量树藤此刻彻底燃烧了起来。毕竟属性相克，否则换成其他类型的 BOSS 估计会被困住半小时以上的时间。其实李显胜内心略微有些可惜，毕竟这第3波的怪物数量太少了，他现在的实力甚至可以将海量的怪物全部灭杀在半空中，
怪物连落地都做不到。奈何这个阶段又没有这么多数量的怪物了。本来想着一鼓作气提升到30级，就可以在怪物与事件结束后传送进入城镇级区域了。BOSS 使用了火山喷发技能，仿佛化身为一座微小的活火山，朝着高空中喷出大量的熔岩火团，这才从树藤中挣脱了出来。李显胜也感到了有些无聊，便打算立刻结束战斗。他连续不断的使用 S 级的爆裂火球技能，每1秒钟都生成了500枚威力恐怖的赤红火球。轰轰轰！众人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李显胜仿佛化身为火焰之神，每1秒身前都有500发爆裂火球飞出，连续不断。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1分钟，最终累积释放出了3万枚爆裂火球，周围的光亮都增加了数倍，实在是火球太多，导致光线都变得无比明亮。3万枚火球集中轰炸在 BOSS 身上。其实 BOSS 在7、8秒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但李显胜想将自身的蓝条给一次性消耗干净，并且这还是由于熔岩巨人这种怪物有着高额的火焰抗性，才能够坚持7、8秒的时间。最终李显胜的蓝条被清空了，周围的所有玩家 NPC 神情呆滞，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李显胜突然之间就开启了无限火力模式一般。周辉不可思议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有人能够强到这种程度。可惜我的实力有限，跟不上李显胜的步伐，也难以成为他真正的队友。区域公告：怪物与灾难结束，即将按照积分发放奖励。有玩家瘫倒在地，新手村已经是一片混杂着大量血水的废墟了。结束了，终于结束了。那个逆天的法师，他在25级时是领悟了 SSS 级的技能吗？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成长到这种程度。第24章技能觉醒时，提示：你成功击杀紫色品质 BOSS， 积分加5000点，最终累积获得 4.85 万点积分。李显胜的等级提升到了26级，新获得的3点自由属性也加在了智力上。而小轩作为李显胜的专属辅助，也分配到了大量的经验值，他的等级也跟着提升了很多级。积分奖励兑换中，最终奖励为紫色宠物蛋乘1 ，30级随机副本券乘1，技能觉醒时乘1，蓝色装备乘2，铜钱加5000。李显胜逐一查看最终的奖励。首先是紫色品质的宠物蛋，提示：孵化宠物蛋需要消耗500铜币，已消耗500铜币，宠物蛋孵化中。你已获得紫色品质宠物白猫头鹰。说实话，李显胜对这所谓的紫色品质宠物没有多大的期待，毕竟他如今的实力已经强大到无需宠物的辅助了。李显胜更需要的是高阶的技能书，而这一次的怪物入侵事件结算奖励中没有技能书奖励。李显胜随即自语道：也不碍事，领悟了 B 级的冷却减免技能，这收获就已经足够大了。白猫头鹰，品质紫色，等级1，生命值300，魔法值200，基础属性力量5，体质5，敏捷8，智力15，魔法攻击11，双防6，技能智慧口吐人言，宿主投影。介绍：具备极高智慧，可以口吐人言的猫头鹰属于是巫师最喜爱的宠物类型之一，宠物也可以进行升级，但等级无法超过宿主。李显胜一眼就看到了宿主投影技能，因此对这只宠物瞬间就重视了起来。这是一只正常体型的猫头鹰，全身羽毛都是白色的，双眼内仿佛闪烁着人性的智慧光泽。白猫头鹰的智慧技能让它具备了极高的智商，堪比一个正常的人类。口吐人言技能可以让白猫头鹰开口说话。宿主投影技能可以投影出宿主，也就是李显胜的投影，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技能就强得很离谱了，因为李显胜的战力高得可怕，他的一道投影可以具备李显胜的全部技能，但这个宿主投影技能只能投影出李显胜 50% 的属性。李显胜对这只宠物很是满意，这白猫头鹰可以召唤一道我自身的投影，或者说是分身，这堪比是神兽级的战力了，因为我的一道投影比同级别的神兽还强，并且随着白猫头鹰的等级提升，技能的具体效果还会随之加强。这白猫头鹰只有1级，属于是幼年期，体型很小，看上去娇憨蠢萌的，眨着大眼睛踩在李显胜的肩膀上。灵武小轩出声道：好可爱的宠物。小轩解除了 A 级的附身天赋，从虚无的灵体状态中脱离了出来，想伸手去摸一摸白猫头鹰的头，但白猫头鹰一脸警惕给避开了。李显胜也懒得给宠物取什么太复杂的名字，直接干脆叫小白了。30级随机副本券效果，使用后可将3人传送进入一个30级的随机副本中进行历练。李显胜若有所思，他现在只有26级，之后可以选择进入随机副本中升级，并且还可以携带2个队友，总共是3个入场名额。刚好李显胜自己加上小轩、王璐是3个人。王璐觉醒的是 S 级的药剂天赋，
李显胜准备将其拉入自己的小队当中。至于圣骑士周辉，潜力太低了，不够资格加入李显胜的队伍。技能觉醒时，效果使用后将领取一个觉醒任务，完成任务可获得一次实现技能觉醒的权限。技能觉醒后将解锁等级上限，提高至 LV200 的技能等级上限。这是一块半个拳头大小的不规则宝石，闪烁着奇异璀璨的辉芒。李显胜内心想到，我这一身恐怖的实力根源实际上是来自100倍增幅后的技能，因此技能的觉醒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拔高了我的成长上限。试想，未来的我全部都是 SSS 级的神技，加上100倍增幅，同时还完成了技能觉醒，技能等级上限远超 LV100， 并且也只有完成技能觉醒，解除技能等级上限，我的100倍加成的熟练度后续才有意义，否则技能都满级了，获得100倍、1000倍的熟练度加成也没有作用。李显胜没有犹豫，立刻就使用了这块技能觉醒石道具。提示：你成功使用技能觉醒石道具，已领取技能觉醒任务。技能觉醒任务，你下一次进入的副本难度将自动提升至深渊级，通关副本后可获得一次技能觉醒的权限。李显胜知道，有的副本秘境是可以自主选择难度的，难度依次为普通、困难、噩梦、地狱、深渊级，因此这技能觉醒任务的难度之高可想而知。李显胜从容想到，以我目前的实力，通关深渊级难度的30级副本也是彻底碾压的结局。技能觉醒任务的难度极高，只有极少部分人才能够完成一次技能觉醒，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几个人可以完成技能觉醒任务。正好我刚获得了一张30级的随机副本券，最后的奖励则是5000铜钱和2件蓝色装备。熔岩腰带，品质蓝色，穿戴要求25级，属性生命值加1000，火焰抗性加25点。介绍：熔岩裤子，品质蓝色，穿戴要求25级，属性魔法防御加40，火焰抗性加25。介绍：穿戴上这2件25级的蓝色品质装备后，李显胜的生命值上限达到了2095点，魔法防御达到了70点，并且获得了50点的火焰抗性。至此，李显胜身上就有5件蓝色品质的装备了。提示：你击杀大量怪物，累计获得 2.8 万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所获得的技能熟练度将增幅100倍，最终获得280万点技能熟练度。如今李显胜的技能栏为护盾 LV100 C 级，闪电链 LV100 B 级，藤蔓缠绕 LV71 A 级，射程增幅 LV25 S 级，爆裂火球 LV62 S 级，冷却减免 LV30 B 级。其中的主动技能随着等级提升，冷却时间都有所减少，但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在100倍增幅后的冷却减免技能下，这些主动技能的冷却时间直接清空了，可以无限制的释放。如今满级的护盾技能，单层护盾可以提供5500点护盾值，100倍增幅后也就是55万点护盾值。满级的闪电链技能射程为16米，可以在怪物堆中穿梭1500次。藤蔓缠绕技能射程 20.5 米，可以召唤出8条藤蔓，100倍增幅后也就是800条藤蔓。射程增幅可以提供 2.5 米的额外射程，100倍增幅之后是250米的夸张射程。爆裂火球技能射程21米，可以一次性释放出800枚爆裂火球，并且在落点处造成半径7米的火焰属性伤害。冷却减免技能现在的效果为技能冷却时间-3秒，100倍增幅后也就是冷却时间-300秒，换算过来也就是5分钟。怪物与事件结束后，天色也是临近昏黑，新手村内一片废墟，连落脚的地都没有。但好在这些建筑物修复起来很快，村庄的高耸外墙并没有倒塌。村长发布了重建村庄建筑物的任务，在大量玩家的力量下，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彻底重建。李显胜也是长时间的作战，如今感到有些疲倦，困意袭来。第25章灭法战役副本。在这个世界中，玩家根本就用不着退出游戏，回归现实了，因为只需要在游戏里进食、睡觉，那么现实中处于虚无的无敌状态的身体也会跟着同步。因此全民转职游戏才是如今人类的主世界，现实世界已经是第二世界了，玩家可以永久不下线。一段时间后，新手村内的第一座旅店重建了出来，李显胜支付铜币，进入了一个房间进行休息。小轩则也开了一个房间，而药剂师王璐则还在不断的炼制药剂，刷自己的技能熟练度，同时出售药剂赚取大量的铜币。李显胜躺在旅店房间的床铺上，将王璐、小轩都给拉入了一个队伍群聊中。小轩出声道：我的积分结算奖励是大量的经验值，因此我的等级快速提升，可以追上队长你。队长指的便是李显胜了。我升级后
领悟了一个 C 级的魔力祝福技能，可以对单体目标增幅其魔法值的上限。药剂师王璐也在群聊中发言道：“我的积分结算奖励也是大量的经验值，如果给我一个高阶的药剂配方技能就好了。”为了表现诚意，王璐将自己 S 级天赋的属性图发在了群聊里。药剂宗师 S 级，药剂效果正100%，炼制药剂的速度加5倍，消耗的药材负5倍。小轩觉醒的只是 A 级天赋而已，因此他也颇为羡慕王璐的 S 级天赋能力。但小轩想到自己的附身天赋加上灵巫职业，其实是最为完美的组合效果。李显胜在群里中说道：“我先睡一段时间，醒来之后，我便打算带着你们2个开启一个深渊级难度的副本。”王璐的长相略微有些贼眉鼠眼，惊讶道：“深渊级难度，这不是最高的副本难度了吗？不过以队长你如今的战力，打深渊级副本确实是没有什么难度。”王璐回想起了李显胜在1分钟内释放出3万枚爆裂火球的恐怖场景，内心便升起了强烈的信心。小轩自然没什么意见，他可以一直附身在李显胜身上，李显胜的护盾技能都已经无冷却时间了，堪称是无法被击杀。小轩娇声道：“深渊级难度这个词汇完全就是禁忌的代表，是普通玩家根本就不会去触及的领域。”一番交谈之后，李显胜倒头便睡，而药剂师王璐则是炼制了大量李显胜所需要的药剂。7、8个小时之后，李显胜从睡梦中苏醒了，他肚子饿得咕咕叫。走出旅馆，看到有很多建筑物已经被重建起来了，其中就有出售食物的店铺。李显胜给2个队友发了消息后，便买了几个加饱食度的面包，吃完后饥饿感也就彻底消失了。药剂师王璐长相略微猥琐，此刻讨好似的在群聊中说道：“队长，我炼制了一大批的回魔药剂和智力药剂，已经赠送给你了。智力药剂的配方便是我升级之后领悟到的新技能，也是绿色品质，饮用后可以增加35点的智力属性。提示：你的好友已赠送绿色品质的回魔药剂乘300，智力药剂乘100。智力药剂品质绿色，效果饮用后智力属性加35点，持续时间1.5小时。这是获得了王璐 S 级药剂宗师天赋加成后的智力药剂，因此获得了100%的药效加成。”王璐笑嘻嘻地说道：“小轩妹妹，这2种药剂我也给你准备好了。”李显胜紧接着便使用了30级的随机副本券。提示：你使用随机副本券道具，队伍将进入副本空间内，副本名称为灭法战役。李显胜小队3人被传送进入了一座虚无的空间之中，在这里等待参与副本人数的到齐。一个个玩家凭空出现在这片虚无空间之内，没法发起攻击，但可以自主说话。李显胜略微有些惊讶，副本名称为灭法战役，指的是消灭法师还是消灭魔法？正巧我是法师职业。提示：副本参与总人数为500人，参与者匹配中。这片虚无空间里的玩家越来越多，数量达到了200多人，凑齐500人后，副本将正式开启，现在只是一个等待的过程。警告：有参与者使用了特殊道具，副本的世界观、难度、玩家阵营将产生巨大改变。这指的便是李显胜使用了技能觉醒时道具领取的觉醒任务了。周围的玩家一个个大眼瞪小眼，特殊道具，连副本的世界观、难度都改变了，该不会把副本难度给提高了吧？这不是拖我们下水吗？一个隐藏职业德鲁伊玩家开口道：“这个人使用特殊道具，只可能提高他自己的副本难度，是没法影响到我们的。各位也不用太惊慌，如果其他人的道具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副本难度，那这就太不公平，不符合系统规则了。不过这只是30级的副本，这个等级阶段有玩家可以获得如此特殊的道具。据我所知，技能觉醒时就可以实现这种效果，但技能觉醒任务的难度高的离谱，堪称是十死无生。这个德鲁伊玩家身上的装备全是蓝色品质，并且还有一件紫色品质的恐怖装备，一看就是强者玩家。副本公告：副本世界观已改变，使用特殊道具者及其2个队友将强制加入巫师阵营，且副本难度提高至深渊级。其余的497个玩家将强制加入蒸汽帝国阵营，副本难度不变。此为3比497的混战厮杀，不同阵营之间处于完全敌对状态。深渊级难度，哪怕是那个德鲁伊职业的玩家，脸上的神情都震惊不已。果然如我所料，使用了特殊道具的那个玩家，他自己的副本难度大幅度提高，而我们的副本难度基本没变。我猜测，这所谓的巫师阵营和蒸汽帝国阵营最初的世界观应该是势均力敌的状态，而有人使用了特殊道具，副本难度提高到了深渊级，也就使得他所在的巫师阵营势力大幅度弱于蒸汽帝国一方了。副本世界观直接被改写。第26章加入巫师协会。下一秒，李显胜小队3人被强制划分到了左边，
而其他的497个玩家则划分到了右侧。很显然，左边是巫师阵营，右侧是蒸汽帝国阵营。众人也就看清了，究竟是谁使用了特殊道具。穿着一身墨绿长袍的德鲁伊玩家死死地盯着李显胜，一个26级的法师，他甚至不是隐藏职业。开什么玩笑，他的2个队友，一个是纯粹的辅助职业灵巫，而另外一个队友则是药剂师，合着就只有那个法师一个战力啊。那个法师要同时对付我们497个玩家。一众人等脸色变幻，内心感到有些不妙。一个霓虹国的隐藏职业忍者玩家此刻开口道，绝对不能轻视这个法师，能够获得改变副本难度的特殊道具，就说明他的战力本身足够可怕，并且他的2个队友也不可能陪着他送死。看起来他们似乎充满了信心，要同时对付我们497个玩家，换成一般人早就吓尿投降等死了。李显胜诧异不已，霓虹国的忍者职业，这副本还可以匹配到其他国家的玩家，不过也都无所谓了。对于如今的我来说，30级的深渊难度副本完全可以轻松横推。王璐看着乌泱的497个敌对玩家，还是忍不住有些腿软，毕竟这么多的敌人，视觉冲击力很是震撼。一人释放一个控制技能都足够 BOSS 级生物喝上一壶了。人群中的德鲁伊玩家皱眉想到，忍者职业竟然匹配到了霓虹国的玩家，并且还和他强制成为了队友，并且这个使用了特殊道具的法师没有丝毫的恐惧之情，眼神冷漠至极，看着我们这497个人，仿佛在看着一堆死人一样。提示：灭法战役副本正式开启。2波不同阵营的玩家便都被传送进入到副本世界中了。副本世界观：东大陆诞生了名为巫师的超凡者，长时间的演化之下，巫师协会统治了整座东大陆。而隔着浩瀚海域的西大陆则产生了蒸汽革命，一系列的蒸汽机械发展而出，驾驶铁甲舰跨洋而行，发现了东大陆。于是西大陆的蒸汽帝国发起了对东大陆的殖民战争。巫师阵营在蒸汽科技面前节节败退，死伤惨重，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提示：你已强制加入巫师阵营，若巫师阵营战败，将被抹杀惩罚。正常的情况下，玩家可以自由选择所属阵营，并且巫师协会和蒸汽帝国的实力是旗鼓相当的。但李显胜使用了技能觉醒时，将自己的副本难度提高到了深渊级，也就出现了后续的一系列变动。李显胜被传送到了一座东大陆的小镇上，四周是这个世界的原生民，小镇上弥漫着战乱的紧张氛围。主线任务1：正式加入巫师协会，完成任务奖励1000铜币。一开局，小轩便使用了附身天赋，化作一道虚无的灵体，悬浮在李显胜头顶上方。附身天赋没有冷却时间，不过需要持续消耗魔法值，而小轩有着王璐提供的回魔药剂，根本就不缺少魔法值。李显胜则最近找了个小镇的居民，开口询问道：巫师协会的据点在哪里？这些居民穿着类似中世纪的服饰，回应道：当然是在魔法塔呀，小镇里最高的建筑。小镇居民指了指最为高耸的一座白色古塔。李显胜3人来到了一座纯白的高塔之下，这魔法塔表面会刻着大量的魔法标识，显得很是破旧。李显胜直接进入了其中，发现无人阻拦。魔法塔内部堆满了大量的书籍，随处可见的都是一排排的书架。几名身穿灰袍的巫师正不断的翻阅魔法书籍，他们发现了李显胜的闯入。李显胜主动开口道：我也算是巫师，是来加入巫师协会的，并且我想进入到和蒸汽帝国的正面战场。几个灰袍巫师面面相窥，在他们看来，进入到和蒸汽帝国的战争中和找死没什么区别。这几个灰袍巫师还是按照以往的流程，准备让李显胜加入到巫师协会。其中一个灰袍巫师开口道：我们需要检测你的实力，然后给你发放对应的巫师长袍。在东大陆，巫师的等级划分为灰袍、蓝袍、白袍3等，其中白袍巫师中的顶尖强者被称为传奇巫师。李显胜想立刻成为巫师协会的核心人物，就必须展现出足够高的实力。毕竟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铁律，强者为尊。李显胜想了想，准备展示自己的藤蔓缠绕技能，毕竟其他的技能威力太大，可能直接将整座魔法塔给摧毁掉。李显胜略微抬起黑龙法杖，地面上便钻出了800条翠绿的树藤，并且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这些藤蔓的血量大幅度增加，变得更为粗壮了。李显胜没有停止，他无限制的释放藤蔓缠绕技能，加上射程增幅加成的250米额外射程，导致整座魔法塔以及周边的大量区域都被粗壮的藤蔓给爬满了，仿佛进入了原始丛林一般。几个灰袍巫师目瞪口呆，震惊道：白袍，这是白袍巫师的实力。灰袍巫师们看向魔法塔之外，发现了更大范围的藤蔓交错盘踞，如同置身于丛林之中。不，
这不只是白袍巫师的水平了，堪比是传奇巫师的手段。灰袍巫师们眼里满是尊崇，开口道：“我们这里只是一座小镇，还没有资格发放白袍。您可以传送进入到巫师之城，也就是巫师协会的总部。这是您的身份凭证，独属于巫师协会的身份勋章。这座魔法塔里就有传送法阵，可以直接传送到巫师协会的总部。提示：你已完成主线任务1，铜币加1000。你获得了巫师协会的临时身份凭证，请前往巫师协会总部领取自身的巫师白袍。任务栏已刷新。主线任务2，参与到白蛇之城的战役中，并取得战役胜利，完成任务，奖励9点自由属性。若任务失败，则自身属性永久下降 30%。第27章，抵达白蛇之城。李显胜三人走进了这座魔法塔的传送法阵，幽蓝斑驳的奇异光芒闪烁。10几秒的时间之后，李显胜小队便被传送到了巫师协会的总部。在李显胜的面前，是一座无数魔法标识勾勒交织形成的巨型法阵。法阵的3个关键节点上站立着3位身穿白袍的巫师，这是巫师协会的3位传奇巫师，居中者为巫师协会的会长。李显胜可以看出来，这3个强大的巫师共同组建成了一座异常强大的法阵，看上去似乎是某种防御结界的魔咒。巫师协会的会长一身朴素白袍，戴着相同颜色的尖顶帽子，头发、胡须都已经全白，并且胡须很长，垂到胸口位置。其手持一柄褐色的木质法杖，看上去好像是最普通的木材，没有一丁点的魔法花纹。巫师协会的会长此刻缓缓开口道：“你之前所在的魔法塔的几个灰袍巫师已经将你施展魔咒，制造出大量藤蔓的画面，传送了过来。因此，我们已经见识过你的手段了。你的确有着传奇巫师的实力，甚至不弱于我们3个的其中一人。现在我们将为你发放白袍，你还需要为自己取一个巫师代号。”李显胜的面前凭空出现了一袭纯白的巫师长袍，李显胜将其穿戴在身上，盖住了自己原本的装备。他看了眼自己肩膀上幼年期的白猫头鹰，出声道：“代号为白猫头鹰吧。”李显胜不打算在取代号这种事情上耗费精力，随便取一个就行，反正实力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提示：你已穿戴上特殊副本道具巫师白袍，智力属性加30点。巫师白袍无法带出副本。你已正式成为巫师协会的白袍巫师，代号为白猫头鹰。巫师协会的会长身上有着一股莫名的智者气息，眼神浑浊沧桑，真实年纪不详。会长紧接着开口道：“如今蒸汽帝国对东大陆发起了全面攻势，大量版图被蒸汽帝国所占领。我东大陆的第2大城市白蛇之城，此时正遭受到猛烈的袭击，而我们3人必须处于法阵节点中，才能够维持各大魔法塔的防御结界，因此无法抽身赶去支援白蛇之城。我们想派遣你前往白蛇之城，去支援那里的巫师。”李显胜点了点头，这正是他的主线任务内容，他自然不会拒绝。位于右侧的传奇巫师开口道：“等白蛇之城的战役结束之后，我们会根据你的功绩给你发放珍贵的奖励。”白蛇之城里有着一位传奇巫师，其代号正是白蛇。如今他陷入了苦战，在蒸汽帝国的大军冲锋之下，他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巫师协会的会长打开了一道传送门，随后李显胜和小轩便进入了其中。而药剂师王璐自然是留在了巫师协会总部，这里是东大陆最安全的区域。提示：你已抵达白蛇之城的魔法塔内部。刚刚传送落地，李显胜便听到了震耳欲聋、持续不断的火炮爆炸声，甚至地面都有一阵阵的轻微晃动。很显然，这是蒸汽帝国军队在对白蛇之城发起猛烈的攻势。与此同时，一片浩瀚无垠的汪洋之上，一整支的铁甲舰航队护送着大量的运输船，朝着东大陆的方向全速航行。这是蒸汽帝国最强大的舰队，而主舰上有着100多个蒸汽帝国阵营的玩家。隐藏职业德鲁伊玩家一开局便被传送到了主舰之上。德鲁伊玩家名为赵熙，他此刻站在战舰的顶部，俯瞰着蔚蓝浩瀚的海面以及成群的战舰，震惊道：“这就是蒸汽帝国的实力！我脚下的主舰长230多米，宽50米，为紫色品质的巨型铁甲舰，有着3根冲天起的巨大烟囱，顶部冒出了滚滚黑烟。而其他的中型战舰则都是蓝色品质的，战舰的材料为钢铁，防御值极高，并且耐久度也高得夸张，配备了大量的火炮。这巫师阵营怎么打？那个使用了特殊道具的法师玩家再怎么逆天，难不成还能够摧毁这整支舰队？虽然我知道绝对不能轻视他，但蒸汽帝国的实力和底蕴实在是太恐怖了，我们这些玩家甚至可以轻轻松松的躺赢。白蛇之城，这是巫师协会管辖中第2大的城市，此前商业繁荣，人流众多，如今却被战火覆盖。李显胜身披白袍，从魔法塔内走出，看到了一条巨大无比的白蛇，白蛇的头顶站着一位略显年轻的巫师。
他便是代号为白蛇的传奇巫师。走出魔法塔后，李显胜便看到了蒸汽帝国的大军，手持特殊枪械的地面士兵，以及一辆辆以蒸汽为动力的钢铁战车。高空之上，一架架浮空艇不断掠过。李显胜可以看到，身后是一座上百米高的魔法塔，一层半透明的无形屏障笼罩了魔法塔及其周边的区域。这就是巫师协会总部的3位传奇巫师对各大魔法塔据点施加的防御结界了。代号为白蛇的巫师，左脸上有着蛇形的纹路，他操控上百米长的巨型白蛇，在疯狂地屠杀蒸汽帝国的军团。但无奈，巫师的数量太少，而蒸汽帝国的士兵则数量众多，每一个普通士兵持有蒸汽科技武器就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战力。因此，这条巨型白蛇遍体鳞伤，浑身血淋淋的。白蛇巫师通过传音魔法对李显胜说道：“你就是会长提到的援军？蒸汽帝国的军团人数太多了，我的魔力已经要接近枯竭。你虽然也是传奇巫师级战力，但也难以逆转局势。源源不断的蒸汽帝国大军在不断的进入白蛇之城。提示：你已开启战场积分机制，击杀敌对目标可以获得战场积分，目标的实力越强，击杀后获得的积分也就越高。战役获得胜利将按照积分兑换奖励，若战役失败则将毫无收获。”第28章白蛇巫师。还是一样的积分机制，也就是杀死目标不会掉落任何的物品，只有最终胜利才能够通过战场积分兑换奖励，如果战役失败，那么将一丁点收获都没有。李显胜环顾战场，自语道：“不愧是深渊级的难度，白蛇之城内起码也有3、4万的敌对帝国士兵，其中的浮空艇、蒸汽战车起码也有上千的数量。这种难度对于其他玩家来说的确是所谓的绝望深渊，但对我而言则是再适合不过的舞台了。”小轩对李显胜施加了一连串的单体增幅祝福，但小轩的技能品质其实都比较低，因此没有太恐怖的加成。等中后期获得了 S 级及其以上品质的技能书，对李显胜的增幅就很离谱了。而此时的敌对玩家有50多个，在一开始就被传送到了白蛇之城，他们也都开启了战场积分机制。这些敌对阵营的玩家击杀巫师阵营的目标，也可以获得对应的积分。霓虹国的忍者职业玩家也在白蛇之城内，他坐在一架浮空艇之上，出声道：“加入蒸汽帝国阵营根本就不可能战败，帝国的军团太强大了。如今投入到白蛇之城的士兵有4万多人，以及上千数量的浮空艇和蒸汽战车，而这只是帝国军团的1%的军力。蒸汽帝国最强的其实是海上战力，也就是其庞大的铁甲舰队。陆军和空军其实在蒸汽帝国的势力中算不上是真正的王牌。一架架的浮空艇投放下了大量的炸弹，目标是白蛇之城的魔法塔，但这些空降下来的炸弹都被一层无形的防御结界给弹开了。魔法塔周围的区域安然无恙，但其他位置已经被炸弹给轰炸了一个遍，废墟中堆满了大量的残肢断臂。李显胜走出了魔法塔，来到了白蛇巫师的附近。敌对阵营的玩家一眼就认出了李显胜的身份，是那个使用了特殊道具的法师。他披着的是巫师协会的白袍，果然他的实力极其强大，说不定已经达到了传奇巫师的层次。但在蒸汽帝国的军团面前，传奇巫师也终究会被耗光魔力，被彻底斩杀。蒸汽帝国的这次战争便称为是灭法战役，目的是灭杀全部的巫师。李显胜开口对白蛇巫师说道：“我攻击不到高空中的浮空艇，射程有限。”白蛇巫师在吐血，显然他和脚下的巨型白蛇是一体的。巨型白蛇受伤，他也跟着受到了严重的伤势。白蛇巫师让李显胜站到他的巨型召唤物头顶之上，询问道：“你的专属魔咒是什么？你有多大的把握？”在这个巫师世界，知识便等于力量。普通人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巫师，便需要学习大量的魔法知识。掌握的魔法知识越多，越高深，那么自身的实力也就越强。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智商便等于巫师领域内的资质。智商不够，根本就不可能学懂繁杂晦涩的魔法知识，也就是靠读书就可以成为顶级巫师。而到了传奇巫师这个层次，掌握的魔法知识堪称是海量，已经可以自创专属于自身的强大魔咒了。代号为白蛇的传奇巫师，其专属魔咒便是可以召唤出上百米长的巨型白蛇魔物。而李显胜自然不可能掌握这个世界的专属魔咒，因此李显胜摇了摇头，准备正式参与战斗。白蛇巫师内心一沉，难不成他只是一个顶级的白袍巫师，还没到传奇巫师的层次？这战力还不如我高，这么一个元首也改变不了白蛇之城的结局，我最终也只能是放弃这座城市，传送到巫师协会总部吗？真是不甘心。此时大量的蒸汽战车冒着滚滚黑烟朝着李显胜的位置冲去，并且这些战车的后方是一批批的蒸汽帝国士兵。这些士兵以钢铁战车为掩护，背着沉重的特殊背包，
装备的是蒸汽机枪，朝着李显胜的位置疯狂扫射。这种蒸汽机枪的外形类似于现实世界中的喷火器，分为背包和枪械两个部分，中间用管道进行连接，可以喷射出高速冲击而出的蒸汽，从而造成类似子弹的巨大破坏力。但射程有限，不过射速很快。李显胜给自己施加了55万点的护盾值。帝国士兵，品质绿色，等级5级，生命值600，魔法值0，基础属性力量10，体质15，敏捷10，智力5，物理攻击150，双防10，技能枪械专精。介绍：持有蒸汽机枪的帝国士兵自身极其脆弱，但靠着蒸汽机枪获得了可怕的杀伤力。也就是说，这些帝国士兵本身就是强壮一些的普通人，靠着蒸汽机枪就获得了击杀巫师的力量。生命值只有600点，但物理攻击却高达150点。当然了，配备蒸汽机枪的士兵只是极少数，大部分的士兵都还是持有一次性装填的火铳。如今李显胜的闪电链技能有着16米的射程，加上射程增幅提供的250米额外射程，最终就是266米的夸张射程。因此，李显胜隔着极其远的距离就已经可以攻击帝国军团了。他略微抬起黑龙法杖，疯狂地使用闪电链技能。这个技能已经处于无冷却的状态了，因此每过1秒便有一道细长的银白电流从法杖的顶端传射而出。滋滋滋，每一道闪电链都可以穿梭1500次，此刻钻入了钢铁战车内，然后传导向周边的士兵。李显胜提前喝了一瓶智力药剂，手里还握着一瓶回魔药剂，一口气将自己的魔法值给消耗一空。16道闪电链疯狂地在帝国军团内穿梭传导，将触碰到的士兵给瞬间秒杀。钢铁战车属于是蓝色品质产物，因此耐久度很高，但也是瞬间被闪电链给打掉了一半的耐久度。闪电链的2次穿梭就将一辆钢铁战车给摧毁了。轰轰轰，一辆辆钢铁战车原地爆炸，大量的帝国士兵被闪电链秒杀，尸体一片焦黑。同时，李显胜喝了一瓶回魔药剂，继续释放闪电链技能。提示：你成功击杀帝国士兵，积分加 0.5 点；你成功摧毁一辆蒸汽战车，积分加200点。也就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帝国军团就出现了巨大的伤亡。这还是因为帝国的军队为了规避巨型白蛇的攻击，站位很分散，因此闪电链的传导效果没有发挥到极致，否则死伤还会更为惨重。第29章，钢铁战车。盘旋在魔法塔上空的一架浮空艇内，忍者玩家目瞪口呆。他原本的打算是空降下去暗杀李显胜，此刻他后怕不已。这是法师玩家，他的射程怎么超过了200米？这么夸张的射程根本不可能实现才对。我上一秒还想空降下去收割那个披上巫师白袍的法师玩家，幸亏我没有那么冲动，否则已经死在那种银白闪电之下了。忍者玩家内心恐惧不已，对着驾驶员说道：上升高度，上升高度，否则可能会被那个巫师给命中。此刻别说是蒸汽帝国阵营了，李显胜身边的白蛇巫师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白猫头鹰，你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割了上千名帝国士兵，摧毁了50多辆的钢铁战车，你是怎么做到的？哪怕是会长大人，他也没有如此可怕的力量。要知道，会长大人的真实年纪已经是300多岁了，他年轻时便是最天才的智者，这一生都在学习魔法知识，是绝对的巫师之王。也没那么绝对，还有一个和他齐名的天才。李显胜注意到了这个关键信息，还有一个和巫师协会会长齐名的天才。魔法塔内的灰袍蓝袍巫师震惊道：那个代号为白猫头鹰的传奇巫师，他的魔咒为什么可以作用到这么远的距离？已经超过了200米了吧？他擅长的是雷电魔咒，可以在短时间内摧毁钢铁战车。那种钢铁战车的硬度极高，让我们头疼不已。很多巫师在面对钢铁战车时根本就毫无应对办法。之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巫师协会里有这号强者，难不成他可以逆转当前的局势？这种覆盖范围极其遥远的雷电魔咒，估计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吧。而敌人则是被吓得胆战心惊，蒸汽帝国的士兵看着被银白电流击杀的同伴尸体，惊恐道：这可是钢铁战车，造价昂贵至极，在以往是巫师的天敌，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脆弱了？瞬息间就有50辆钢铁战车报废，这就是敌人中的传奇巫师的实力。敌对阵营的玩家恐惧道：这法师也太可怕了，难怪他敢开启深渊级的难度，短短1分钟内屠杀了上千的帝国士兵和50多辆钢铁战车，吓得我腿软。但赢下这场白蛇之城战役是我们的主线任务，主线任务失败，我们会面临惨重的惩罚，并且在这里当逃兵，私自逃走之后将会被帝国所通缉，我们根本就没有退路。钢铁战车，品质蓝色，
耐久度6万，物理攻击230，物理防御130，魔法防御50，射程120米。介绍：以蒸汽为动力的钢铁战车配备有大口径的主炮。李显胜的回魔药剂有着30秒的间隔时间，冷却时间一结束，他就立刻喝下一瓶回魔药剂，再加上小轩的回魔祝福，每秒可以恢复13点魔法值，因此很快李显胜的魔法值再次回满了。而见识了李显胜的恐怖手段后，帝国军团也改变了战术，让士兵和钢铁战车的分布异常分散。这样一来，李显胜的闪电链技能传导范围将大幅度缩小。李显胜站在巨型白蛇的头顶，自语道：敌人的站位极其分散，这种情况下使用 S 级的爆裂火球可以造成更大面积的杀伤。轰轰轰！高空之中，一架架浮空艇投放下了大量的炸弹，朝着李显胜的位置进行轰炸。但巨型白蛇摆动蛇尾，将这些炸弹给全部挡下了，爆炸轰鸣令李显胜一阵厌烦。同时，白蛇巫师再次吐了一口鲜血，伤势同步到了他的身上。李显胜出声道：不用替我挡下攻击，我有着护盾魔咒。如今的 A 级爆裂火球技能，射程21米，加上250米的额外射程，也就是271米的夸张射程，一次性可以释放出700枚爆裂火球。爆裂火球在落点处可以造成半径7米的火焰溅射伤害，并且这是 S 级技能，威力远超 B 级的闪电链。李显胜举起黑龙法杖，周围的火元素彻底沸腾了起来。他在连续释放爆裂火球技能，每1秒钟，李显胜面前都有700枚赤红斑驳的爆裂火球飞出，朝着不同的方向坠落，在落点处猛地炸开，溅射起一团团炽热的火浪。这可是271米的恐怖射程。李显胜再次将自身的魔法值给消耗干净，生成了6000多枚爆裂火球，从四面八方轰炸出去。轰轰轰！大量的帝国士兵被火焰焚烧成为了灰烬，而钢铁战车连一枚爆裂火球都挡不住。毕竟这是 S 级技能，威力巨大。入目所见，一片火海，李显胜的经验值、技能熟练度、战场积分非一般的飙升。就这一波火球轰炸下去，3000多个帝国士兵被烧死，100多辆钢铁战车报废。这一刻，无论是巫师阵营还是蒸汽帝国阵营，全部被震撼的大脑宕机。白蛇巫师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火海，之前巫师阵营被一面倒压制的局势瞬间逆转了。在白毛头鹰的魔咒轰炸下，敌人被杀得胆寒，冲锋行动都停了下来。巫师协会总部这是给我派了个什么怪物？这力量根本就不合理，远远超出了会长的实力。如果白毛头鹰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实力，那么这场战役我们完全可以守住白蛇之城。魔法塔内的巫师发出了一阵狂欢，因为蒸汽帝国进行的是灭法战役，将会屠杀全部的巫师。他们长时间都处于极端压抑的氛围中，因为敌人的蒸汽科技太过强大了。而如今出现了巫师碾压蒸汽科技的奇迹。魔法才是至高力量，知识才是这个世界的根源真理。敌人所谓的蒸汽科技，在真正强大的巫师面前，显得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提示：你成功击杀帝国士兵，积分加 0.5 点；你成功击杀敌对玩家，积分加150点。第30章消灭浮空艇部队。所有敌人脸上都露出了无比恐惧的神情，但碍于军令，他们也不敢后退，就这么停在了原地。李显胜则一直不停地使用回魔药剂，出声道：魔法值太少，极大限制了我的实力，否则在短时间内我就可以摧毁白蛇之城内的所有敌人。哪怕是王路炼制的回魔药剂，也有着使用的间隔时间。如果缺少魔法值的限制被弥补了，那时候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启了无限火力模式。白蛇之城外，一座堡垒般的巨型钢铁战车插着大量的高耸烟囱，不断冒着滚滚黑烟。那是一座行驶在铁轨上的巨型战车，由于体积太大，重量太夸张，因此只能在特制的铁轨上行驶。蒸汽帝国一边占领东大陆的土地，一边在关键区域修建对应的铁路。如今这条铁路已经修建到了白蛇之城的外围区域了。这巨型钢铁战车为紫色品质，战车内部，蒸汽帝国的一位将军脸色铁青，他通过望远镜看到了实时战局。该死，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个强大的巫师？他就算是再强，自身的魔力最终也会被消耗干净。将我的命令传达到前线，全军发起冲锋，我要把这可怕巫师的魔力给消磨干净，然后再将其坑杀。这位中年纪穿着华贵军服的将军摸了摸修剪的优雅得体的胡须，自语道：等那个强大巫师的魔力被耗干，我们便进入白蛇之城，用这泰坦号上的主炮轰杀目标。泰坦号指的便是将军乘坐的这座巨型钢铁战车。此时的敌对阵营玩家心态直接崩了，这是开挂了吧？这技能都没有冷却时间的吗？这是禁咒
还是火球术 ？SSS 级的火球技能也没有这么恐怖啊！将军的命令是让我们发起冲锋，这不是当炮灰，主动上去送死吗？此时蒸汽帝国阵营的玩家互相对话道：“我们此刻逃走会被帝国所通缉，蒸汽帝国的势力有多强大，我们都很清楚，基本上是死路一条。但将军又命令我们进行冲杀，去当炮灰，这很明显就是想消耗那个恐怖法师的魔法值。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妨稍微等待一番，看局势如何变动。我们先不动手，让这些帝国士兵去冲杀，实在是不行，最后时刻我们再逃走也不迟。”接到了将军的命令，帝国大军开始发起全面冲锋，浩浩荡荡的地面军团加上高空之中的浮空艇部队疯狂宣泄火力，一枚枚漆黑的炸弹从天而降，浮空艇将携带的炸弹全部投掷而下，而大量的钢铁战车也趁着李显胜恢复魔法值的时间拉近了距离，达到了120米的炮弹射程，在疯狂开火。轰隆轰隆轰隆，密集的炮火轰炸下，李显胜毫发无损，他有着护盾技能，并且毫无冷却时间，也就是只要魔法值不被耗光，他就有无数层的55万点耐久度的护盾。李显胜对一旁的白蛇巫师说道：“你还是把这巨型魔物给收起来吧，因为你们的伤势是同步的。这条白蛇如此庞大，完全就是敌人炮火的活靶子，我自身的护盾就可以抗下敌人的密集炮弹轰炸。对了，我不曾掌握浮空飞行的能力，你有什么道具可以让我飞行而起吗？毕竟我的射程触碰不到高空中的浮空艇。”左脸上烙印着白蛇纹路的巫师诧异道：“你竟然不会浮空魔咒？浮空飞行连一个蓝袍巫师都可以做到。”白蛇巫师紧接着说道：“魔法塔内有飞行扫帚道具，可以让你短暂飞行，我让人给你送出来。不过你真的要一人面对帝国大军？不用我辅助？”李显胜从容道：“你还是退回魔法塔内吧，否则我还得耗费精力去庇护你的安危，毕竟我的护盾只能加持在我自己身上。”这种关键的时刻，白蛇巫师也没有太多的废话，从魔法塔的库存中取出了一件飞行扫帚道具，交给了李显胜。“如果你真的击退了帝国大军，我会将珍藏的秘宝赠送给你。”飞行扫帚，品质蓝色，效果骑上扫帚，灌输进入魔法值，可飞行而起。敌人一番长时间的密集火炮轰炸，烟尘四起，而李显胜直接坐着飞行扫帚从烟尘中冲了出去。这一幕令敌人心惊肉跳，怎么可能？如此大规模的炮火轰炸，连那座魔法塔的防御结界都摇摇欲坠，但那个可怕的巫师看上去却没有一丁点的伤势，并且他升空而起，这是冲着浮空艇部队去的。浮空艇，品质蓝色，耐久度5万，物理攻击230，物理防御100，魔法防御50。介绍：以蒸汽为动力的飞行装置，可装载大量的炸弹进行空中投弹轰炸。处于浮空艇之上的忍者玩家吓得双腿发抖，他原本以为在浮空艇上是整座战场中最安全的位置，但没想到那个恐怖的法师坐着飞行扫帚在靠近浮空艇部队了。李显胜此时的魔法值已经回满了。李显胜靠近到这些浮空艇250米的距离，便抬起黑龙法杖，连续使用 S 级的爆裂火球技能。还是一样的，每一秒都有700枚威力可怕的爆裂火球飞出，精准的命中一架浮空艇。每一发爆裂火球都可以清空浮空艇的耐久度，毕竟这浮空艇的防御值和耐久度都不如地面上的钢铁战车，连钢铁战车都会被爆裂火球给秒掉。砰砰，高空中宛如引爆了大量的烟火，那是浮空艇爆炸了，内部的帝国士兵和敌对阵营的玩家也都跟着在一瞬间死去。当然了，也有一些敌对玩家和帝国士兵从浮空艇中跳了出来，背着降落伞准备逃生。但李显胜喝了一瓶回魔药剂，紧接着使用了闪电链技能，银白电流在疯狂地收割半空中的敌人，将其全部秒杀。第31章，巨型钢铁战车。那实力强大，为霓虹国隐藏职业忍者职业的玩家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死得这么憋屈。他直接被爆裂火球的半径7米的火焰箭射伤害给波及到，尽管他已经开启了隐身技能，但还是被秒杀了。就这么一会，上千架浮空艇全部报废，化作燃烧着的火团，朝着地面坠去。提示：你成功摧毁一架浮空艇，积分加220点；你成功击杀一名敌对玩家，积分加500点。李显胜惊讶道：500点积分？这是杀死了一个精英级的敌对玩家，他长什么样我都没见过。算了，这种级别的炮灰根本不入我的眼。李显胜骑着飞行扫帚处于高空之中，因此他可以看到白蛇之城的外围黑烟滚滚，那是一座庞大的钢铁堡垒。不对，李显胜仔细看去，竟然是一辆在铁轨上行驶的巨型钢铁战车。那战车上的烟囱都有10多根，每一根烟囱都有30米高，不断的喷涌出大量的黑烟。
这是白蛇之城战役的 BOSS， 紫色品质的蒸汽科技产物。我干脆伪装出魔力干河的样子，把敌人全部都给引过来，否则他们都吓破胆了，看起来都要撤退了。我的移速很难追上这些敌人，哪怕是靠着藤蔓缠绕禁锢敌人，也终究会被大量敌人逃走，并且这飞行扫帚的速度也很有限。想到此处，李显胜便伪装成魔力干河，飞行扫帚失去魔力灌输，失控坠下地面的场景。巨型钢铁战车内，帝国将军通过望远镜看到了上千架浮空艇全部被摧毁的恐怖场景，内心胆颤至极。怎么会这样？那可是比钢铁战车造价还昂贵的浮空艇，在不足1分钟内就被摧毁了上千架。将军心头都在滴血，毕竟每一位将军所率领的军队数量都是有限的。但紧接着，将军通过望远镜看到李显胜的飞行扫帚失控，朝着地面坠落下去。他脸上露出亢奋至极的神情，终于，那个可怕巫师的魔力消耗干净了。就算是再强的巫师，也必须依靠魔力才可以释放出魔咒，和我脚下的泰坦号一样，需要蒸汽动力才能够行驶。千万不能给对方恢复魔力的机会，趁着这个机会，一口气摧毁白蛇之城魔法塔的防御屏障，将这座城市里的巫师全部屠杀干净。在将军的指挥下，白蛇之城外更多的钢铁战车、帝国士兵涌入到了核心战区。这些是不久前才抵达的援军，毕竟白蛇之城是东大陆的第2大城市，帝国对此很重视。同时，将军乘坐的泰坦号也行驶进入了靠近魔法塔的位置，一直到铁路的尽头。而敌对阵营的玩家内心彻底死寂了下去，他们哪里不知道，那个恐怖法师肯定囤积了大量的回魔药剂，这所谓的魔力干河肯定是假象。白蛇之城内还活着的敌对阵营玩家语气都在颤抖，完了，将军上套了。这个世界的巫师魔力恢复起来的确需要一段时间，但那个恐怖的巫师实际上是法师玩家。玩家恢复魔法值多的是手段，他敢开启深渊级难度的副本，肯定提前准备了大量的高阶回魔药剂，怎么可能会缺少魔法值？这一下必须逃走了，哪怕是当逃兵被帝国通缉，也总好比现在就被杀死要强。并且我们这些玩家才刚刚开局一段时间而已，根本就没资格和将军对话，必须在战场上建立战功，获得高额的声望，才有可能和帝国将军对话，为他提供建议。李显胜看到更多的敌人朝着自己涌来，眼睛都在放光，这些可都是活生生的积分包啊！李显胜不断的使用回魔药剂，没多久又把魔法值给回满了。白蛇巫师担忧道：“你的魔力干涸了。”李显胜摇了摇头：“假象而已，我要一次性收割更多的敌人。”白蛇巫师感受到李显胜体内的魔力重新充盈了起来，这才松了一口气。那座巨型钢铁战车内部有着一位蒸汽帝国的将军，他是白蛇之城战役的指挥官。李显胜从容笑道：“你想要活捉蒸汽帝国将军，还是只想要尸体？算了，全部杀了，活捉太浪费精力了。”白蛇巫师头皮发麻，在他看来，白猫头鹰可以击退帝国大军就已经堪称是奇迹了，对方竟然还想着活捉帝国将军。不过以白猫头鹰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这并不是夸大，对方真的可以活捉帝国将军。此刻魔法塔都在晃动，防御屏障摇摇欲坠，忽明忽暗，似乎随时都会崩溃一般。大量敌人围了上来，李显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李显胜骑着飞行扫帚冲出魔法塔，抬手间自身的蓝条便瞬间清空，全部用来释放爆裂火球技能了。数不清的帝国士兵被焚烧致死，密集的钢铁战车原地报废。同时，李显胜飞到了敌人的大后方，靠着回魔药剂加满了魔法值后，疯狂地使用藤蔓缠绕技能，将巨型钢铁战车以及最后方的帝国士兵和普通钢铁战车都给捆死，相当于是堵死了敌人的退路。帝国将军惊恐万分，怎么可能？那个恐怖巫师竟然还有魔力，他比巫师协会的会长还强大得多。撤退，全军撤退！以泰坦号的恐怖动力，还扯不断这些藤蔓。李显胜用了1000条藤蔓，将巨型钢铁战车给束缚在了原地。哪怕这紫色品质的庞然巨物开足马力，短时间内也无法挣脱开来。巨型钢铁战车，品质紫色，耐久度15万，物理攻击400，物理防御280，魔法防御70，射程340米。介绍：只能在铁轨上运输的巨型钢铁堡垒，是蒸汽帝国最强大战争机器之一。这巨型钢铁战车下方的铁轨足有30米的宽度，战车整体呈现出灰白色泽，全身是厚重的钢板，宛如银行金库保险柜那么厚的钢板，坚硬无比。并且巨型钢铁战车上装载着大量的重型火炮，炮管都有10多米长，射程达到了恐怖的340米。第32章 A 级魔力源泉。此时敌人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李显胜使用爆裂火球技能，直接摧毁了巨型钢铁战车后方的铁轨，
如此一来，这紫色品质的钢铁巨物只能原地停摆，无法前进或者后退了。李显胜出声道：“这钢铁要塞的缺陷太大了，没了铁轨，根本就没法移动。我先使用藤蔓缠绕，将敌人给全部禁锢住，最后再来进行收割。不管是敌对玩家，还是帝国士兵，以及所谓的帝国将军，一个都跑不了。”此时的敌对阵营玩家已经撒丫子撤退了，但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也被翠绿树藤给缠绕上了。这片被战火弥漫的区域染上了浓郁的绿色，大面积的树藤从地面钻出。这些敌对阵营的玩家心如死灰，这个怪物级的法师连控制技能都如此强大，将整支帝国大军的退路都给堵死了。这还是30级的玩家吗？一个精英级的30级玩家在面对钢铁战车时都无比头疼，无法破开钢板防御，而这个法师连紫色品质的钢铁要塞都不放在眼里。死定了，我们都死定了！巨型钢铁战车内部的将军发狂般的下令道：“全军开火，给我轰杀掉这个邪恶的巫师！”轰轰！紫色品质的巨型钢铁战车所装载的几十门重型火炮在疯狂地宣泄火力，其他的普通蒸汽战车也都在开炮，企图摧毁藤蔓，开辟出一条逃生的通道。但这可是 A 级的藤蔓缠绕技能已经提升到了 LV71，如今藤蔓的血条已经很高了，很难被彻底破坏。李显胜被巨型钢铁战车的炮弹命中，那漆黑的炮弹个头比李显胜还大一圈，但李显胜有着护盾防身，根本就毫无影响。这紫色品质巨型钢铁战车的重型火炮能够打掉我3000点左右的护盾值，还是太弱了。我现在已经是29级，摧毁这 BOSS 级的钢铁要塞，我也就可以顺利提升到30级，领悟新的技能了。李显胜靠着回魔药剂和小轩的回魔祝福，再一次的将魔法值给回满，紧接着便是疯狂的使用爆裂火球技能。接下来的场面便是一面倒的收割了，宛若一座小山般的钢铁巨物，最终化作了一堆废铁。中年年纪，眼眸蔚蓝，穿着华贵军服的帝国将军在绝望和不甘中死去。提示：你成功摧毁紫色品质的巨型钢铁战车，积分加5000点；你成功击杀帝国将军，积分加4000点。这两者的积分加起来都快到10000点了。李显胜的身上再一次的爆发出升级金光，状态全满，本来消耗空的魔法值瞬间回满了。李显胜又花了一段时间，将白蛇之城内的敌人给全部收割干净，一个不留。李显胜还阻止了白蛇巫师的出手，美其名曰让对方恢复伤势，实际上李显胜是不想让白蛇巫师抢自己的战场积分。最终战役结束了，战火硝烟弥漫全城，这座城市恢复了静谧。提示：你累计获得 43.5万点战场积分。李显胜算了一下，摧毁浮空艇、钢铁战车才是积分的大头，毕竟这种科技产物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价昂贵，因此摧毁一辆蒸汽战车就可以获得200点积分。正常情况下，击杀一个蓝色品质的目标根本就不可能获得这么高的战场积分。是否选择现在兑换积分奖励，或者是选择保留积分，在下一次的战役中继续累积，积分越高，最终兑换的奖励也就越丰厚。李显胜若有所思，说白了，也就是玩家可以选择现在就获得积分奖励，提高自身战力，也可以选择将积分保留着，因为后续还有多场战役，毕竟这只是蒸汽帝国1%的军力。如果我选择保留积分，那么最终的积分可以超过100万点，甚至是200万点。这最后获得的奖励品质将高的难以想象，也就是需要玩家做出取舍。李显胜选择了保留积分，他如今的战力就足够通关副本了。主线任务2已完成，自由属性点加9点，个人等级达到30级，自由属性点加12点，加起来也就是21点自由属性。李显胜全部加在了智力属性上。如今李显胜有着114点的智力属性了，个人等级达到30级，已领悟 C 级抗拒火环技能。李显胜略微皱眉，抗拒火环技能，抗拒火环技能可以将近身的敌人给瞬间弹开，但我有着护盾技能，根本就不担心敌人近身了，因此这个抗拒火环技能纯属是浪费了我一个珍贵的技能栏，并且这还只是 C 级的抗拒火环，如今我已经看不上 C 级技能了。小轩则出声道：我也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技能熟练度、战场积分，我选择的也是保留战场积分，因为队长你绝对可以通关副本。小轩因为是辅助李显胜，因此获得了3万点的战场积分，这在敌对阵营玩家眼中已经是奇迹级的积分数量了。魔法塔内爆发出一阵欢呼，因为白蛇之城守住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巫师的希望，魔法未必就会败给蒸汽科技。白蛇巫师此刻内心激动不已，这一切宛如梦幻，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拖着重伤之躯，抱着一本厚重的巫师魔典来到李显胜面前，这是我最为珍贵的巫师宝典，上述记载了很多高深的魔法知识，
这是我能够拿出的最宝贵的物品了，甚至记载了我的专属魔咒的对应内容。提示：你获得了副本世界的巫师宝典，双方属于不同的力量体系，已将巫师宝典兑换为 A 级技能书。李显胜眼眸放光，他没想到还有这种惊喜。李显胜的法师职业和对方的巫师体系完全就不相容，但在系统的规则之下，白蛇巫师赠送给李显胜的巫师宝典被兑换成为了同等价值的事物。这是一本 A 级魔力源泉技能书，技能效果为增加回魔属性。第33章真无限火力模式。李显胜内心颇为惊喜，魔力源泉技能可以增加回魔属性，在100倍增幅之下，我的回魔属性会瞬间暴涨到异常夸张的程度，这刚好是我最需要的技能。魔力源泉 LV1 A 级，每秒回魔加20点，100倍增幅，每秒回魔加2000点。有了魔力源泉技能，李显胜将正式开启无限火力模式，也就是无限蓝量加技能无冷却时间。毕竟每秒回魔加2000点，而李显胜如今的魔法值上限都不足1400点，说白了，1秒就可以将空白的蓝量给回满，也就是相当于是无限蓝量了。如今李显胜的技能体系组合起来之后，已经形成了恐怖的组合效果。其中的关键技能其实是冷却减免、射程增幅、魔力源泉。李显胜内心自语道：不对，我记得所谓的无限火力模式其实是技能冷却时间负 85% 加上无限蓝量，而我这是无冷却时间、无限蓝量，比无限火力模式还逆天，堪称是真无限火力模式。我明明没有选择现在就兑换积分奖励，但却再一次的完成了战力的夸张之变。李显胜看到白蛇之城内存活下来的普通人也发出了欢呼，之前被炮火覆盖，大量的普通人被炸死，而以蒸汽帝国的作风，东大陆的普通人最后都只会沦为帝国的奴隶。小轩对李显胜说道：队长，我再次提升了5级，这次我领悟到的是 B 级的暴击祝福技能，仅仅是 LV1 的等级就已经可以为你提供 0.5% 的暴击概率。李显胜想的则是，如果自己获得了增加暴击概率的技能，那么在100倍增幅之下，哪怕只有 1% 的暴击概率加成，最终也可以获得 100% 的暴击率。提示：你累积获得53万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所获得的技能熟练度将成100倍，最终获得5300万点技能熟练度。如今李显胜的技能栏为护盾 LV100 C 级，闪电链 LV100 B 级，藤蔓缠绕 LV92 A 级，射程增幅 LV43 S 级，爆裂火球 LV82 S 级，冷却减免 LV62 B 级，魔力源泉 LV1 A 级。其中护盾和闪电链技能之前就已经满级了，此时分配到了大量的技能熟练度，但却白白浪费，没法升级，因为已经到等级上限了。而射程增幅和爆裂火球技能是 S 级技能，因此升级所需的熟练度比其他技能要多得多。如今的藤蔓缠绕技能可以一次性召唤出1000条藤蔓，射程增幅技能可以提供 4.3 米的额外射程，100倍增幅之后也就是430米的额外射程，这射程都碾压紫色品质的巨型钢铁战车的360米火炮射程了。爆裂火球技能23米的射程可以一次性释放出900枚爆裂火球，并且在落点处可以造成半径8米的火焰溅射伤害。冷却减免技能冷却时间负6秒，100倍增幅后也就是冷却时间负600秒，换算后就是冷却时间负10分钟。但凡是技能冷却时间少于10分钟的，对于李显胜来说都是无冷却时间的技能。以爆裂火球技能为例，射程23米加上430米的额外射程，也就是453米的射程，而大多数普通法师、弓箭手也就是15米到20米的射程而已。李显胜的射程是普通远程玩家的20倍以上。这时药剂师王璐在队伍群聊中说道：队长，我在巫师协会总部这里已经看到了你在白蛇之城的战役画面，太夸张了，队长你一个人就横推了白蛇之城内的帝国大军，巫师协会总部的人每一个都在谈论你，并且队长你一直在使用我的回魔药剂，导致我也跟着获得了2000多点的战场积分。这巫师协会的会长还给了我一本药剂相关的魔法书籍，被系统给兑换成为了一本相同价值的 A 级药剂技能书，正好我升级之后也获得了新的技能栏。这是一本火焰药剂技能书，我已经成功炼制出绿色品质的火焰药剂了，使用后在1小时内可以增加 15% 的火焰属性伤害。李显胜如今最强的攻击技能自然是 S 级的爆裂火球，再加上火焰药剂的加成，威力将会更为恐怖。王璐接着补充道：我一直在不断的炼制回魔药剂，使得这个技能的等级提高了很多，如今我已经可以炼制出蓝色品质的回魔药剂了，能够一次性回复1000点的魔法值。如果是以前，那么蓝色品质的回魔药剂对李显胜的加成会很明显，但现在
他已经获得了 A 级的魔力源泉技能，每秒回魔加2000点，也就用不上回魔药剂了。王璐还提到了一个情报，我看到巫师协会总部那3位传奇巫师似乎在讨论什么，发生了一些意见上的争执，但具体是什么我也没听清，毕竟我隔的距离很远。李显胜记下了这个情报，他询问白蛇巫师，我记得你之前提到过，会长大人年轻时便是最妖孽的天才，但还有一个天才和他一样惊艳，这个人是？左脸有着蛇形纹路的白蛇巫师回应道，黑巫师之王，其实力甚至比会长大人还强一些，但早在几十年前就被会长大人彻底封印了，会长大人也无法真正杀死他，只能是将其封印，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东大陆，除了灰袍、蓝袍、白袍巫师之外，还有一种掌握了黑魔法知识的黑袍巫师，这类黑巫师其力量都格外血腥、诡异、强大，其中的黑巫师之王更是巫师协会的头等大敌。这时巫师协会会长的投影出现在了李显胜面前，开口道，白猫头鹰，你的战力远超我的想象，甚至超越了我。我有一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只有你能够完成，其他人都无法做到。详细情况你回到巫师协会总部，我再告知于你。第34章新的主线任务。李显胜便通过魔法塔内的传送法阵回到了巫师总部。魔法塔属于巫师协会在各个区域的据点。提示：你已进入巫师协会总部。宠物白猫头鹰等级提升至25级。你暂未完成一转试炼，将无法继续升级，请尽快完成一转试炼。李显胜再一次的见到了巫师协会总部的3位传奇巫师，他们还是站在庞大法阵的3个关键节点中。居中者是巫师协会的会长，会长此时开口道：白猫头鹰，你如今已经是公认的最强巫师了，因此我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只有你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我需要你击败被封印的黑巫师之王，你只需击败黑巫师之王，我就可以靠着我自身的专属魔咒，将黑巫师之王给拉入我们的阵营，共同对抗蒸汽帝国。左右两侧的传奇巫师出声道，我们2个实际上是反对这个计划的，因为黑巫师之王一旦解封，后果难以预料。当年封印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黑巫师之王不可能再犯相同的错误。会长大人，请三思。会长充斥着难以言喻的智者气息，回应道，我自有打算，并且以白猫头鹰的实力，事后也可以击杀黑巫师之王。李显胜打断道，我不太理解，为何需要冒这种风险去招募一个不可控的帮手？以我的实力，完全可以击溃蒸汽帝国，甚至是发起反击。掌握了 A 级魔力源泉技能后，李显胜便有自信发起对蒸汽帝国的反击了。将黑巫师之王给解封，万一他反过来帮助蒸汽帝国，岂不是更为被动了？会长解释道，蒸汽帝国活捉了很多的巫师，巫师的弱点只有巫师是最清楚的，因此蒸汽帝国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致命弱点，而黑巫师之王手中持有着一件至尊魔杖，我想将其解封，然后将这件巫师世界的圣器交给白猫头鹰你使用。如此一来，哪怕蒸汽帝国掌握了巫师的致命弱点，也没有意义了。当年我封印黑巫师之王付出的代价便是那件至尊魔杖。任务栏已刷新。主线任务3，击败黑巫师之王，将其拉入己方队伍，完成任务，奖励深渊级难度的一转试炼凭证。使用一转试炼凭证可以直接跳过一转试炼，获得对应的奖励，并可以继续升级。李显胜内心大喜，他正苦恼没法进行一转试炼，经验值被卡死，无法继续升级。而主线任务3的奖励便是一枚一转试炼的凭证。一转试炼难度划分为普通、困难、噩梦、地狱、深渊级，通关的难度越高，奖励的自由属性点也就越多。只要李显胜能够击败黑巫师之王，也就证明了他能够通关深渊级难度的一转试炼，便可以跳过繁杂的过程，直接完成一转。因此李显胜没有丝毫的犹豫，出声道，我接受这个任务，击败黑巫师之王，夺回至尊魔杖。左右两侧的巫师暗叹了一口气，罢了，既然命运如此，我们也就不劝阻了。不过我们相信，以会长您的智慧，绝对可以完美的利用黑巫师之王的力量，事后不至于被他给背刺反噬。而王璐、小轩的主线任务也刷新了，只要李显胜击败黑巫师之王，他们就可以获得地狱级难度的一转试炼凭证。王璐惊讶道，队长，你触发击败黑魔王的事件了？我这主线任务太夸张了，我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队长你击败黑巫师之王，我就可以直接获得地狱级的一转试炼凭证，这可是无数玩家可望而不可及的层次。李显胜回应道，这也正常，毕竟我们是组队状态，正常情况下，我应该是带着你们一起打深渊级的一转试炼的。小轩则娇声道，白蛇巫师提到，黑巫师之王比会长还强一些，并且他还持有至尊魔杖，不过依然不可能是队长的对手。此时，蒸汽帝国的军团在白蛇之城全军覆没的消息已经传回了西大陆。西大陆掌握着某种类似于无线电的通讯设备，
不过有着很大的限制。戴着晦暗金色王冠的蒸汽帝国国王此刻震怒不已，如同发怒的雄狮。他披着华贵至极的黄袍，坐在镶嵌满宝石、玛瑙、钻石的王座上，眼底满是血丝。全军覆没，包括那位指挥官以及巨型钢铁战车也都被摧毁了。一个无比强大，超越了巫师协会会长的巫师。该死！传令下去，全军压境，派出帝国最为强大的舰队，彻底摧毁掉巫师协会总部。我要将这个世界上的巫师全部屠杀干净。而敌对阵营的玩家得到白蛇之城的帝国军队全军覆没的消息时，头皮都在发麻。乘坐在铁甲舰上的德鲁伊玩家张希不可思议道：“那个法师玩家竟然这么强！”帝国在白蛇之城投入了4万多的士兵、上千架的浮空艇和钢铁战车，还有一座紫色品质的巨型移动要塞，居然连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来。包括在白蛇之城的50多个玩家全部被灭杀干净。张希穿着墨绿长袍，吞咽了下咽喉。他在铁甲舰上看到了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巫师，同时张希站在铁甲舰顶端，俯瞰整支庞大的海面舰队，加上天空之中密密麻麻的飞行单位。张希嘴角抽动，缓缓出声道：“虽然那个巫师阵营的法师玩家强大无比，堪称是最顶尖的妖孽新人，可我已经见识过了蒸汽帝国真正的底蕴和实力。再加上帝国如今挖出了巫师的致命弱点，我真的想象不到帝国一方该怎么输，根本输不了啊！特么的紫色品质的蒸汽科技产物，我见过的就有上百架。帝国在白蛇之城投入的军力连1%都不到。”第35章，黑巫师之王。巫师协会的会长使用了某种投影魔咒，派出了自己的一道投影，跟随李显胜一起行动。会长的这道投影力量很弱，不足他本体的1/10，会长的本体得留在庞大阵法的核心节点上。会长使用了传送法术，将自身的投影和李显胜传送到了东大陆的禁忌区域黑窟。李显胜开口询问会长的投影：“会长大人，您之前提到过，蒸汽帝国已经掌握了巫师的致命弱点，这致命弱点具体指的是？”一身朴素白袍，戴着相同颜色的尖顶帽子，须发皆白的会长说明道：“龙鳞矿，这种矿石具备巨龙鳞片般的奇异纹路，拥有极强的魔法抗性。而蒸汽帝国在之前的殖民战争中活捉了大量的巫师，动用酷刑，从这些巫师口中得知了龙鳞矿的存在。虽然龙鳞矿极其稀少，但蒸汽帝国动用了举国之力，已经在西大陆挖掘出了不少龙鳞矿。而黑巫师之王手中的至尊魔杖，则可以无视龙鳞矿的魔法抗性。”李显胜眼眸转动，内心想到，也就是可以增加高额魔法防御的特殊矿石，这的确是巫师的致命弱点。不愧是深渊级的难度，如果蒸汽帝国将龙鳞矿融入到钢铁战车、浮空艇等科技产物中，我估计就很难秒掉这些目标了，得需要2次技能轰炸才能够将其摧毁。充满了智者气息的会长投影紧接着说明道：“龙鳞矿的产量异常稀少，而蒸汽帝国挖掘出的少量龙鳞矿，大部分都用来加强皇宫的防御了，这才没有在战场上使用龙鳞矿。毕竟这蒸汽帝国的国王也担心被巫师的特殊能力给暗杀。但随着蒸汽帝国开采出越来越多的龙鳞矿，他们迟早会用来强化帝国大军。而获得了黑巫师之王手中的至尊魔杖，你也就可以无视龙鳞矿的魔法抗性了。”李显胜点了点头，他也没有去思考太多，毕竟主线任务3的内容便是击败黑巫师之王，才能够获得1转试炼凭证，之后才能够继续升级，否则卡在30级没法提升，也就没法获得新的技能栏了。会长的胡须已经垂到了胸口位置，眼眸蔚蓝沧桑。我当年将黑巫师之王给封印在了黑窟的最深处，我利用的是计谋以及我的专属魔咒，否则我也无法战胜黑巫师之王。李显胜好奇询问道：“会长大人，您的专属魔咒是？”李显胜和巫师协会的会长已经抵达了所谓的禁忌区域黑窟，这里仿佛是永久性的黑夜，阴风阵阵，四周有莫名的哭声。李显胜感觉自己被无数双眼睛盯着似的。高空之中漂浮着大量的人类头骨，这些头骨聚合在一起，宛如一片片渗人的云朵。一轮妖冶血红的怪异圆月凝固至天幕之上，在不断的淌血，化作一道血水瀑布浇灌而下。李显胜还看到了大量的鬼魂、幽影、冤魂，以及种种不可名状、难以描述的诡异生物。会长一边开口，一边举起了手中的褐木法杖，法杖顶端散发出了赤白耀眼的圣洁光芒，宛如一轮白色的烈阳，将周围逼近过来的各种诡异生物给全部驱散。我的专属魔咒名为真理天平，当年至尊魔杖实际上是在我手中，我利用了计谋，布置了一个局，让黑巫师之王得到了至尊魔杖。在真理天平魔咒的效果下，有获得就必须付出对应的代价。黑巫师之王获得了至尊魔杖，成为了至尊魔杖的真正主人，而代价便是他将被永久性的封印在黑窟深处。这
便是我的专属魔咒，真理天平。李显胜内心感叹道：“不愧是紫色位阶的传奇巫师，巫师协会的会长。他的专属魔咒比白蛇巫师的专属魔咒要强出了数个档次啊！那个左脸有着蛇形纹路的巫师，专属魔咒的效果只是能够召唤出一条白蛇魔物，而会长的专属魔咒利用的好，则可以永久性的封印黑巫师之王。不知道黑巫师之王的专属魔咒又会有什么效果？”随着会长的头影高举法杖，无穷无尽的白色圣光绽放开来，将一整片区域给彻底照亮。一条通道出现在了李显胜面前，那是一条螺旋向下、深不见底的阶梯。会长的头影说道：“这就是进入黑窟深处的道路。当你击败黑巫师之王时，我的专属魔咒真理天平就会生效。黑巫师之王获得了战败，代价便是他必须帮助我们对抗蒸汽帝国，并且不得对我们做出任何的恶意举动。黑巫师之王从未战败过，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只能够设计将其封印而已。因此，战败对他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事物。”李显胜听懂了，也就不再迟疑，毕竟自己有着无限蓝量，加上无冷却时间的护盾，根本就不用担心发生意外。李显胜对小轩说道：“要想让会长的专属魔咒生效，我就必须单独击败黑巫师之王。之后，我和黑巫师之王的交战中，你就不用给我施加单体祝福了。”小轩以灵体状态点了点头。李显胜跳入了面前的深洞，也就是这条无限螺旋向下的阶梯。警告：你已抵达黑窟深处，此为禁忌区域。李显胜发现会长的头影没有跟着下来，不知道是会长刻意的行为，还是说被黑巫师之王给驱逐了。毕竟这只是会长的一道投影而已。李显胜看到了盘坐在无数尸骸之上黑巫师之王。黑巫师之王，位阶紫色，等级30级，生命值3万，魔法值10万，基础属性力量30，体质50，敏捷30，智力270，魔法攻击700，双防230，技能无法窥探。介绍：被封印在黑窟深处，黑巫师之王持有至尊魔杖，是无数巫师的梦魇。第36章龙鳞矿。李显胜惊讶道：700点的魔法攻击，看来是至尊魔杖对他的魔攻加成，否则紫色位阶的生物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的魔法攻击。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我现在相当于拥有了无限的护盾值，击败这黑巫师之王属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黑巫师之王披着一身破破烂烂的黑袍，衣袍上沾染着凝固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的暗红血迹，他看上去异常的丑陋怪异，皮肤灰白，宛如死人的皮肤，嘴唇、鼻孔、双眼、双耳都被血色的丝线给缝了起来。其右手持握着一柄散发出可怕气息的法杖，这自然是所谓的巫师世界的圣器至尊魔杖了。这至尊魔杖竟然是活物，仿佛是一个人缩水之后只剩下一截骨骼，然后被干枯的皮肤包裹着似的。因此这至尊魔杖有着一个干瘪的缩水皮包骨一般的头颅，其双眼还在转动，死死地盯着李显胜。化作灵体的小轩忍不住有些颤抖，实在是黑巫师之王加上至尊魔杖散发出的气息太瘆人了。黑巫师之王一挥手，会长的头影便出现在了此处，不过被无形的力量死死地禁锢住，无法动弹。而会长的头影也没有丝毫意外的表情，缓缓出声道：“我们又见面了。”黑巫师之王暴怒道：“你设计布局，让我成为了至尊魔杖的真正主人，然后靠着专属魔咒的力量将我封印了几十年，如今竟然主动送上门找死！你的胆子还是这么小，只敢派出一道投影。如果你的本体抵达这里，此时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会长的投影开口道：“我是来和你进行一个交易的，你如果能够战胜白猫头鹰，那么我就解除你的封印，让你恢复自由。如果你战败了，那么你就必须将至尊魔杖交给白猫头鹰。在我的专属魔咒效果下，你无法违约。”黑巫师之王抬头看了一眼李显胜，李显胜从容不迫，沉稳平静，甚至还有些欣喜。李显胜欣喜的是，完成这个主线任务，自己不仅仅可以获得至尊魔杖，还能够跳过一转试炼，可以继续提升等级。黑巫师之王笑道：“如今我持有至尊魔杖，并且被封印的几十年里，我的魔力也在不断的增长。而这称号为白猫头鹰的巫师，真实年纪才18岁。我作为巫师世界的顶尖天才，活了354年，加上至尊魔杖，怎么可能被一个18岁的小子击败？”李显胜不耐烦道：“别废话了，我会饶你不死的。我的目的只是至尊魔杖而已。”李显胜当然不会杀死黑巫师之王，毕竟主线任务的要求是击败对方，让对方加入自己的阵营，对抗蒸汽帝国。而李显胜如今已经具备击杀黑巫师之王的力量了。狂妄！黑巫师之王感觉有些不对劲，他认为自己又掉入了老对手设计的圈套中，正如几十年前被他给强行封印一样。
但黑巫师之王不相信自己会败给一个只有18岁的年轻巫师，他可以看穿别人的真实年龄。会长的本体此时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他用的是阳谋，黑巫师之王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与此同时，在蒸汽帝国国王的命令之下，帝国一半的军力通过已经开辟出的安全航道，大量的运输向东大陆，另外一半军力则负责镇守本土，并且如今蒸汽帝国皇宫的核心区域墙壁上已经覆盖了一层蓝色的龙鳞矿，而剩余的龙鳞矿则被存放在了帝国舰队之上。处于紫色品质铁甲舰之上的德鲁伊玩家张希，此时经过舰船上的牢房，牢房内是一个个被折断了手脚的巫师，而大量的工匠则在极其紧迫的时间内将龙鳞矿给贴合在战舰表面。大型运输船之上停满了钢铁战车、浮空艇、蒸汽战机，此时工匠也在用龙鳞矿来强化这些科技产物的装甲。张希身穿墨绿色长袍，出声道：这一次帝国动用了一半的军力，再加上大量的龙鳞矿攻打巫师协会总部，那个恐怖的法师玩家就算是再逆天，面对这龙鳞矿也将失去一大半的威胁。毕竟覆盖上了龙鳞矿后，最少也能够提供100点的魔法防御，如果龙鳞矿装甲的厚度足够厚，甚至能够提供200点的魔法防御。他本身就是法师玩家，到时候估计都没法破开帝国大军的魔法防御。就是这龙鳞矿的产量也太少了，把整座西大陆都给翻了一个遍，也只挖出这么点的龙鳞矿。在已经占领的东大陆版图中，也没有找到任何龙鳞矿的痕迹。龙鳞矿呈现出蓝色，表面有着龙鳞般的奇异纹路。这个世界存在着巨龙生物，巨龙的鳞片能够抵御绝大多数的魔法。而德鲁伊玩家张希靠着强大的实力，很快就成为了一个职位不低的帝国军官。他此时得到了最新的情报，什么？东大陆的最大龙鳞矿脉就在巫师协会总部的正下方。这是刚刚从活捉的巫师口中拷问出来的情报。这巫师协会还将东大陆其余区域的全部龙鳞矿都给搜集了起来，封存在了巫师协会总部。如此一来，我们根本没法在东大陆挖出一丁点的龙鳞矿，只能是在武装上龙鳞矿装甲后，直接攻打巫师协会总部。黑窟深处，李显胜和黑巫师之王的厮杀开始了。李显胜为了实现单独击败黑巫师之王的目标，因此他没有使用王璐炼制的火焰药剂、智力药剂，也没有让小轩给自己施加单体祝福技能。黑巫师之王举起手中的至尊魔杖，这至尊魔杖说不出来的邪性，仿佛是将一个活人给最大程度缩水形成的人干。因此最顶端是一颗覆盖着干枯人皮的人类头颅。此刻那至尊魔杖顶端的干枯人头口部张开，内部涌出了无穷无尽的鲜血，化作汹涌的浪潮，朝着李显胜拍击过去。第37章获得至尊魔杖。李显胜给自己套了护盾技能，他被大量的鲜血汪洋所淹没，遭受到了超过5000点的伤害，并且这还是持续伤害魔咒。5000点的伤害值固然恐怖，但在李显胜面前还是不够看，毕竟他已经拥有了无限的护盾值。李显胜挥舞黑龙法杖，疯狂地使用藤蔓缠绕技能，每1秒钟过去，地面上都有1000条藤蔓钻出，朝着黑巫师之王伸去。黑巫师之王使用了类似瞬移的能力，规避开了大量的翠绿树藤，但很快黑窟深处就钻出了上万、10万数量的翠绿藤蔓。李显胜只用了1分钟就制造出了6万条藤蔓，这些藤蔓都有自己的独立血条，并且血条很厚。黑巫师之王根本无处可躲，被大量的藤蔓淹没。但下一秒，一条狰狞的火蛇从藤蔓中钻了出来，他靠着至尊魔杖的恐怖加成，大面积的焚烧翠绿树藤。唰！在小轩的视角中，李显胜头顶浮现出加2000的蓝色字样，这是每秒回魔加2000点。李显胜亏空的蓝条瞬间回满，小轩激动不已，暗自想到：我的回魔祝福技能只能给队长施加每秒回魔加13点的增幅而已，而队长提升到了30级，领悟的是回魔技能竟然可以每秒回魔2000点。要知道队长的魔法值上限也不到1400点而已，这岂不是相当于无限蓝量了吗？再加上队长之前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限制他的最大因素便是魔法值的不足。如今队长的唯一缺陷也已经被弥补了。也不对，队长还没有掌握解控技能，如果我获得了替友方解控的技能就好了。此刻黑巫师之王眼底浮现出强烈的忌惮，他的真实年纪只有18岁，为什么会强到这种程度？我可是持有至尊魔杖，在破坏力方面增强了1倍还多，但一交手就陷入了全面的下风。黑巫师之王看了眼会长的投影，这老对手究竟是在打什么主意？会长的投影也在观战，他也没料想到白猫头鹰变得更强了。会长的投影可以感知到白猫头鹰体内消耗干净的魔力，在短短1秒钟内便恢复到了全盛状态。黑巫师之王猛地将至尊魔杖触击地面，周围立刻出现了大量的高阶鬼魂生物。
李显胜被一群隐隐绰绰的诡异生物给包围了，但他反手使用闪电链技能，便将一大片的鬼魂给收割干净。黑巫师之王一边制造出巨大的火蛇，焚烧周围的藤蔓，一边举起至尊魔杖，指向李显胜的方向。我不可能说，我才是巫师之王！轰！至尊魔杖的顶端传射出了一道巨大的紫色闪电，持续劈在李显胜身上。李显胜的护盾值每秒都在减少5000点。李显胜使用了自己最强的攻击技能爆裂火球，出声道：至尊魔杖将是我的，如果不是会长大人要求，我会选择将你格杀在此地，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持有了至尊魔杖的我，一个人就足以击败蒸汽帝国。黑窟深处，火元素沸腾到了极致，黑巫师之王的瞳孔猛地收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每1秒钟，李显胜面前便生成了900枚赤红斑驳的爆裂火球，这可是 LV82 的 S 级技能，威力恐怖至极，相当于每1分钟，李显胜便可以制造出54000枚爆裂火球，并且它的蓝量是无限的，可以一直进行这种程度的逆天输出。轰！轰！轰！黑巫师之王被数不清的爆裂火球给淹没了，整片黑窟深处似乎都摇摇欲坠。在极短的时间内，黑巫师之王的魔法护盾便破碎了，很快他被焚烧成为了一堆灰烬。但由于黑巫师之王掌握了某种不死禁术，此刻血肉在怪异的蠕动，一点点的复生回来，没有死去。但很显然，黑巫师之王的这种起死回生能力没法多次使用，而李显胜可以一直耗到对方真正死亡。我投降！我投降！快停手，否则我真的要彻底死去了！李显胜停止了攻击，黑窟深处变得满目疮痍，炎热无比。奄奄一息的黑巫师之王双手捧着至尊魔杖，求饶道：我认输了，至尊魔杖是你的了。提示：你得到了灭法战役副本中的圣器至尊魔杖。至尊魔杖品质未知，持有要求已满足。属性：魔法攻击加400，射程加10米。特效：无视龙鳞矿的防护效果。介绍：巫师世界的圣器，这是一件受到了未知诅咒的魔杖，每一任得到它的宿主下场都很凄惨。提示：至尊魔杖为副本世界圣器，无法带出副本。李显胜握住了这看上去怪异瘆人的至尊魔杖，手感很是恶心，如同触摸着干枯的人皮一般，内部则是坚硬的人骨。李显胜低声道：可惜这至尊魔法没法带出副本，不然这高达400点的魔法攻击加成，最起码也是紫色品质中的顶级武器了，距离橙色品质只差一步之遥。实际上，李显胜自身的魔法攻击属性也只有113点而已，因为他还没有完成一转，还困在新手村中，因此只有这么点魔法攻击属性。而持有了至尊魔杖之后，李显胜的魔法攻击暴涨到了513点，魔法攻击增加了接近4倍，并且这种特殊圣器是不占用装备格的。李显胜如今相当于同时持有了2件法杖，一柄黑龙法杖，一件至尊魔杖。李显胜此刻信心暴增，至尊魔杖的特效为无视龙鳞矿的魔抗效果。蒸汽帝国所掌握的巫师的致命弱点，在我面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帝国无非就是用龙鳞矿加强蒸汽科技产物的魔法防御。此时的黑巫师之王如同一条摇尾求饶的野狗，再也没有之前的高傲和自负，似乎在害怕李显胜彻底杀死他一般。提示：你成功完成主线任务3，奖励深渊级的一转试炼凭证。第38章成功一转，400点自由属性，深渊级一转试炼凭证。效果：使用后，你将直接跳过一转试炼，获得深渊级难度试炼通关后能够得到的一切奖励。这是一枚黑红相间的奇特勋章，散发出浓郁的杀伐气息。李显胜欣喜不已，有了一转试炼凭证，我就可以继续升级，不会被卡在30级了，否则没法继续升级，也就没法获得新的技能。队伍群聊中，小轩和王璐都激动地说道：队长，你完成了主线任务3，使得我们也跟着获得了奖励。我们得到的是地狱级的一转试炼凭证，比深渊级低一阶，但哪怕是地狱级难度，也只有最顶尖的强者玩家才有希望通关。李显胜没有犹豫，立刻使用了这深渊级的一转试炼凭证。提示：你成功使用深渊级的一转试炼凭证，跳过了试炼考验内容，你已经完成了一转，个人等级上限解锁。一转之后，每升1级，4项基础属性加1点，同时自由属性加3点。升级领悟的技能库更新，通关深渊级一转试炼，奖励自由属性加400点。看着那400点自由属性的奖励，李显胜内心狂喜不已，因为深渊级一转试炼的难度太高了，使得通关之后可以获得400点的自由属性。从这深渊级的灭法战役副本中就可以看出其难度有多么夸张。玩家在进行一转试炼时是可以自主选择试炼难度的。总之，李显胜将400点自由属性
全部加在了智力属性上。如今李显胜的智力属性达到了514点，魔法值上限为2079点，同时魔法攻击也增加了近200点。智力属性、魔法攻击属性的暴涨，也就意味着李显胜的技能威力也跟着大幅度的提升。李显胜内心计算道，完成一转试炼之后，每升一级，4项基础属性加1点，自由属性加3点，加起来也就是每升一级可以获得7点属性。而通关深渊级难度的一转试炼，奖励的400点自由属性，等同于是提升57级获得的属性点加成了。小轩在队伍群聊中兴奋道，我的等级还差一些才能够到30级，因此我现在还使用不了地狱级的一转试炼凭证。但游戏论坛内就有相对应的情报，完成地狱级的一转试炼是可以获得150点的自由属性奖励。和队长你组队，简直是我这一生中做过最正确的选择。李显胜提着至尊魔杖，看着奄奄一息、血肉不断蠕动重组的黑巫师之王，询问会长道：留着他还有什么用处？杀了最好，免得出现后患。李显胜如今已经领取了主线任务的奖励，也就不在乎当初的任务内容了。反正奖励已经到手，杀了黑巫师之王，斩草除根，才是李显胜的行事作风。会长眼神闪烁，他没有预料到的是，白毛头鹰在快速的成长，已经变得更为强大了。之前他认为让黑巫师之王加入队伍，好歹也是一份强大的战力，能够在白毛头鹰魔力干涸时拖延一段时间。但现在白毛头鹰的魔力恢复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几乎是拥有无穷无尽的魔力。会长也改变了主意，在考虑彻底杀死黑巫师之王。黑巫师之王连忙磕头求饶，别杀我，我还有价值，可以用真理天平魔咒赐予我生命，代价是让我成为白毛头鹰的奴仆。黑巫师之王看向会长，祈求道，我们当年可是同窗，是同一个时期的魔法学徒，就看在当年的情面上，饶我一命吧。会长叹了口气，出声道，就使用真理天平，让他成为白毛头鹰你的奴仆吧。李显胜满脸随意，毕竟他如今强大到了足以碾压副本内的一切生物的程度，杀不杀黑巫师之王都不重要。会长使用了其专属魔咒真理天平，黑巫师之王得到了新生，代价是成为了李显胜的奴仆，必须听从李显胜的命令，不得心生一丝一毫对主人的恶意。提示：副本人物黑巫师之王已成为了你的奴仆。失去了至尊魔杖的加成后，黑巫师之王的魔法攻击掉到了300点，和会长的魔法攻击属性接近。会长再一次的使用了传送法术，带着李显胜和黑巫师之王回到了巫师协会的总部。另外2位传奇巫师惊恐万分，怎么把这魔王也给带回来了？发生了什么事情？难不成这魔王也暂时加入了我们，一起对抗蒸汽帝国？还有至尊魔杖，如今已经落入到了白毛头鹰的手中。会长迅速解释道，曾经的黑巫师之王已经败给了白毛头鹰，我使用了专属魔咒真理天平，因此没有彻底击杀黑巫师之王，留了他一命，让他成为白毛头鹰的奴仆。另外2名传奇巫师倒吸了一口气，看向李显胜的眼神满是敬畏。真是不可思议，白毛头鹰的真实年纪明明才18岁，并且拥有了至尊魔杖，白毛头鹰将能够无视蒸汽帝国的龙鳞矿装甲。奇迹再一次发生了，我们并非没有获胜的希望。黑巫师之王卑微道，尊敬的主人，这是我最珍贵的巫师魔典，献给主人。提示：你获得了黑巫师之王的知识秘典，已将其兑换为同等价值的 A 级技能书。这是一本 A 级的球状闪电技能书，能够释放出一团球状闪电，造成范围性的雷电属性伤害。李显胜内心想到，毕竟只是30级的副本，因此看上去位格很高的黑巫师之王，其巫师魔典兑换之后也只是 A 级技能书而已。但不碍事，我的战场积分可都还保留着，没有兑换成奖励。等彻底通关了这个副本之后，总的累积的战场积分绝对够兑换出 S 级的技能书，甚至是不止一本。并且 B 级的闪电链技能如今也显得很鸡肋了，可以将其更替为 A 级的球状闪电。毕竟满级的闪电链也只能是穿梭1500次而已，而我的爆裂火球技能击杀目标的数量远远超越了闪电链，闪电链技能变得可有可无了。第39章任务刷新海上战役。提示：将 B 级闪电链的技能熟练度转移到 A 级球状闪电上，需要花费5000铜币，已成功消耗5000铜币，技能熟练度转移完毕。你已遗忘了 B 级闪电链，更换为了 A 级球状闪电技能。球状闪电 LV68 A 级，释放出7团球状闪电，在落点处造成半径4米的雷电属性持续伤害。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威力越大。瞬发技能射程 17.5 米，消耗110点魔法值，冷却时间3分35秒。天赋加成，释放出700团球状闪电。李显胜分析道，球状闪电和爆裂火球虽然都是范围攻击，但也有不同。爆裂火球属于是在落点处爆炸，
造成一次性的火焰溅射伤害。而球状闪电则不会瞬间炸开，而是会保持前行一段距离，在这个过程中持续的对周围的敌人造成雷电属性伤害。说白了，一个是单次伤害，另外一个是持续性的伤害。这两个技能自然是爆裂火球更强，毕竟这是 S 级的技能，威力异常巨大。品质越高的技能，升级需要的熟练度也就更多，因此技能熟练度转移之后，球状闪电技能也只是提升到了 LV68。李显胜握着至尊魔杖，开口询问会长道：“这至尊魔杖上似乎有着未知的诅咒，会让每一任持有者获得凄惨的下场。”会长解释道：“无需太担心，你只需要短时间持有至尊魔杖就行，只要不是长时间的持有，这魔杖上的未知诅咒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并且白猫头鹰你如今的实力如此强大，已经足以改变运势，不用顾虑所谓的诅咒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诅咒都只是泡影。”黑巫师之王此刻讨好似的说道：“主人，他说的没错，以我的实力都可以驾驭这至尊魔杖，更别提是至高无上的您了。”看着曾经的黑巫师之王，如今一副谄媚的模样，另外两个传奇巫师嘴角抽动。要知道当年黑巫师之王可是巫师协会最大的敌人，差点彻底摧毁了巫师协会。黑巫师之王是每一个巫师内心的梦魇，是恐惧的化身，曾经有大量的黑巫师选择加入他的麾下。如今的黑巫师之王在李显胜面前显得像是一条讨好主人的哈巴狗。会长浑身上下散发出莫名的智者气息，他的那一道弱小的投影已经散去了。会长出声道：“白毛头鹰得到了至尊魔杖的情报，就只有我们几个人清楚，绝对禁止泄露出去。如此一来，蒸汽帝国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加装的龙鳞矿护甲便彻底失去意义了。出奇制胜也能够增加胜率。”会长接着说明道：“我使用了探查魔咒，得知了敌人的下一步行动。蒸汽帝国派出了一半的军力，以及帝国最强大的王牌舰队，正朝着巫师协会总部赶来，大概有着17个小时的航程。而上次的白蛇之城战役中，帝国投入的军力甚至不到1%，而这一次则是帝国一半军力的庞大军团。”黑巫师之王恭敬地对李显胜说道：“主人为真正的巫师之王，再加上至尊魔杖的增幅，哪怕是面对帝国的王牌舰队，也可以轻松推平。任务栏已解锁，主线任务4：击退帝国海军的攻势，赢下海战，奖励紫色装备乘1。主线任务失败，则自身属性永久负 30%。如今李显胜获得了无限的蓝量，加上一转试炼之后的400点自由属性加成，以及至尊魔杖的增幅，他完全可以碾压帝国海军。无尽汪洋之上，紫色品质的巨型铁甲舰内部，德鲁伊玩家张希正在和一位背负着沉重狙击枪的女玩家交谈。这是一个隐藏职业，枪械师能够使用热武器，枪械师职业的射程极远，而梁文装备的还是一柄蓝色品质的狙击枪。梁文有着黑色短发，穿着一身棕色的枪械战术服，露出雪白丰腴的大腿，显得干练飒爽，同时五官精致。张希出声道：“竟然是枪械师职业，这可真是少见。枪械师的射程比弓箭手和法师要远不少，但脆皮程度则比弓箭手和法师还夸张，基本上被近身之后一碰就碎。同时，这种热武器的掉落概率小到了极致，更别提是热武器中的狙击枪了。”梁文的战术服上有着大大小小的弹匣，白皙的大腿侧面还绑着一柄战术匕首。梁文开口道：“海面舰队上的玩家中，就我们2个算是强者，其他的都只是炮灰。我打算狙杀那个敌对阵营的法师玩家。”张希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没开玩笑吧？狙杀那个敌对阵营的法师，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我倒是选择成为战舰的主炮手，操控主炮进行疯狂的轰击，倒是有不小的概率可以击杀那个敌对法师。”女狙击手取出了一枚紫色品质的穿甲弹：“这就是我的底气，这可是我花了巨大的代价才获得的紫色品质的穿甲弹。”张希回应道：“我劝你还是和我一样，靠着强大的实力成为战舰的主炮手。这些紫色品质的巨型铁甲舰可都准备覆盖上一层龙鳞矿装甲，并且还是极其厚的龙鳞矿装甲，可以加成200点的魔法防御。”这时两人的主线任务也更新了，主线任务为赢下海战，同时还刷新出了一个终极任务：狩猎敌对阵营的法师。任务完成，奖励一本 S 级技能书加一件橙色品质的装备。张希和梁文瞪大了双眼，这奖励也太夸张了，但奖励越高，对应的风险也就越恐怖。同时，这些蒸汽帝国阵营的玩家，如果主线任务失败，也会有严重的惩罚。张希看着巨型铁甲舰的属性，以及战舰表面覆盖着的一层蓝色龙鳞矿装甲，便感到安全感十足。巨型铁甲舰，品质紫色，耐久度15万，物理攻击450，物理防御250，魔法防御280，射程400米。介绍：
覆盖着龙鳞矿装甲的巨型铁甲舰，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巨物，是蒸汽帝国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之一。第40章，亡灵号。西大陆蒸汽帝国皇宫，皇宫之下是一座地窟监牢，这里关押了大量的巫师，甚至有白袍巫师被活捉了。戴着晦暗金色王冠，披着华贵黄袍，一头金发的国王跟着一个身姿曼妙的女人行走在监牢之中。那妩媚妖娆的女人是国王的皇后，但她却穿着一身类似于科研服的白色衣物，戴着白手套，手上、衣服上沾满了新鲜的血液。皇后出声道：“陛下，我拷问出了最新的情报，事关重大，和龙鳞矿有关。”国王神情严肃：“什么情报？”皇后身材前凸后翘，但仔细看去才能够发现她的大部分身体都更换成为了银色的金属机械。我在尝试解剖白袍巫师，想挖出魔法的根源秘密时，其中一个白袍巫师说出了一则关于黑巫师之王的情报。黑巫师之王被封印在黑窟深处，他持有一件至尊魔杖，而至尊魔杖可以大幅度强化持有者的魔力，同时能够无视龙鳞矿的防护。国王皱眉道：“什么？可以无视龙鳞矿的防护，岂不是意味着敌人很可能去黑窟夺得至尊魔杖？我的大军才刚刚覆盖上龙鳞矿装甲没多久，如果白蛇之城战役中那战力可怕的巫师得到了至尊魔杖，岂不是能够威胁我的舰队？”此时的蒸汽帝国皇宫，其核心区域已经用龙鳞矿融入到了墙壁之中。在此之前，国王一直认为这是固若金汤的防御，而如今国王很难安心了。皇后的解剖室已经肢解了2个白袍巫师，她补充道：“陛下，我通过解剖白袍巫师，对于这所谓的魔法有了更深的体会，或许可以将其融入到我们的蒸汽科技之中。当然了，魔法知识异常繁杂晦涩，但我们可以活捉巫师，然后再通过我的研究将魔法知识进行简化。”国王赞赏道：“很好，继续你的研究。”之后，在这地下监牢响起了一阵阵的靡靡之声。巫师协会总部，药剂师王璐在队伍群聊中说道：“这里简直就是我刷技能熟练度的圣地，足够安全，并且巫师协会内有着大量的超凡药材，可以供我免费使用。再加上我的 S 级药剂宗师天赋，炼制药剂的速度加5倍，药材的消耗负5倍。现在我已经可以炼制出蓝色品质的智力药剂火焰药剂了。蓝色品质的智力药剂可以临时增加80点的智力属性，而火焰药剂可以增加25%的火焰属性伤害。”李显胜在群聊中回应道：“我如今最强的便是爆裂火球技能，这蓝色品质的火焰药剂对我的增幅很明显。”巫师协会的会长挥了挥手，众人面前便出现了一幅虚幻的画面，那是正朝着巫师协会总部航行而来的帝国舰队。虚幻画面中的场景让黑巫师之王都面露忌惮。海面之上密密麻麻超过5万艘的船舰，当然了，其中一些是战舰，另外一部分则是运输船，加起来的数量超过了5万艘，并且那些运输船上停满了钢铁战车、浮空艇以及更为稀少的蒸汽战机。李显胜还能够从画面中看到，舰队的核心位置有着50多艘紫色品质的巨型铁甲舰，并且这些巨型铁甲舰的表面大部分都覆盖上了一层蓝色的龙鳞矿。大量工匠还在不断的赶进度，为巨型铁甲舰加装龙鳞矿护甲。小轩惊呼道：“绝大部分都是蓝色品质的战船，还有50艘紫色品质的巨型铁甲舰和50多架紫色品质的蒸汽战机。这些战机看上去是一只庞大的鸟类，体积比浮空艇大了10倍。”会长语气凝重道：“巫师协会总部的正下方有着东大陆最大的龙鳞矿脉，当初确定总部的位置时，我就考虑到了这一点。而这座城市是临海的地理位置，不仅仅是帝国海军，还有庞大的地面军团也会在同一时间包围巫师协会总部。”李显胜自信道：“会长大人，你们只需要能够守住巫师协会总部就行了。我将独自对抗蒸汽帝国的海、陆、空3大军团，你们只要能够守住巫师协会不被破坏，就算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因为我的护盾能力只能够保护我自身。”黑巫师之王连忙说道：“主人，我也可以加持面前的这座庞大阵法，进入关键节点中，从而强化巫师协会总部的防御屏障。”李显胜点了点头：“你就留在巫师协会总部，强化防御结界，其他的都交给我就行了。我如今持有至尊魔杖，敌人的龙鳞矿护甲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李显胜可惜地想到，如果我掌握有水系魔法，那么打海上战役将会占据环境因素的加成。不过也不碍事，这蒸汽帝国的庞大军团都将成为我的战场鸡粪。会长摘下了戴着的白色尖顶巫师帽。我巫师协会其实也有一支小型的舰队，并且属于是超凡船只，不过数量很少，只有10艘。李显胜升起了兴趣，带我去看看。我可以选择骑着飞行扫帚和帝国海军厮杀，也可以考虑乘坐一艘超凡船只进行海上战役。巫师协会总部所在的城市是东大陆最庞大的城市，并且还是临近海洋的地理位置。
因此帝国的海军靠近之后，可以直接炮击到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拥有800万的人口，在这之前，商业繁荣，贸易往来不绝。会长使用传送魔法，李显胜等人便出现在了一艘超凡船只之上。亡灵号，品质紫色，耐久度10万，魔法攻击350，双防200，技能超凡主炮，防御屏障，亡灵船员。介绍：这曾经是一艘海上幽灵船，被巫师协会的会长进行魔法加持后，变得更为强大，能够招募亡灵船员作为自己的手下。总共是10艘超凡船只，但其他9艘都是蓝色品质，只有亡灵号是紫色品质。亡灵号是一艘25米长的木质帆船，有着3根高耸的桅杆，挂着3面大小不一的风帆。第41章主动出击。亡灵号上覆盖着大量的青苔，并且有着一只只的亡灵鬼魂骸骨船员。只要这艘亡灵号不被彻底破坏，那么这些亡灵船员便不会死亡。亡灵号的甲板上有着一门8米长的漆黑主炮，表面雕刻满了奇异繁杂的魔法标识。会长开口道：你不需要自己驾驶这艘亡灵号，船上的鬼魂船员可以自行驾驶，并且这是超凡船只，不会被海浪淹没，就算是被淹没，也可以一次次的重新上浮起来。李显胜思索了几秒，站在亡灵号的甲板上，出声道：我担心的是，等帝国海军抵达时，巫师协会总部会被敌人的海、陆、空3大军团围攻，到时候我自身没事，但巫师协会总部的防御屏障却被打破了。巫师协会总部被敌人的炮火荡平，该怎么办？李显胜身处巫师阵营一方，如果最后巫师阵营战败，他会被抹杀处罚。如何判定战败？巫师协会一方的人全部被屠杀干净，是否会被直接判定为战败？李显胜可以不敢赌，因此他开口道：我打算现在就驾驶这艘亡灵号，主动去迎击帝国海军。如此一来，巫师协会总部就不会处于帝国海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巫师协会总部的压力也就会小很多。而我也可以毫无顾忌，不用担心家被偷了，能够从容不迫地摧毁帝国舰队。正常的情况下，帝国舰队还需要1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抵达巫师协会总部附近的海域，再加上蒸汽帝国需要调度大量的地面军队，这又需要一段时间。而李显胜不打算等敌人杀上门了，他选择出奇制胜，主动反杀过去，在浩瀚汪洋之上终结帝国的王牌舰队。会长担忧道：你长时间的连续作战，中间休息的时间很少，能够支撑住吗？黑巫师之王也谄媚道：对啊，主人，不妨休息一段时间，我也能够强化巫师协会总部的防御屏障，不至于被敌人的炮火摧毁掉。李显胜回应道：我几乎没什么疲惫感，顶多就是挥舞几下法杖而已，更多的反而是亢奋。李显胜兴奋的是，完成这个深渊级难度的副本之后，肯定是可以得到 S 级技能书的，甚至还有可能获得 SS 级的技能书。技能的品质越高，在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的加成下，也就越恐怖，并且他还可以获得一次技能觉醒的权限。李显胜最后笃定道：我已经做出决定了，现在就驾驶亡灵号主动迎击帝国舰队。对了，有食物吗？李显胜的确有一些饿了，他只想着囤积各种药剂，但忘了购买增加饱腹值的食物。会长连忙说道：当然有，我亲自去给你拿。巫师协会总部内就有最顶级的厨师，同时我还会检查食物是否有被下毒的情况。李显胜的决定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那可是帝国最强大的王牌舰队，李显胜不但毫无畏惧，反而选择主动反杀过去，这是其他几个传奇巫师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小轩如今都有些麻木了，在他看来，队长的决定无论有多么疯狂，最后都能够彻底碾压敌人。一个30级的精英玩家，在面对蓝色品质的铁甲舰时，都毫无应对的方法，只能选择规避，根本不可能打破铁甲舰的防御。而李显胜需要面对的是庞大的海上舰队以及大规模的空中部队，类似之前白蛇之城战役中的紫色 BOSS， 这支帝国舰队中有100多架，并且还覆盖了一层龙鳞矿护甲。药剂师王璐将新炼制的药剂赠送给李显胜。提示：你的好友王璐已赠送蓝色品质的火焰药剂、智力药剂、回魔药剂乘200。半小时后，李显胜便独自乘坐亡灵号，也不是独自，还有化作灵体的小轩以及几十个亡灵船员一同出海了。至于航行方向，这个当然不用担心，会长给了李显胜帝国舰队的坐标。李显胜坐在亡灵号的甲板上，看着自己离陆地越来越远。当然了，他也得到了飞行扫帚道具，就算亡灵号被摧毁，他也可以浮空飞行。小轩以灵体姿态盘踞在李显胜头顶上方，指着亡灵号的风帆道：这就是所谓的超凡船只，相当于是具备魔法的船，明明没有风势，也没有洋流推动，但航行速度却这么快。李显胜看了一眼海面，他们非但没有顺着洋流前行，
反而是逆流航行，这根本就不符合物理规律。但这是超凡船只，不科学才是正常的，毕竟是紫色品质。几十个亡灵船员中，绝大部分都是绿色品质，只有一个是蓝色品质。但这些都无所谓，只要他们能够驾驶亡灵号就行。之后便是枯燥的航行时间了。李显胜进入了船舱之中，享用着存放进入系统背包的食物。小轩也解除了附身天赋，吃着美味的食物。小轩的吃相很文静，眼眸都在放光，这也太好吃了吧！这就是魔法世界的特产食物吗？感觉像是在旅游一样。9小时之后，蓝色品质的亡灵船员是一具人类骸骨，脸上的窟窿里还有着蠕动的蛆虫。他敲响了李显胜的房门。船长大人，已经可以看到帝国舰队的轮廓了，敌人估计也已经发现了我们。李显胜翻身而起，他睡了7、8个小时，毕竟亡灵号有着防御屏障技能，不至于被偷袭。李显胜披着一袭白袍，手持邪性至极的至尊魔杖走出了房间。小轩也重新附身在了李显胜身上。李显胜登上甲板，看到远处的天幕之上弥漫着滚滚黑烟。虽然李显胜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亲眼目睹这支5万数量的庞大舰队时，视觉冲击力依然十分强烈。第42章，帝国舰队。李显胜的面前是数量超过5万艘的庞大舰队，这些以蒸汽为动力的产物有着巨大的污染，一根根高耸的烟囱顶端毫无止境地涌出浓郁至极的黑烟，一眼望去根本就看不到舰队的边际，因为太庞大了，并且其中铁甲舰的体积已经很巨大了，但实际上运输船的体积却更大。运输船上停满了钢铁战车、浮空艇、蒸汽战机，同时还有大量的帝国士兵。哪怕是拥有不死特性的亡灵船员，看到了如此恢宏壮阔的场景，都吓得不断发抖。双方的对比宛如巨龙和微不足道的蝼蚁。李显胜提着邪性诡异的至尊魔杖，对蓝色品质的大副说道：“你将亡灵号开到远离战场的区域，我会独自对抗帝国舰队。”看上去就是一具人类骷髅，戴着海盗帽，腰间挂着西洋剑的大副颤颤巍巍地回应道：“这就是船长你口中的敌人？我没有理解错误吧？船长，你要独自对抗一整支的帝国舰队，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出海前也没告诉我们是这么个目的啊！”李显胜可没时间听着亡灵船员废话，取出了飞行扫帚道具，往其中注入魔法值，便可以浮空飞行了。并且会长还给了李显胜一件传送道具，在脱离战斗的情况下，可以传送回巫师协会总部。李显胜骑着飞行扫帚浮空而起，使用了一瓶蓝色品质的火焰药剂——智力药剂。提示：你已使用火焰药剂、智力药剂，火焰属性伤害正 25%， 持续时间1小时，智力乘80点，持续时间1小时30分。而敌人也发现了李显胜。一艘紫色品质的巨型铁甲舰内，有着一位年迈的舰队指挥官，他同样是穿着华贵至极的军服，左胸口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军功勋章。一名帝国士兵迅速说明道：“指挥官阁下，前方出现了一个白袍巫师，看上去异常年轻，不是之前情报搜集中的任何一个白袍巫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那个覆灭了白蛇之城战役中全部帝国军队的恐怖巫师。”年迈的指挥官先是惊讶，随后又恢复了平静，没有选择在巫师协会总部打防卫战，而是主动前来迎击舰队。指挥官通过望远镜看到了李显胜手中持握着一柄怪异至极的魔杖，这就是国王在情报中提到的至尊魔杖，能够无视龙鳞矿的防护。敌人竟然真的获得了至尊魔杖！我们在巨型铁甲舰和蒸汽战机上覆盖的龙鳞矿装甲已经无效了，将我的命令吩咐下去，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攻击。指挥官所在的核心驾驶室内还有着一套高强度的龙鳞矿盔甲，这是专门给指挥官打造的，但现在也成了废品。李显胜可以看到，庞大规模的帝国舰队迅速分散开来，摆出战术阵型，并且运输船上的一架浮空艇纷纷升空而起。帝国舰队内有着150多个敌对阵营的玩家，他们此刻亢奋无比，因为击杀李显胜可以获得一件橙色品质的装备，外加一本 S 级的技能书。这些玩家在之前的时间中，通过展示自身的实力，获得了不低的职位，少数几个甚至当上了铁甲舰的炮手。德鲁伊玩家张希坐在了火炮操控台前，兴奋道：“这也太自大了，竟然主动杀上门来。”不过仔细一想，这其实是正确的战略，因为直接省略掉了地面军队的围攻，只剩下了空军和舰队可以发挥战力。只要能够操控这紫色品质铁甲舰的主炮，轰杀那个恐怖的法师玩家，我将一步登天，获得夸张的奖励。女狙击枪手梁文则乘坐上了一架紫色品质的蒸汽战机，架起了他的沉重狙击枪，将一颗珍贵的紫色品质穿甲弹给装填进入了弹仓内。我只有一次机会，这穿甲弹只有1颗，我需要抓住那个法师玩家一刹那的破绽，一击致命。其他的蒸汽帝国阵营玩家更多的也是兴奋和激动，因为帝国舰队实在是太强大了。
李显胜虽然团灭了白蛇之城内的全部帝国军团，但现在可是帝国一半的军力，是王牌舰队，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强度。而巫师协会总部内，会长使用了投影魔法，能够清晰地查看战场画面。黑巫师之王开口道：“区区帝国海军，在我伟大的主人面前，都是一群土鸡瓦狗。”他自身是体会过李显胜的强大的，因此叫主人叫得十分自然熟练。药剂师王璐也在一旁通过会长的投影魔法盯着战场画面。李显胜浮空而起，能够看到敌军的阵营之中，绝大多数都是蓝色品质的铁甲舰，其中夹杂着50多艘紫色品质的巨型铁甲舰，长度为250多米，主炮的炮管都有25米长，并且这些巨型铁甲舰的表面泛着蓝光，都覆盖上了一层龙鳞矿护甲。铁甲舰品质蓝色，耐久度5万，物理攻击250，物理防御200，魔法防御60，射程200米。介绍：普通铁甲舰有着充沛的动力，船身架构为坚硬的钢铁，极其难以被摧毁。巨型铁甲舰品质紫色，耐久度15万，物理攻击450，物理防御250，魔法防御280，射程400米。介绍：覆盖着龙鳞矿装甲的巨型铁甲舰，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巨物，是蒸汽帝国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之一。不同方向上的铁甲舰，其炮管纷纷对准了李显胜。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下，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接连响起。李显胜给自己挂了护盾技能，因此浑然不惧。但他惊讶地发现，这些炮弹很奇怪，并非是正常的火药炮弹。砰砰，这些特殊的炮弹飞到高处后就自动炸开，内部弹射了一张巨大的补网，并且这补网的覆盖面积很大，竟然还是蓝色品质的。而巨型铁甲舰射出的补网炮弹，内部弹射出的补网则是紫色品质的材料，因此这些补网的强度极高，异常坚韧，具备耐火、耐切割的特性。第43章麻醉毒气。李显胜瞬间就被大量的补网给笼罩在内。指挥官通过望远镜观察战场，出声道：“之前的白蛇之城战役中，那位将军虽然被杀死了，但他临死之前，通过无线电通讯设备将这恐怖巫师的情报给传递了出来。他不愧是帝国的军人，不惧死亡，为帝国做出了最后的贡献。”蒸汽帝国掌握着极其简陋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但限制很大，并且通讯范围有限。在这无尽汪洋之上，帝国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也就没法和皇宫进行联系了。指挥官神情自信：“我已经得知了这恐怖巫师的相关情报，自然会针对其能力进行提前准备。他有着强大的护盾能力，可以免疫大量的炮火，那我就用最坚韧的补网限制其行动。”李显胜被层层叠叠的高强度补网给笼罩在内，因为这飞行扫帚的速度有限，但他略微抬起至尊魔杖，释放爆裂火球技能，哪怕是紫色品质的补网都在迅速断裂。李显胜不屑道：“这些补网也就只能够限制我几秒的时间而已。我一转之后，可是获得了400点智力属性，加上至尊魔杖400点的魔攻加成。敌人的一切计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只是临死前的挣扎罢了。”小轩也在第一时间给李显胜施加了全部的单体增幅技能。李显胜刚刚撕裂开重重补网，便看到另外一种特殊的炮弹朝着自己密集轰炸而来。这些炮弹炸开之后，弥漫出了一片幽绿色的烟气。李显胜出声道：“这是毒气炸弹，用补网限制我的移动，然后用毒气来攻击我。我的护盾只能抵抗伤害，但没法抵御负面效果，这多半是能够将我控制住的毒气。”指挥官见到李显胜被浓郁的麻醉毒气淹没，兴奋地大笑起来。护盾魔法又如何？这可是超高浓度的麻醉毒气，连大象都坚持不了几秒，更别提是一个巫师了。只要将其麻醉，他就算是有再恐怖的魔咒，也无法施展出来，和待宰的羔羊有什么区别？李显胜看到高空中的浮空艇也在不断地喷洒出麻醉毒气，半边天幕都被渲染成了幽绿色。敌对阵营的玩家们激动不已，这么大剂量的麻醉毒气，除非是有着高品质的解毒药剂或者是解控技能，才能够摆脱被麻醉的结局。可他连新手村都没出去，新手村里哪里有渠道让他获得高品质的解毒药剂？再加上整座战场都覆盖满了麻醉毒气，一瓶两瓶解毒药剂根本无济于事，只能支撑一小段时间。帝国士兵、敌对阵营的玩家都提前戴上了防毒面具。巫师协会总部，一众白袍巫师紧张至极。会长出声道：“这种范围的麻痹毒气，连我也只能是通过传送魔法逃离，而白毛头鹰他并不曾掌握传送魔法。”王璐激动地一拍大腿：“这特么不是赶巧了，我提前给队长提供了一大批的蓝色品质药剂，其中就有解毒药剂，我立大功了呀！”当初李显胜和王璐第一次相遇时，这家伙摆摊的药剂有3种，
分别是回魔、解毒、壮阳药剂。如今在大量药材的供给之下，王璐不断炼制药剂，刷技能熟练度，使得他已经可以炼制蓝色品质的解毒药剂了。在敌人兴奋至极的氛围之中，李显胜使用了解毒药剂，从一片麻醉毒气中冲了出来。提示：你已使用蓝色品质的解毒药剂，成功解除自身的麻痹状态，持续时间3分钟。李显胜自语道：这麻醉毒气的浓度和覆盖范围太夸张了，导致我使用了蓝色品质的解毒药剂之后，都只能解毒3分钟。小轩则是有些自责，如果我掌握了解毒的技能，就可以替队长你分担压力了。指挥官看着在大面积毒雾之下毫无影响的恐怖巫师，难以置信道：这怎么可能？这可是皇后炼制的麻痹毒气，皇后作为帝国的首席科研师，她制作的毒气可怕无比。指挥官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了，露出了恐惧、担忧的神情，额头上有冷汗渗出。哪怕是巫师的魔法护盾，也没法挡住空气才对。他应该只能坚持一小段时间，我不相信皇后炼制的毒气一点效果也没有。指挥官戴着防毒面具，下令道：全军自由开火！全军自由开火！德鲁伊玩家张希直接傻眼了，操控着一艘巨型铁甲舰的主炮不断开火。填装炮弹，填装炮弹啊！动作快！这种级别的麻痹毒气，那个法师玩家就算是有高品质的解毒药剂，也只能坚持几分钟而已。因此实际上是那个法师玩家陷入了绝境。而李显胜的背包中有着200瓶蓝色品质的解毒药剂，它可以支撑很长的时间。李显胜高举至尊魔杖，在无数敌人惊恐的视线中使用了爆裂火球、球状闪电技能。李显胜如今有着313点的魔法攻击，加上至尊魔杖400点魔法攻击的增幅，也就是713点魔攻。他自身的智力属性魔法攻击越高，技能的威力也就越恐怖。在这种属性下，李显胜100层的护盾值就高达95万点了，接近是100万点的护盾值。同时，爆裂火球、球状闪电技能的威力也跟着暴涨，其中爆裂火球技能的射程达到了463米，比巨型铁甲舰的射程还远了63米。李显胜手中的至尊魔杖，其顶端的怪异人头睁开了干枯的眼珠，以及其毫无牙齿的口部似乎在痛苦地嘶吼着。每1秒钟，李显胜都能够释放出900枚爆裂火球，或者是700团球状闪电，甚至是1000条翠绿藤蔓。李显胜的魔法值疯狂下滑，但1秒钟过后，他的魔法值便自动回满了。毕竟他有着每秒回魔2000点的属性，无限蓝量加无冷却时间加463米的射程加瞬秒巨型铁甲舰的技能威力。李显胜开启真无限火力模式，疯狂地摧毁一艘艘的帝国战舰。第44章，紫色品质的穿甲弹和炸弹。李显胜一出手，仿佛整片天幕都弥漫着雷光和火焰，大量的铁甲舰、运输船被摧毁，在海面上引发了剧烈的大爆炸。哪怕是覆盖着一层龙鳞矿护甲的巨型铁甲舰，在李显胜的面前也脆弱的如同一张白纸，一戳就破。一团团赤白的球状闪电落到了敌军战舰之上，但凡是靠近这球状闪电半径4米的范围，都会被大量的银白电弧贯穿。砰砰砰！海面之上一片火海，在短时间内被李显胜摧毁的船只太多了。李显胜的经验值、技能熟练度、战场积分疯狂上涨。提示：你摧毁了一艘蓝色品质的运输船，积分加150点；你摧毁了一艘紫色品质的铁甲舰，积分加4000点。李显胜发现，摧毁运输船收割的积分高得夸张，因为运输船上停满了大量的钢铁战车，本来是准备运输到陆地上的，但也被李显胜给一同摧毁了，化作了战场积分。李显胜杀得疯魔了，随手挥舞至尊魔杖，便泼洒出了大量的球状闪电和爆裂火球，仿佛化身为雷霆和火焰的主宰。还是爆裂火球效率更高，毕竟是 S 级技能，等级也比球状闪电高不少。李显胜便无脑的疯狂使用爆裂火球技能，哪怕敌军的战舰异常分散，短时间内也有数百上千艘船只爆炸，缓缓沉入深海。当然了，无数的火炮轰炸在李显胜身上，但都被他的护盾技能给挡了下来。其中巨型铁甲舰的主炮一发就可以打掉李显胜6000点的护盾值，在敌人眼中，李显胜简直就是杀不死的魔王。年迈的指挥官内心惊恐，但还是努力维持着表情，下令道：派出蒸汽战机，动用特殊炮弹，动用那造价昂贵至极的炮弹，一次性全部轰出去。指挥官内心恐惧地想到，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我的舰队便损失惨重，上万士兵死亡。照着这种进度，那个恐怖的巫师根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让我这支王牌舰队全军覆没。德鲁伊玩家张希简直是头皮发麻，这火炮的瞄准精度有限，并且还得瞄准一个看上去异常微小的人体，我简直是要疯了。那个法师玩家绝对是开挂了吧？无冷却时间，无限蓝量，
并且技能威力堪比是禁咒。这特么不是开挂是什么？巨型铁甲剑明明已经覆盖了一层龙鳞矿护甲，为什么还会被他给轻松秒掉？难不成我要葬身在这片无尽海域之中？妈的，我不信那个法师玩家一点损伤也没有，他的护盾和抗毒性肯定存在着上限。张希的瞳孔里满是血丝，在疯狂地朝着李显胜开火。而装填炮弹的士兵取出了一枚珍贵的锥形炮弹，这是造价昂贵的特殊炮弹，并且所需要的材料异常稀少，以帝国的实力也只能够打造出上百发这种锥形炮弹。张希目光一瞟，发现这竟然是紫色品质的炮弹，难怪连帝国都只能打造出上百发，他们这艘巨型铁甲舰里只有这么一枚。士兵恐慌道：长官，你可千万不能失手打偏了，我们可只有一枚锥形炮弹。这种紫色品质的尖锥炮弹泛着嫣红色泽，表面有着大量的奇特纹路。与此同时，50多架紫色品质的蒸汽战机靠近了李显胜。这些蒸汽战机比浮空艇庞大10倍，外形为鸟类的形态，并且翅膀还能够缓缓地扇动。蒸汽战机的表面也覆盖着一层蓝色的龙鳞矿护甲。蒸汽战机的飞行速度以及灵活性彻底碾压了浮空艇。蒸汽战机可以做出各种高机动性的规避动作，能够在极限状态下进行急转制动。而这些蒸汽战机也纷纷朝着李显胜投掷下了紫色品质的高爆炸弹，这是皇后的科研产物。轰隆轰隆，响彻云霄的爆炸声密集响起，将云层都给轰散，海面都被炸出了短暂的一个坑洞。爆炸的烟尘散去之后，李显胜毫发无损，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竟然是紫色品质的破甲弹和炸弹，这就是帝国舰队最后的底牌了。我的护盾技能是无冷却时间的，加上无限的蓝量，最终就是无限的护盾值。砰！一颗微小的穿甲弹打在李显胜的护盾上，那是梁文在进行远程狙击。女狙击手梁文此刻内心陷入了死寂，完了，一切都完了。这根本就是个怪物，哪怕是 SSS 级天赋者也不可能强成这种程度。他明明遭受了大量的紫色炮弹、炸弹的轰炸，按理来说护盾值肯定被大量消耗了。我这时候进行狙击，最起码也能够让他见血了吧？但他的护盾值竟然还是满的，这是开启了无敌技能。一个法师玩家又不是盾位，哪里来的无敌技能？该死，他盯上我了！梁文拔出手枪，干掉了蒸汽战机上的驾驶员，同时杀死了周围的几个士兵。他准备驾驶着紫色品质的战机逃离此地。那个恐怖法师的飞行速度有限，而蒸汽战机的飞行速度可以碾压他，也就是驾驶着蒸汽战机完全可以逃离战场。至于当逃兵被帝国通缉追杀，根本就不用理会了。这个法师强大到这种程度，蒸汽帝国都会被他给连根拔起，谁还有余力来通缉追杀我？梁文提前学习了蒸汽战机的驾驶方式，这也是他留的后手之一。德鲁伊玩家张希给他发送好友私信道：带着我一起逃走，我保证事后给你大量的补偿，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交给你。梁文冷笑一声：你真当自己模样俊朗，就以为我会对你有好感？梁文一边驾驶着战机调转方向，急速逃走，一边回应道：稍微耽搁1秒钟，我就有被击杀的可能，我怎么可能冒着风险俯冲下去救你？你当自己是什么人？和命比起来，你那点全部身家算得了什么？德鲁伊玩家张希发狂道：妈的，臭婊子，我活不了，你也别想活，大家一起死！张希调转炮口，朝着半空中一架逃走的蒸汽战机轰去。第45章 S 级海啸。蒸汽战机品质紫色，耐久度15万，物理攻击450，物理防御270，魔法防御280。介绍：模拟飞鸟形态的钢铁战机拥有极高的速度以及极致的灵敏性，是蒸汽帝国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之一。李显胜看到一艘巨型铁甲舰竟然在轰击一架企图逃离战场的蒸汽战机，开口道：这是敌对玩家之间起了内讧。不过这也提醒了我，我的飞行速度有限，如果敌人大规模的分散逃走，那么我没法留下全部的敌人。这些可都是高额的战场积分，特别是摧毁运输船，能够连带着摧毁大量的钢铁战车以及帝国士兵，积分会疯涨。李显胜挥舞至尊魔杖，轻松消灭了那一架企图逃走的蒸汽战机。提示：你成功摧毁一架紫色品质的蒸汽战机，战场积分加4000点。你成功击杀一名敌对阵营的玩家，战场积分加600点。之后的战斗便是一面倒的横推了。小轩也顺利提升到了30级，他领悟了新的技能，并且使用了地狱级的一转试炼凭证，得到了150点的自由属性奖励。小轩兴奋道：队长，我领悟的是一个 A 级的净化祝福技能，可以替友方单位解除身上的负面状态，并且我将一转后获得的150点自由属性都加在了智力属性上，
使得我的各个技能效果都有了明显的强化。李显胜一边疯狂地释放出爆裂火球，摧毁一艘艘庞大的战船，一边回应道：如此一来，我就暂时不用浪费一个技能栏去学习解控技能了。毕竟我唯一的缺陷便是缺乏解控手段。此时，整支帝国的王牌舰队已经被杀得胆寒了，军心崩溃。那年迈的指挥官神情惊恐万分，上百发特殊的穿甲弹、高爆炸弹都已经打光了。这已经是舰队的最后底牌了。这个巫师根本就是无敌的，毫无破绽。但他的飞行速度有限，追不上铁甲舰和蒸汽战机的速度。指挥官通过无线电通讯设备下令道：全军分散逃离战场，保留舰队的有生力量，否则我们将会和白蛇之城的帝国军人一样被全军覆没。其实没有指挥官的命令，就已经有人在逃跑了。毕竟李显胜的实力太过强大，帝国士兵根本就没有勇气在面对这个魔王。而指挥官也戴着防毒面具登上了一架没有起飞的蒸汽战机，这是他的私人战机，此刻他也一心逃走。李显胜看着庞大的舰队朝着不同的方向四散逃离，这可把他给心疼坏了。这都是即将到手的战场积分啊！李显胜还打算疯狂积攒战场积分，最后获得一本 SS 级的技能书呢。提示：你摧毁大量帝国战舰、士兵，累计获得125万点经验值，个人等级提升至35级。4项基础属性加5点，自由属性加15点。李显胜将15点自由属性加在了智力属性上，个人等级达到35级，已领悟 S 级海啸技能。李显胜惊喜不已，竟然领悟到了 S 级的技能，这已经是自行领悟的最高技能品质了。SS 级和 SSS 级技能不可能自行领悟，只能是通过技能书掌握。我这算是运势旺盛到了极点啊！海啸 LV1 S 级，释放出一重5米高、10米宽的海浪，拍击敌人，造成水属性的范围伤害。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威力越强。瞬发魔法，射程15米，消耗25点魔法值，冷却时间10分钟。天赋加成，释放出100重海浪。看着这个最新的 S 级技能，李显胜分析想到，这个海啸技能也就是在15米的射程外释放出1到5米高、10米宽的汹涌浪潮，并且技能冷却时间高达10分钟。要知道 S 级的爆裂火球 LV1 时冷却时间只有3分钟而已，技能冷却时间越长，代表着技能的威力越大。也就是说，相同等级之下 S 级的海啸威力要远超 S 级的爆裂火球，并且如今是在浩瀚汪洋之上，在这种海洋环境下释放水系魔法，威力还会得到高额的增幅。我的冷却缩减技能在100倍增幅之下，已经可以减免10分钟的冷却时间了。这 S 级的海啸技能也将处于无冷却的状态。李显胜目光闪烁，看着疯狂逃离的帝国舰队，我完全可以使用 S 级的海啸技能干扰这些战舰的航行速度，甚至是将战船给推回原处。如此一来，这些四散逃离的战船一艘都走不了，会被我用水系魔法给困死住。因此，我只需要先将飞行单位给全部摧毁就行。这些移动的大额积分包，一个都逃不了。李显胜高举至尊魔杖，无限次数的使用 S 级的海啸技能。原本还算是平静的海面，瞬间变得汹涌至极，一重重恐怖的海浪不断拍打下来，导致这些蒸汽战舰的航行速度大打折扣，甚至是这些战舰都会直接被浪潮给拍碎。李显胜化身为操控汪洋的海神，通过顺时针的释放海啸技能搅动海水，形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恐怖漩涡，所有帝国战舰都被困死在其中，无法挣脱出去。原本德鲁伊玩家张希所在的巨型铁甲舰都逃离战场很远一段距离了，但他绝望地发现，如同海神发怒了一般，巨型铁甲舰陷入到了巨大的漩涡之中，被迫顺着涡流的方向移动起来。怎么会这样？那个法师玩家还具备水系魔法，这是他提升到35级领悟的新技能。可一个 LV1 的新技能为什么能够有如此大的威力？该死，开足马力一口气冲出漩涡啊！德鲁伊玩家张希冲到了驾驶室，他看到操控驾驶战舰的士兵已经将动力推到了极限。这艘巨型铁甲舰的蒸汽动力引擎在超负荷的极限运转状态下发生了爆炸，着火了。张希绝望道：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明明就差那么一点就可以彻底逃出去了，就差这么一点啊！第46章，彻底覆灭帝国舰队。李显胜骑着飞行扫帚，轻轻摇动至尊魔杖，便有数百上千重海浪顺时针涌动着，在搅动海水。也就是他有着430米的额外射程，否则不可能做到这种大规模搅动海水的奇迹。同时，李显胜释放出上万发爆裂火球，将企图逃离的蒸汽战机给全部摧毁。指挥官也被一同秒杀了。提示：你成功击杀帝国舰队的指挥官，战场积分加6000点。最后，李显胜通过海啸技能加上430米的额外射程增幅，制造了恐怖的巨型漩涡，
内部的战舰全部陷入到了漩涡的核心，被海水所吞没，一艘艘的彻底沉入深海之中，相当于是将剩余的帝国战舰给一次性全部摧毁了。李显胜一瞬间获得了大量的战场积分，系统提示消息疯狂的刷新。至此，帝国的王牌舰队加上搭配的空军队伍全军覆没，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海域之中。李显胜后知后觉道，本来是打算活捉舰队指挥官的，可以从指挥官的口中得知帝国国王的情报以及国王确切的坐标，一不小心杀性上头，给全部灭杀干净了。下一个主线任务肯定就是将蒸汽帝国给连根拔起，彻底消灭。算了，杀了就杀了吧。提示：你成功完成主线任务4，奖励紫色装备乘1，你累计获得455万点战场积分，个人等级达到37级，4项基础属性加2点，自由属性加6点。李显胜还是一样的，将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智力上。如今他有着540点的智力属性，除去至尊魔杖的增幅，有着325点魔法攻击，以及2165点的魔法值上限。深海帽子，品质紫色，穿戴要求30级，属性魔法值上限加2500，生命值加3500，水系抗性加55。介绍：穿戴上了这件紫色品质的帽子后，李显胜的生命值上限为5595点，魔法值上限为4465点。李显胜内心想到，455万点的战场积分绝对够兑换出一本 SS 级的技能书了，并且蒸汽帝国还留有一半的军力，我将这些残余的军团给全部灭杀之后，战场积分还会暴涨一大截。蒸汽帝国的无线电通讯设备没法长距离的使用，也就是很有可能蒸汽帝国甚至都不知道己方派出的王牌舰队已经被彻底覆灭的情况。远处的亡灵号飘荡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群亡灵船员全部傻眼了。我这是在做梦吗？如此庞大的帝国舰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全部消灭了，连一个活口都没能逃出去。我们的船长，那个人类巫师和神灵有什么区别？看上去人畜无害，仿佛连20岁都没有。挥手之间，超过10万人的帝国士兵被屠杀，帝国消耗了无数资源才组建起来的王牌舰队就这么没了。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巫师协会会长的晚辈，受到巫师协会会长的庇护，没想到他的实力如此恐怖。巫师协会总部，一群白袍巫师通过会长的投影魔法，也都亲眼目睹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场海上战役。一名女性白袍巫师语气颤抖着说道：那可是帝国1半军力的王牌舰队，不对，还差一批地面军团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1半军力。可关键是，白毛头鹰他结束战役了之后，身上一点伤势也没有，甚至看上去魔力充沛，还能够继续作战。黑巫师之王邪笑道：区区蒸汽帝国在主人面前根本就是一群蝼蚁，看样子主人他准备反击蒸汽帝国，去击杀帝国的国王了。我们完全可以趁这个机会占领西大陆，甚至是掠夺蒸汽帝国的科技。充满了智者气息的会长出声道：我对占领西大陆以及蒸汽帝国的科技毫无兴趣，能够自保就足够了。无尽海域之上，李显胜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模糊的会长投影，由于距离太过遥远，导致这道投影基本上没什么力量，只能够做到和李显胜对话而已。李显胜飞回了亡灵号上，船上的亡灵船员们全部低着头，不敢直视这位堪比神灵的伟大巫师。李显胜对会长的投影说道：我打算传送到蒸汽帝国的皇宫，斩杀帝国国王，结束这一切。任务栏已刷新。主线任务5：摧毁蒸汽帝国势力，任务完成，奖励一本 S 级技能书。任务失败，全属性永久负 30%。 会长的投影回复道：东大陆到西大陆的距离太过遥远，并且我不知道蒸汽帝国皇宫的具体坐标，因此想要直接传送到蒸汽帝国的皇宫很是困难，但我会想办法集中整座巫师协会的力量，动用积攒的大量珍贵魔法材料，搭建出一座超远距离的传送法阵。李显胜略微可惜道：如果我留下几个活口，就可以得知蒸汽帝国皇宫的坐标了。我现在就算是乘坐亡灵号，也得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够抵达西大陆，甚至还有可能会迷失方向。会长补充道：你先传送回来吧，后续的计划再进行详细的商量。李显胜使用了会长提前给的传送道具，传送回到了巫师协会的总部。亡灵号会自己航行回东大陆。回到巫师协会总部，周围的白袍巫师看向李显胜的眼神都带着无比的敬畏，包括会长。黑巫师之王讨好似的说道：我至高无上的主人，您简直就是巫师之神，我现在就去抓几个东大陆内的蒸汽帝国军官，拷问出帝国皇宫的坐标。蒸汽帝国在东大陆版图内还留下了大量的地面军团。李显胜点了点头，黑巫师之王连忙飞了出去，忙着执行李显胜给的任务了。会长用尊敬的语气说道：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搭建起一座超大型的传送法阵。李显胜最后说道：
我会将蒸汽帝国给连根拔起，彻底覆灭干净。李显胜语气平淡，就仿佛是在说自己准备踩死一只蚂蚁一般。第47章890米的额外射程。此时的蒸汽帝国甚至还不知道王牌舰队被彻底覆灭的情报，之前的情报都是通过蒸汽战机快速的跨海传递，再加上短距离内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但身处皇宫或者是一开局就被传送到各大矿场开采龙鳞矿的敌对阵营玩家，却可以看到玩家的死亡人数。这些敌对阵营的玩家收到了宛如死神丧钟般的系统提示，蒸汽帝国阵营玩家死亡人数为218人。这一下子，蒸汽帝国阵营的玩家全部炸锅了。开什么玩笑？怎么突然死了150多个友方玩家？这死亡人数，莫非是那批身处庞大帝国舰队上的玩家？那可是一支无敌的舰队，紫色品质的铁甲舰加上蒸汽战机都超过了100单位，他们怎么可能突然暴毙？很快，这些玩家意识到了大难临头，难不成是那支无敌的帝国舰队被全军覆没了？否则，这150多个友方玩家是怎么死的？总不可能是集体跳河被淹死的吧？这岂不是意味着那个敌对阵营的法师其强大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该死，这只是个30级的副本啊！本来难度很低，硬是被那个敌对阵营的法师给拔高到了深渊级难度。就算是开挂，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摧毁整支庞大的帝国舰队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并且蒸汽帝国这边连一丁点的情报都没有获得。这些蒸汽帝国阵营的玩家也没有胆子去提醒国王，因为在国王眼中，他的王牌舰队是无敌的，怎么可能全军覆没？国王一怒，这些发出警告的玩家反而有可能会被处死，打上一个妖言惑众的罪名。因此，这些蒸汽帝国阵营的玩家不断的合计商量，最终选择了悄悄逃离皇宫。毕竟以这些玩家的实力，悄无声息的逃出皇宫还是可以做到的。李显胜也不想再拖沓副本进度了，直接一口气通关这个深渊级的灭法战役副本，甚至连技能觉醒的名额他都已经想好了。首先技能觉醒的当然是射程增幅和冷却减免技能，这两个技能才是李显胜战力质变的关键。而射程增幅是 S 级品质，冷却减免只是 B 级。最后当然是选择觉醒射程增幅技能了。提示：你成功击杀大量帝国士兵，摧毁大量蒸汽科技产物，累积获得105万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获得的熟练度将成100倍，最终获得 1.051 点技能熟练度。如今李显胜的技能栏为护盾 LV100 C 级，球状闪电 LV100 A 级，藤蔓缠绕 V100 A 级，射程增幅 LV89 S 级，爆裂火球 LV100 S 级，冷却减免 LV100 B 级，魔力源泉 LV63 A 级，海啸 LV48 S 级。由于这次获得的技能熟练度实在是太多了，超过了1点，因此哪怕是 S 级的海啸技能都一次性提升到了 LV48。其中护盾和球状闪电技能提升有限，暂且不提。如今满级的藤蔓缠绕技能100倍增幅后，可以一次性释放出1100条藤蔓，射程23米。至于魔法值消耗和技能冷却时间都没有意义了，李显胜已经开启了无限火力模式。射程增幅技能能够提供 8.9 米的额外射程，100倍增幅之后也就是890米的额外射程。要知道现实世界中狙击枪的有效射程也不过是800米至1000米，当然了，一些大口径的狙击枪射程超过了1000米，甚至可以达到2000米。满级的爆裂火球技能100倍增幅后，可以一次性释放出1100枚火球，在落点处造成半径9米的火焰溅射伤害，射程为25米。冷却减免技能也满级了，技能冷却时间-10秒，100倍增幅后也就是-1000秒。冷却时间-1000秒，兑换过来之后也就是16分钟40秒。魔力源泉技能每秒回魔加330点，100倍增幅后每秒回魔加3.3万点。现在的海啸技能可以一次性释放出5重7米高、16米宽的海浪，100倍增幅后可以一次性释放出500重海浪，射程19米，冷却时间为9分20秒。看着自己疯狂升级之后的技能栏，李显胜再一次的感受到自己无敌了。以射程最远的爆裂火球为例，射程25米，额外射程为890米，加起来之后也就是915米的逆天射程。李显胜兴奋道：通关了这个灭法战役副本后，我就可以获得一次技能觉醒权限，到时候用来觉醒 S 级的射程增幅技能，技能等级上限可以解锁到 LV200， 到时候再满级的话，100倍增幅后我将拥有2000米的额外射程。也不对，不一定选择觉醒射程增幅技能，毕竟我如此高额的战场积分兑换出 SS 技能书，完全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或许可能选择觉醒 SS 级的新技能，到时候再说吧，看情况定。而李显胜的奴仆黑巫师之王也成功活捉了一个帝国的军官，他动用黑巫术，直接抽取了军官的记忆。黑巫师匍匐在李显胜面前，恭敬道：“伟大的主人，我已经得到了帝国皇宫的具体坐标。那蒸汽帝国的国王消耗了大量的龙鳞矿，融入到了皇宫核心区域的墙壁、地面之中。特别是国王的寝宫，融入的龙鳞矿密度更高。国王的皇后是帝国最为顶尖的科研师，皇后似乎在进行某种隐秘的研究。当初海上战役，敌人释放的麻醉毒气便是皇后的科研产物。”黑巫师之王接着说明道：“我活捉的那个军官也不清楚皇后的秘密研究具体是什么，只知道和巫师有关。皇后会选择解剖巫师的身体进行人体实验。”李显胜点了点头：“你做得很好。”得到了李显胜的认可，黑巫师之王兴奋不已，宛如一条得到了主人赞赏的哈巴狗。第48章，覆灭蒸汽帝国。巫师协会的会长带领着一众白袍巫师，消耗了整座巫师协会上百年积攒的魔法材料，再迅速地搭建出一座能够跨越漫长距离从东大陆传送到西大陆的巨型传送法阵。但这需要一段时间。与此同时，蒸汽帝国皇宫，身材妖娆、妩媚诱惑的皇后完成了自己第一阶段的特殊研究。皇后的身体基本上全部更换为了银色的金属身躯，线条流畅，具备女性的完美轮廓，只有头部还是人类的血肉。皇后身上沾满了解剖巫师时溅射的血污，她对国王说道：“国王陛下，我已经初步完成了研究的成果，我可以将巫师的魔法简化成为固定的魔法符号，烙印在帝国的战争机器之上，从而让蒸汽科技获得魔法的增幅，威力大增。当然了，魔法知识繁杂晦涩，我们需要大量活捉巫师，特别是白袍巫师，才能够迅速地完成简化魔法符号的过程。一旦彻底完成这项研究，帝国的战争机器破坏力最起码也可以增幅1倍以上。”国王眼眸放光，一把将皇后拉到了怀里，邪笑道：“不愧是我最宠爱的皇后，你就是帝国最伟大的科研师。算了算时间，我派出的王牌舰队也该抵达东大陆了。最近皇宫内竟然有护卫擅自逃走，并且还是上百个护卫。对于这些逃兵，必须通缉追杀，这就是背叛帝国的下场。”国王和皇后此时依然不知道王牌舰队被李显胜全部覆灭的情报，他们无法预知大难临头，自己的死期将至了。4个小时之后，巫师协会的会长对李显胜说道：“完成了，这座巨型传送法阵可以将你传送抵达蒸汽帝国的皇宫。”黑巫师之王在一旁恭敬地提醒道：“主人，我这段时间不断地抽取帝国军官的记忆，得知了皇宫的地下有着一条秘密通道，国王在遭遇危机时会从地道中逃生。”李显胜略微点了点头：“我直接将整座皇宫连同地下区域也一起摧毁就行。”李显胜没有废话，直接就踏入到了巨型传送法阵之中。长达3-4分钟的等待时间，李显胜才完成了传送。李显胜眼前的景物瞬间变换，他从东大陆直接传送到了遥远的西大陆。提示：你已进入蒸汽帝国的皇宫，此为高危区域。为了防止国王逃走，李显胜疯狂地使用藤蔓缠绕技能。他如今的射程超过了900米，短短几分钟内，整座庞大恢宏的皇宫便被无数的粗壮藤蔓淹没。上一秒还是金碧辉煌、恢宏庄严的皇宫，下一秒变成了原始丛林。皇宫内的护卫都愣住了，实在是这惊人的变化发生的太过迅速。一个护卫头目高喊道：“玉玺，这是巫师的手段，保护陛下！”大量的帝国士兵被死死地困在无数的藤蔓之中，动弹不得。哪怕是用蒸汽机枪对着这些翠绿树藤疯狂的扫射，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打空一条藤蔓的血量。国王和皇后此时正处于地下监牢中。国王听到了外界的警报，震惊道：“怎么可能？巫师发起了对我的暗杀！”在皇宫的核心区域，无论是墙壁还是地面，都融入了大量的龙鳞矿，哪怕白袍巫师也无法破坏一丁点的墙壁。但敌人很可能获得了至尊魔杖，可以无视龙鳞矿的防护。在李显胜的夸张射程之下，地下监牢之中也迅速地钻出了大量的翠绿藤蔓，将甬道给彻底堵死。皇后的双手指甲猛地伸长，化作了无比锋利的利爪。她在切割走廊中的藤蔓，带着国王朝着秘密通道跑去。皇后迅速说道：“这次暗杀应该是巫师阵营最后的反扑，他们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将会被在帝国的军团给彻底推平，因此选择了拼死反扑。如果没有至尊魔杖，这群巫师进入了皇宫，完全就是主动送死。但敌人大概率获得了至尊魔杖，陛下，我们还是先从秘密通道逃走，让士兵将这群巫师彻底杀干净，再返回皇宫。”此时的两人还不知道，王牌舰队早就被覆灭了。李显胜可不是在拼死反扑，而是在将帝国势力连根拔起。
紧接着，李显胜使用了 S 级的海啸技能，每1秒钟，李显胜便能够释放出500重海浪，这些浪潮高7米，宽16米，疯狂地拍击在皇宫的各种建筑上，同时还将整座地下监牢给淹没了。国王和皇后属于是紫色位阶的 BOSS， 特别是皇后近战能力极强，但还是被李显胜给瞬秒了。提示：你成功击杀帝国国王，战场积分加10000点；你成功击杀帝国皇后，战场积分加7000点；你成功击杀帝国高阶军官，战场积分加500点。没用多久，李显胜便将整座皇宫内的活人都给屠杀干净。后续的时间中，李显胜不断的收割剩余的帝国军队，总共用了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将西大陆、东大陆残存下来的帝国军队给全部杀光了。提示：你累计获得985万点战场积分，个人等级提升至40级，4项基础属性加3点，自由属性加9点。李显胜回到巫师协会总部后，强行操控黑巫师之王，和会长签订了奴仆契约。提示：你成功完成主线任务5，奖励1本 S 级技能书，可随时选择退出副本。李显胜先将9点自由属性都加在了智力属性上。这本新获得的 S 级技能书是一本护盾技能，冰霜甲 LV1 S 级，生成一层冰霜甲护盾，保护自身，自身智力属性、魔法攻击、技能等级越高，护盾值越高。敌人攻击冰霜甲将被减慢攻速，具体效果受到对方抗性影响。瞬发技能消耗20点魔法值，冷却时间6分钟。天赋加成，生成100层冰霜甲护盾。第49章2本 SS 级技能书。获得了新的护盾技能，李显胜自然会选择将原本的 C 级护盾技能给遗忘，更换为 S 级的冰霜甲，然后花费铜币进行技能熟练度的转移。但尴尬的是，李显胜目前没有多少铜币，他只能是等待副本结算后获得铜币奖励，才有钱进行技能熟练度的转移。李显胜身边跟着王璐和小轩，他开口道：这些蒸汽帝国阵营的玩家跑得可真快，警觉性这么高的吗？等我赶到帝国皇宫时，这些玩家就逃干净了，并且在后续的收割帝国军队过程中，也没有再遇到敌对阵营的玩家。小轩娇声道：他们作为蒸汽帝国阵营，可以看到友方玩家的死亡人数，大概是通过友方玩家死亡人数的暴增，推测到了帝国舰队的覆灭。王璐在一旁附和道：他们都只是普通难度，因此主线任务失败惩罚很低，不像我们是深渊级难度，主线任务失败将会被抹杀惩罚，因此稍微有些风吹草动就迅速的逃走了。李显胜看着自己那恐怖的985万点战场积分，都快要突破1000万点了。小轩和王璐，一个通过技能辅助，另外一个通过药剂间接辅助李显胜，都获得了高额的战场积分。李显胜选择了退出副本进行结算奖励。提示：副本退出中，副本世界的特殊圣器至尊魔杖无法带出副本世界，最终累积获得战场积分为985万点。积分结算奖励为 SS 级技能书乘2，技能觉醒时乘3，橙色装备乘1，紫色装备乘3，自由属性点加100，灵魂强度加1，银币加10。你成功通关深渊难度的灭法战役副本，完成技能觉醒任务，获得了一次技能觉醒权限。这次的积分兑换奖励实在是太丰厚了，因为李显胜将蒸汽帝国的全部军队都给收割干净了，获得了985万点的积分，连 SS 级技能书都兑换出了2本，再加成上李显胜技能100倍增幅天赋的效果，将会无比恐怖。2本 SS 级的技能书分别是技能范围增幅和瞬移技能。1银币等价为1万铜币，1金币等价为1万银币。李显胜先是选择将 C 级护盾技能的熟练度给全部转移到 S 级的冰霜甲上。提示：你消耗了4000铜币，成功将 C 级护盾技能的熟练度转移至 S 级冰霜甲上。你成功遗忘了 C 级护盾技能，更换为 S 级的冰霜甲技能。如今的冰霜甲技能提升到了 LV35， 单层护盾可以提供8万点的护盾值，100层冰霜甲也就是800万点护盾值。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为6分钟，而之前的 C 级护盾技能冷却时间才3分钟。技能冷却时间越长，代表着其效果也就越强。提示：个人等级达到40级，已领悟1级技能奥数飞弹。李显胜立刻就将这个1级的垃圾技能给遗忘了，空出来了一个技能栏，用来学习 SS 级的技能范围增幅技能。你成功遗忘1级奥数飞弹技能，你使用了 SS 级技能书，成功获得了 SS 级的技能范围增幅技能。技能范围增幅 LV1 SS 级，技能覆盖范围正 10%， 天赋加成，技能覆盖范围正 1000%。 李显胜此刻内心激动不已，这是一个堪比射程增幅的神技。技能范围正 1000%， 也就是技能范围加10倍。这里的技能范围指的并非是射程，以爆裂火球举例，射程为25米，火球在落点处会造成半径9米的范围伤害，其中的25米
为射程，半径9米指的是技能的覆盖范围。因此，获得了这个 SS 级的技能范围增幅加成后，爆裂火球技能在落点处能够造成半径90米的火焰溅射伤害。李显胜不由得呢喃道：“太恐怖了，简直就是逆天至极！并且这还只是 LV1 的技能范围增幅，等这个技能提升到 LV100满级后，又会恐怖到何种程度？”以海啸技能举例，获得了 SS 级的技能范围增幅加成后，可以释放出70米高、160米宽的海浪，这特么和天灾有什么区别？李显胜接着分析想到：“我还有一本 SS 级的瞬移技能，但没有多余的技能栏了，完全可以将 A 级的球状闪电技能给遗忘掉，因为我已经开启了无限火力模式，这 A 级的球状闪电技能也变得很鸡肋了。我完全可以无限次数的使用爆裂火球或者是海啸技能进行攻击，释放球状闪电根本就是浪费魔法值，并且还可以将球状闪电技能的熟练度给转移到 SS 级的瞬移技能上。提示：你成功花费6000铜币，将 A 级球状闪电的熟练度转移到了 SS 级技能范围增幅上。你成功遗忘了 A 级球状闪电技能，更换为 SS 级的瞬移技能。瞬移 LV20 SS 级，可进行6次40米距离的瞬移，消耗100点魔法值，冷却时间3分钟。天赋加成，可进行600次40米距离的瞬移。李显胜内心想到，其他法师的瞬移技能冷却时间很长，并且瞬移的距离顶多也就是1米、2米而已。而 SS 级的瞬移技能，瞬移的距离、次数都碾压了低阶的瞬移技能。100倍增幅之后，我可以连续进行600次的瞬移，每次瞬移可以移动40米的距离。最离谱的是，这个瞬移技能的冷却时间只有3分钟，对我来说，也就是无冷却时间，我可以无限次数的进行瞬移。无限护盾值加无限瞬移次数，这和无敌有什么区别？小轩和王璐也在查看自己的积分结算奖励，他们的等级连升数级。李显胜一猜就是积分结算奖励中有高额的经验值奖励。李显胜按捺下内心的兴奋，开始查看后续的奖励。之后是3块技能觉醒时，这东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李显胜来说，也就是之后一段时间又可以获得3次的技能觉醒权限了。第50章，橙色品质的至尊法书。在之后的奖励是一件橙色品质的装备和3件紫色装备。至尊法书，品质橙色，装备要求30级。法系职业，属性魔法攻击加1000，魔法值加10000，回魔加100。介绍：烙印有至尊纹路的魔法书。李显胜惊喜道：1000点的魔法攻击，太恐怖了，不愧是橙色品质的武器。要知道，我现在装备的黑龙法杖只能增加40点魔法攻击而已。神圣靴子，品质紫色，穿戴要求40级，属性敏捷加70，移速正 15%。介绍：神圣护腕，品质紫色，穿戴要求40级，属性吟唱时间负 0.5秒，暴击率正 3%。介绍：神圣护腿，品质紫色，穿戴要求40级，属性双防加4-5点。介绍：李显胜将原本的黑龙法杖、黑龙靴子给取下，穿戴上了这些新的装备，属性面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接着是100点的自由属性，李显胜全部加在了智力属性上，同时还有1点的灵魂强度。灵魂强度属于是高阶的稀有属性，是抗性的上位属性，也就是灵魂强度越高，对各种控制技能负面效果的免疫程度也就越高。如今李显胜的个人面板为个人面板，姓名李显胜，天赋技能100倍增幅至高级，等级40级，职业法师，生命值5605，魔法值13907，基础属性力量11，体质11，敏捷81，智力651，魔法攻击1345，物理防御57，魔法防御221，技能爆裂火球、冰霜甲、藤蔓缠绕，射程增幅、冷却减免、魔力源泉、海啸，技能范围增幅、瞬移。装备至尊法书、黑龙法袍、神圣靴子、熔岩腰带、熔岩裤子、深海帽子、神圣护腕、神圣护腿。金钱9银币675铜币。李显胜心满意足道，接近 1.4万点的魔法值上限，1345点的魔法攻击，再加上一身的高阶技能，我自己都很难想象自身如今的上限在什么层次。退出了副本之后，李显胜3人出现在了新手村中，但3人的等级都超过了新手村的上限30级。警告：你的等级超出了新手村的上限，请尽快进入城镇级区域，当前属性将被大幅度削弱，以保护新手村内的玩家。药剂师王璐虽然没有击杀一只怪物，但他的积分结算奖励中提供了高额的经验值，
因此他也提升到了30级，可以使用之前就获得的地狱级的一转试炼凭证了。李显胜开口道：“先传送到城镇级区域后再说吧。”三人进入到了新手村的传送法阵之中，花费了少量的铜币，便开启了传送阵。之前他们经历过怪物与灾难事件，因此是早就获得了使用传送法阵的资格的。提示：你已抵达平安镇。平安镇的占地面积比新手村大了几十倍，并且玩家人数也多达10万，到处都是2、3层的古风建筑，眼角处挂着各式各样的灯笼，街道上满是行人，显得很是热闹。地面上铺着一层石板路。小轩解除了附身状态，欣喜道：“队长，我靠着副本积分结算奖励中提供的经验值提升到了35级，并且积分结算奖励中还有2本 A 级的灵巫职业技能书，分别是 A 级的魔攻祝福、智力祝福技能，可以为队长你提供100%比的魔攻智力属性加成。灵巫职业被称为是最强大的单体辅助职业，就是因为灵巫职业的高阶祝福技能可以为单体有方玩家加成100%比的各类属性，比如增加30%的魔法攻击智力属性。这种100%比增幅施加在普通玩家身上意义不大，但作用在强者身上，那提升可就是异常恐怖了。因此李显胜对小轩格外重视，甘心带着他升级，被分走一小部分的经验值也毫不在意。据说如今的大夏最强者便有着一个灵巫职业的专属辅助玩家，这专属辅助给这位大夏最强者带来的100%比属性强化简直是无价之宝。王璐一脸的贼眉鼠眼，我也收获了2本 A 级的药剂配方技能，得把之前掌握的低阶技能给遗忘掉，更换上新的高阶技能。存活下来的蒸汽帝国阵营的玩家庆幸无比，还好我逃得快，但凡慢上一点都有可能被那个恐怖的法师给血洗。据说整座蒸汽帝国势力都被他给连根拔起，彻底屠杀干净。难以想象他在这种深渊级难度的副本中收割了如此多的战场积分，最后能够获得何种夸张的奖励，这东西羡慕不来啊。好在我存活了下来，哪怕是主线任务失败遭受到了惩罚，也总比丢了小命要强。李显胜在后续的屠杀帝国军团过程中，除了等级提升到了40级，也收获了大量的技能熟练度。在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的加成下，李显胜的技能疯狂升级。满级的技能自然是毫无变动，提升的技能为射程增幅 LV100 S 级，魔力源泉 LV100 A 级，海啸 LV86 S 级。满级的射程增幅可以提供10米的额外射程，100倍增幅之后也就是1000米的额外射程。满级的魔力源泉每秒回魔加550点，100倍增幅后也就是每秒回魔加5.5万点。海啸技能可以一次性释放出9重10米高20米宽的海浪，100倍增幅后则是可以一次性释放出900重海浪。就在李显胜进入到平安镇不久，就有全球范围的系统公告响起。全球公告：新人天才争霸赛特殊事件已正式开启，60级及其以下等级的新人玩家可自主选择报名参与本次事件。事件规则如下：第一阶段，各个国家内部开启竞技场比斗，最终决胜出最强的5个新人天才玩家。第二阶段，各个国家的5名新人天才玩家将被集中投放进入深渊级难度的大型副本中，一决胜负。最终排名前30位的新人天才都可以获得自身的专属成长性武器，排名越高，获得的专属成长性武器其属性成长性越高。决胜出的最强新人天才可获得专属成长性神器。第51章射程增幅技能觉醒。新人天才争霸赛。王璐看了看李显胜，这简直就是专门为了咱队长举办的特殊事件吗？以队长的实力碾压全球的顶级天才，那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啊。限制等级在60级及其以下，在这个等级范围内，队长根本就是无敌真神级的存在。李显胜自然也很期待，毕竟成为这次特殊事件的最强新人天才，可以得到一件专属的成长性神器。此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玩家都在关注这一次的新人天才争霸赛，游戏论坛里讨论相关内容的帖子热度冲到了最高，而李显胜则是先选择进行自己的技能觉醒。李显胜分析想到，这一次的技能觉醒权限用来觉醒射程增幅和技能范围增幅是最有价值的，但 S 级的射程增幅技能已经到了满级，而 SS 级的技能范围增幅则才只有 LV1， 因此我先选择觉醒 S 级的射程增幅，让这个技能可以继续提升等级，不至于被卡在 LV100 的上限。而等 SS 级的技能范围增幅提升到 LV100 的上限时，我肯定已经获得了更多次数的觉醒权限了。毕竟我手里有着3颗技能觉醒时，打定主意，李显胜便使用了这一次的技能觉醒权限。提示： S 级射程增幅技能已完成一次觉醒，等级上限提升至 LV200。同时，李显胜使用了一块技能觉醒石道具。你使用了技能觉醒石道具，
已领取到技能觉醒任务。完成任务可获得一次技能觉醒权限。任务内容：获得大夏范围内新人天才争霸赛的第1位。这个技能觉醒任务对于李显胜来说简直是太轻松了，哪怕是 SSS 级的天赋者，在面对李显胜时也会被彻底碾压。毕竟李显胜的天赋能力是至高级。小轩则出声道：“要打竞技场决斗啊，我们这些辅助玩家该怎么打1对1的竞技场？辅助玩家遭遇到战斗类型的玩家，根本就不是对手呀。”李显胜接着查看新人天才争霸赛特殊事件的详细规则。规则中提到，辅助类型的玩家将会处于另外一个擂台，和战斗类型玩家是分开的。最终的前5名将会由4个战斗类型玩家、1个辅助玩家构成，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并且在新人天才争霸赛的竞技场上死亡，不会真的死去，能够复活，但会被扣除一定量的铜币作为惩罚。药剂师王璐则灰心道：“我这种药剂师职业，在辅助玩家中都属于是最低的战力，因此我也就不报名参加新人天才争霸赛了。我全程围观队长的竞技场比斗就行。队长，我来给你当啦啦队。”李显胜嘴角抽动，扶额想到：“拉倒吧，小轩这种美少女当啦啦队还差不多。”李显胜当即报名了新人天才争霸赛。小轩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行了报名，毕竟在这竞技场中死亡可以复活，并且死亡的惩罚也只会扣除铜币，不会扣除经验值。提示：你已支付100铜币，成功报名新人天才争霸赛。此时的游戏论坛内，全球玩家都在不断的讨论，毕竟这可是各国之间新人天才的激烈交锋。这些顶级天才未来都会成为各国的支柱级强者。又出现了新人天才争霸赛特殊事件，在以往也开启过多次的新人天才争霸赛，各个国家内隐藏的 SSS 级天赋者都会登上擂台，并且我们还能够作为观众支付金钱，就可以购买竞技场的门票，观看顶级天才玩家之间的生死搏杀。就是越到后面排名越高的竞技场决斗，门票钱也就越贵。我们这些普通玩家估计没钱购买门票。据说我大夏最强者当年也是他那一届的新人天才争霸的冠军，这简直是太期待了。毕竟这种高阶天赋者之间的厮杀，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完全就是神仙打架，后续我们就可以大饱眼福了。不过这第1阶段是各国内部的比拼，这种竞技场决斗不会死亡，战败之后能够复活。但到了第2阶段，那就是各国最强新人天才队伍之间的厮杀博弈，将会被投放进入深渊级难度的大型副本中。在这第2阶段死亡，那可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了。不过嘛，各国的顶级公会都会送出珍贵至极的复活道具，让参与第2阶段的5个天才玩家能够复活1次。毕竟这些可都是各国的妖孽新人，但凡死亡1个都是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但在深渊级的难度之下，哪怕可以靠着珍贵的复活道具起死回生，也会遭受到严重的处罚。李显胜正在查看论坛上的内容，但下一秒自己已经匹配到了竞技场的对决者。提示：你已匹配到竞技场的对决者，请做好准备，10秒后将传送进入竞技场。不只是李显胜，小轩也匹配到了对手。10秒后，李显胜便被传送到了竞技场中。这竞技场很是破旧，占地面积很小，外围有着观众席的座位。竞技场规则：击杀对决者，你的排名将不断提升，最终排名前100位者都将获得丰厚的奖励。排名前5名者将自动组成队伍，参与后续的第2阶段新人天才争霸赛。前5名玩家都将获得独属于自身的专属成长性武器。倒计13秒后，对决开始。由于李显胜当前的排名太低了，因此观众席上连1个玩家都没有。他的面前是一个40级的弓箭手。这弓箭手皱眉道：“不太妙啊，虽然对方隐藏了装备的显示特效，但从形式和花纹上看，一身都是高阶装备啊。特别是他手中的那本法书，我的天，简直是艺术品！铜绿色的硬壳飞叶，封壳上镶嵌着一颗硕大的嫣红宝石，并且整本魔法书刻满了奇异的抽象标识。哪怕是紫色品质的装备，也没有如此华丽的外观吧。”第52章，杀到竞技场排名前50位。李显胜连看都没看对方，他分心想到，成为了大夏范围内的最强新人天才，就可以获得1次技能觉醒权限。那之后的第2阶段，我肯定又可以获得更多次数的技能觉醒权限。毕竟我后续也会使用技能觉醒10道具。李显胜压制自己技能的威力，本来一瞬间可以释放出1100枚的爆裂火球，但硬是被他给压制到了1枚爆裂火球，将这个40级的弓箭手给秒杀了。毕竟之后要和其他国家的顶级新人天才交手，因此李显胜想稍微藏一手，尽量不暴露自身的底牌。之后的时间中，李显胜不断的秒杀竞技场上的对决者，排名疯狂上涨。而小轩则已经落败，失去了继续参加新人天才争霸赛的资格。小轩开口道：“辅助玩家只会匹配到辅助玩家，
并且可以获得4个相同属性的友方傀儡，也就是敌我双方都可以获得4个相同属性的傀儡。如此一来，能够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便在辅助玩家身上了。看到小轩落败，李显胜也没有太多的意外，毕竟灵巫职业属于是单体辅助职业，在这种的战局下，能够发挥出的效果极其有限。灵巫职业后期的单体祝福技能都是100%的加成，作用在强者身上才能够发挥出恐怖的效果，施加在普通玩家身上，作用甚至还不如一个牧师。而随着李显胜不断的秒杀对手，不断的连胜，他的排名飞速提升，进入到的竞技场也变得越来越恢宏宽阔，甚至还有数百上千的玩家支付了门票钱前来观看他的战斗。提示：倒计13秒钟，竞技场决斗开始。这一次，李显胜的对面是一个55级的战士，一身装备都很精良，并且他觉醒了 C 级的天赋能力。在竞技场的两侧是观众席高台，此时坐着数百个玩家。其中一个玩家出声道：“我是看着那个法师一路提升起来的，支付金钱就可以锁定一个参赛者，一直观看他的竞技场决斗。他从来都是一发火球，在开局的瞬间就瞬秒敌人，这次肯定也是一样。我看那个法师肯定觉醒了强大的火系天赋，因此火系魔法威力大的惊人。”周围也有几个一直锁定李显胜，跟着他一路观看竞技场决斗的玩家点头附和道：“不知道这个法师可以走多远？要知道，这可是全国范围内的新人天才选拔，这个阶段他遇到的一般都是弱者。”3秒倒计时一结束，55级的战士开启冲锋技能，浑身缭绕着赤色的斗气，内心想到：对付法师只需要近身就行了，他才40级，能够打掉我多少血？要是再多匹配几个法师，弓箭手就好了，我的排名说不定可以再拔高一截，不至于很快就被刷掉。李显胜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右手持至尊法书，书页翻动间，一枚赤红斑驳的爆裂火球飞出，直接将55级的战士给秒杀。提示：你成功击败对手，排名上升，下一次将匹配到更强的对手。就这样，李显胜打了一整天的竞技场决斗，将排名给冲到了前50位。到了这个阶段，每一个敌人都是觉醒了高阶天赋的可怕天才，而李显胜依然是一路秒杀敌人，从来就没有出过第二招，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观众注意到了李显胜，他们甘愿花费更多的金钱锁定李显胜，一直观看他的竞技场决斗。提示：你的竞技场排名已进入了全国前50位。倒计13秒，决斗将正式开始。这个阶段的竞技场占地面积极其宽阔，宛如古罗马斗兽场一般。战场的外围是一圈不断螺旋上升的阶梯，坐满了高等级的观众。李显胜能够看到观众席中有着150级、200级，甚至是250级的大佬玩家。李显胜困惑道：金发、蔚蓝瞳孔，还有其他国家的人也在观看大夏的竞技场。随即李显胜释然想到，也对，其他国家肯定也会趁机搜集大夏新人天才的情报，自然愿意花费高价跨境购买门票观看大夏的竞技场决斗。这些新人天才的详细情报价值不菲，甚至有着战略级的意义，在后续第2阶段的新人天才争霸赛中也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李显胜困惑的是，自己的面前空无一人，对手显然是已经隐身了。刺客职业吗？打到全国前50位的刺客，刺客这个职业可谓是极其克制法师，总算是遇到像样点的对手了，不至于和之前一样无趣，都是一发火球就秒掉了。这座酷似古罗马斗兽场的宏大竞技场内，坐着数千上万的观众，包括了其他国家的情报记录人员，也有着大夏顶级公会的高层强者，因此观众席中什么肤色都可以看到。整座斗兽场呈现出严重风化的迹象，血红的夕阳即将落入地平线，这最后的黄昏光芒给人一种凋敝之感。观众席上有大夏的高等级玩家讨论道，一个是拥有无限隐身天赋的刺客，另外一个是一路秒杀对手，从未出过第2招的法师。不得不说，这排名前50的竞技场决斗看点十足啊！那个拥有无限隐身能力的刺客，据说已经被召入到了我大夏的最强公会当中。我们是没机会挖人了，但这个法师却还是无公会的状态。其他国家的情报搜集人员也都选择了开启录像，记录下整场战斗的全过程。3秒倒计时结束，李显胜抬手就是一发爆裂火球。在 SS 级技能范围增幅的加成下，一发爆裂火球能够造成半径90米的火焰溅射伤害。虽然此时的擂台面积很大，但李显胜认为一发爆裂火球也足够将目标给逼出来了。同时，李显胜给自己挂了100层的冰霜甲，护盾值高达800万点。但李显胜的爆裂火球落地后，半径90米内并没有敌人显形，反而是自己一阵头晕目眩，在上万观众的视角中根本就看不到第2个参赛者，至始至终就只有李显胜一个人。李显胜被进入隐身状态的刺客袭击了，陷入到了晕眩状态中。
第53章 SS 级天赋无限隐身。刃坚职业为刺客，觉醒了 SS 级的无限隐身天赋。他能够永久保持隐身状态，无论是攻击敌人还是自身被攻击都不会显形出来，并且隐身的效果将得到大幅度的增强，基本上不可能被敌人给探查出来。此刻人间使用位移技能，刹那间出现在了李显胜身后，用匕首的刀柄猛地敲击李显胜的后脑，李显胜陷入了晕眩状态。随后便是一套刺客的背刺连招，换成一般的50级盾位都会被其秒杀。但刃坚打完了一套背袭连招，这才发现李显胜身上的护盾厚得一塌糊涂，自己根本就打不动。这冰系的护盾怎么会这么厚？并且我攻击冰系护盾，反而让我自身的攻速下降了 30%， 这个法师的抗性也太高了吧！我这可是 S 级的眩晕技能，他竟然只被晕了不到 0.5 秒。不过不碍事，我作为刺客职业，天生克制法师，可以轻松近身，我就不信打不破这层冰霜护盾。就算真的打不破他的护盾，这个法师也锁定不了我的位置。这竞技场擂台的面积足够广阔，我多的是逃跑的路线，大不了最后就是平局。我打不破他的冰霜护盾，这个法师也碰不到我一下。李显胜在之前的灭法战役副本结算奖励中获得了1点灵魂强度，因此对刃坚的眩晕技能有着很高的抗性。李显胜恢复了意识之后，便朝着自己脚下释放了一枚爆裂火球，但还是没有命中敌人。李显胜推测想到，这是觉醒了隐身强化天赋的刺客，他出手攻击时都不会显形出来，并且移速很快，刹那间便逃走了。我在脚下释放了一枚爆裂火球，半径90米内的目标都会受到伤害，当然也有可能是利用位移技能逃走，伤害也很高，这么短的时间内打掉了我6000多点的护盾值。接下来李显胜便连续释放出爆裂火球，相当于是1秒1发火球，朝着宽阔的竞技场擂台上轰炸，迟早可以将整座竞技场都给覆盖在内。处于无限隐身状态下的刃坚慌张走位，不断逃跑。这个法师的火球技能没有冷却时间，并且他的火球落地后能够造成超大范围的火焰溅射伤害。我特么这是碰到了真正的妖孽新人了，完了，没路可走了。这个法师不断释放出火球技能，已经将我逼到了擂台的死角。这么强的吗？好在这是排名前50位的对决，输掉一场并不会直接淘汰，还有继续晋级的机会，只要后面我别再战败了。最终李显胜的爆裂火球靠着90米半径的火焰溅射伤害瞬秒了人间。竞技场信息：你成功击杀对手，完成晋级。李显胜吐槽道：这小子连尸体都是隐形的，其他玩家死亡后原地会留下一具尸体，之后才会在系统规则的效果下复活。这个刺客的天赋能力该不会是能够无限制的隐身吧？观众席中有灯塔国的情报搜集人员，内心暗自想到，大夏这一届的新人天才质量很高啊！无限隐身能力的刺客已经是极其棘手的存在了，但这个法师竟然在短短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就击杀了拥有无限隐身能力的刺客，并且这个法师的天赋能力还没有暴露出来，处于未知状态，难不成是一个 SSS 级的妖孽天赋者？大夏的高等级玩家也很吃惊，这就结束了？都没有用11分钟，那可是觉醒了 SS 级无限隐身天赋的刺客。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这个法师啊！并且从战斗画面中看，这个法师的火球技能毫无冷却时间，可以1秒瞬发一个火球，同时那火球的覆盖范围极广，感觉比 S 级技能还强，多半是 SS 级的技能。大夏的高等级强者互相对视了一眼，他们也没有办法阻拦其他国家的玩家搜集这些新人天才的情报，毕竟系统规则允许跨境购买门票。相对应的，大夏的人也在搜集敌国的妖孽新人的详细情报。平安镇里的小轩和王璐没法现场观看李显胜的对决了。王璐挠了挠后脑，出声道：这后续的门票钱也太贵了，我们根本就支付不起啊！但现场的观众会有人进行录像，然后发布在论坛里，我们在论坛里就可以看到队长的战斗画面了。当然了，前期的战斗画面根本不用看，都是一样的单调重复，敌人都是一开局就被队长给秒了。但最后这个阶段的竞技场决斗画面肯定很有看头，还能够见识到其他高阶天赋者的天赋效果。小轩身材娇小，长相甜美，开口道：其实也不用看回放，反正队长最后都会是第一位。复活后的刃坚苦闷不已，我连1分钟都撑不住，大夏还真是隐藏了无数妖孽新人啊，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把我给锤爆了。紧接着刃坚便又匹配到了新的对决，李显胜也迎来了新的一场竞技场决斗。这次的敌人是一个隐藏职业武夫，徐永清穿着一身武侠剧里江湖少侠的装扮，显得潇洒俊逸，气质脱俗，嘴角叼着一截稻草，头顶戴着一袭斗笠。他的装备看上去似乎是布衣，
根本就没有金属护甲，只有一对银色的护腕将宽大的袖袍给束缚住。徐永清神情自信，朝气蓬勃，剑眉星目，主动开口道：“40级的法师败在我手下，也算是你的荣幸了。之前的打斗太无趣了，这么吧，我让你3招如何？”李显胜忍不住笑了，还有人敢对自己说出让你3招这种话？李显胜回应道：“武夫这个职业倒是少见，这么着吧，我让你10招如何？否则我也着实是无趣的很。”第54章 SSS 级武圣天赋。徐永清大笑了起来，有趣有趣，你这个人有点意思。那好，就按你说的，让我先出手10招，你可别反悔。观众席上一众大夏的高等级玩家对徐永清的天赋能力也并不知情，只知道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武夫职业，内力很浑厚，并且擅长用毒。几个大夏玩家出声讨论道：“以那个法师的冰霜护盾，让武夫玩家先手攻击10次，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我还真好奇这2人的天赋能力，2个人的天赋能力都是未知的。依我看，这次还是法师玩家会赢，他之前的表现实在是太惊艳了。”灯塔国、霓虹国、泡菜国、印饭国的情报搜集人员则更是想调查出李显胜和徐永清的天赋能力效果，因此巴不得2人大战一番才好。3秒倒计时结束后，李显胜的确是站在原地没动，也没有出招。徐永清动用 SS 级的九阳神功、九阴真经 S 级的北冥神功技能，调动体内的浑厚真气，整个人被无形的内力笼罩，体内有烟霞喷薄而出。他隔空拍出了一招 A 级的化骨绵掌，打在李显胜身上。李显胜披着100层冰霜甲，他中招之后护盾值减少了20万点。这一下，李显胜和徐永清都惊了。李显胜不可思议地想到，一招打掉了我20万点的护盾值。之前那个拥有无限隐身能力的刺客，从背后攻击我，一套连招也只打出了6000多点伤害而已。这武夫玩家强的超标啊！徐永清自己也傻眼了，他根本就无法想象，一个40级的法师怎么可能挡下自己一掌不死。徐永清思绪涌动，分心想到，我觉醒的可是 SSS 级的武圣天赋，武学类技能的效果将获得10倍的增幅，再加上 SS 级的九阳神功、九阴真经 S 级的北冥神功加成，一掌下去，40级紫色品质的 BOSS 都得被我一掌拍死。武圣 SSS 级武道类技能效果加10倍，并且能够将属性契合的武道类技能进行融合，甚至是改良部分武学。徐永清的 SSS 级武圣天赋实际上和李显胜的至高级技能100倍增幅天赋是类似的效果，都是加成技能的威力。但 SSS 级的武圣只能对武学类技能生效，并且加成是10倍，而李显胜的至高级技能100倍增幅可以对全职业的技能进行增幅，加成为100倍，比如射程增幅、暴击强化、冷却减免、技能范围增幅、闪避强化。这些非武学类技能，徐永清的武圣天赋也就无法发挥效果了。李显胜发现自己身上多了3种可怕的毒素。提示：你遭受特殊内力影响，身中火毒、寒毒、化骨之毒。其中的火毒和寒毒让李显胜在不断的受伤，护盾值不断下滑。徐永清收起了轻视的态度，神情变得有些严肃，开口道：“遇到超级高手了呀，这是，竟然能够挡下我这一掌。不过嘛，这竞技场决斗的第1位，非我莫属。”徐永清已经是50级了，他经历过2个深渊级难度的副本，因此收获了一身的高阶技能。此刻他真正全力以赴，调动体内3种神功的浑厚内力，一瞬间点出了9指，每一指其指尖都有一道内力剑气传射而出，刺在李显胜的冰霜甲上。这是 S 级的6脉神剑技能，威力可怕至极。每一道剑气命中，李显胜的护盾值都减少了40万点。徐永清都懵了，怎么可能？我已经是全力出手，这个法师竟然真的接了我10招，但还有1半以上的护盾值，我都打出接近400万点的伤害了。什么护盾能够有着800万点的耐久度？李显胜也只是略微有些惊讶罢了，毕竟他有着无限蓝量，也就是无限的护盾值。站着不动，给对方打，徐永清都打不破李显胜的冰霜甲护盾。李显胜开口道：“10招已经打完了，接下来轮到我出手了。”李显胜翻动至尊法书，一枚爆裂火球飞出，轰炸在徐永清身上。但徐永清挡住了，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能够抗住李显胜的一击不死。溅射开来的赤红火焰散去之后，李显胜看到徐永清的体表有着一座金色的红钟，那是内力化作的金钟罩，在缓慢的转动，将徐永清庇护在内部，并且那金钟罩的表面刻满了大量的佛教经文，神圣恢宏，锐光四溢。被李显胜的一发爆裂火球轰炸之后，那一层金钟罩也出现了大量的裂缝，但在徐永清的内力补充之下，金钟罩表面的裂缝迅速恢复完好。徐永清额头密布冷汗，他再清楚不过了
在 SSS 级武圣天赋以及3种神功的内力加成下，自己 A 级的金钟罩技能坚硬无比，但却差点被敌人的一发火球给打破了。李显胜见状便加强了输出，每一秒都释放出了5枚爆裂火球，持续不断地朝着徐永清进行轰炸。轰隆轰隆轰隆，徐永清的金钟罩宛如真实的金属一般碎裂开来，他吐了一口鲜血，血条减少了1/4。徐永清不甘心战败，疯狂地催动 SS 级的九阳神功、九阴真经以及 S 级的北冥神功。可以看到，他的人体关键窍穴处有2颗窍穴，仿佛化作了微缩的炽热太阳一般。这是九阳神功的效果，说明他将九阳神功修炼到了第2层。同时，徐永清的另外2颗人体窍穴处则宛如2枚清冷的暗淡星子，散发出月华般的柔和光辉。这是九阴真经的效果，他也将九阴真经给修炼到了第2层，换算过来也是 LV20 以上的技能等级。徐永清身周狂风大作，肉眼可见的金银2种内力自他的体内蒸腾而出。杀！徐永清宛如杀神临尘，整个人披着金银2色霞光，施展 S 级的6脉神剑，朝着李显胜冲杀过去。李显胜也不惯着他 ，SSS 级天赋者在李显胜眼里也只是弱者罢了。李显胜动用真无限火力模式，无限次数的使用 S 级的爆裂火球技能，每一秒都可以释放出1100枚爆裂火球，1分钟便可以释放 6.6 万枚爆裂火球，10分钟也就是66万枚爆裂火球。再加上李显胜如今的魔法攻击，智力属性疯狂暴涨，使得他的技能威力也跟着飙升了数倍。轰隆！整座竞技场被无数的赤红火球淹没，彻底化作了一片火海。第55章竞技场的决赛。当李显胜动用真正的力量，开启无限火力模式时，徐永清的死亡就已经是注定的结局了。整座庞大的竞技场被赤红汹涌的火焰淹没，上万数量的观众此刻内心震撼不已，甚至有人猛地站了起来。SSS 级天赋者，这是2个 SSS 级天赋者之间的厮杀，太精彩了！并且最关键的是，那个40级的法师，他全程没动，就一直站立在原地，并且一开局的时候，他主动接了50级武夫的10次攻击，直到厮杀结束，那个怪物级的法师也没有掉一滴血，护盾值竟然还是满的，也就是意味着这个逆天的新人法师彻底碾压了那个觉醒了 SSS 级天赋的武夫。这实在是太震撼了！我大夏多出了2位无敌妖孽级的新人天才，并且其中的逆天新人法师强度明显高出了一大截，能够打出如此夸张的战斗波动，在这个等级阶段绝对是 SSS 级天赋者，没跑了。提示：你击杀目标成功晋级，排名上升，你将匹配到更高排名的对手。李显胜完成了击杀，此刻内心想到，这个武夫算是我遇到过的最强大的对手了。在最后的对拼中，他竟然能够抗住我火力全开的输出，坚持数秒而不死，并且他在最后的这几秒内打掉了我2层的800万点护盾值的冰霜甲，这种输出确实很强大。不过我有着无限蓝量，无技能冷却时间，因此可以不停地释放冰霜甲技能，也就是每秒都可以刷新1次护盾，并且我的瞬移技能还没有动用，藤蔓缠绕这种控制手段也没有释放。最重要的是，我的射程超过了1000米，我的射程优势根本就没有发挥出来。被火焰焚烧成灰烬的徐永清在系统规则的效果下复活了，他一脸颓废，同时脸上又露出了惊喜的神情。我在被杀死之前，处于生死危机之中，触发了我的 SSS 级武圣天赋，使得 SS 级的九阳神功、九阴真经技能完成了融合，最终融合成为了一个 SS 级的阴阳玄功技能。虽然依然是 SS 级的品质，但威力和效果却比一般的 SS 级技能要强出了一大截，并且原本的炽热真气、冰寒内力进行了融合，产生了质变，诞生出了更为高阶的阴阳真气。我这也算是一次奇遇啊！虽然战败了，没法成为第1位，但也有着惊人的收获。徐永清感受着自身体内孕育而出的阴阳真气，也就不再失落了。他原本想着自己作为 SSS 级的武圣，在大夏范围内肯定是这个阶段的最强者，没想到被一个普通职业的法师玩家给按在地上碾压。徐永清低声道：“那个法师还真是怪物，要知道我高了他10级，并且有着2种 SS 级的功法技能，加上 SSS 级武圣天赋的10倍增幅，最后竟然还是没能打破他的护盾。不过他这种级别的怪物肯定就只有一个，我获得第2位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竞技场的观众席上，灯塔国、霓虹国、泡菜国、印饭国国家的情报搜集人员神情凝重，内心暗自分析想到，这一届的大夏新人质量高的可怕，竟然一次性出示了2位 SSS 级天赋者，一个是隐藏职业武夫，另外一个是普通职业法师。这2人成长起来之后，绝对是大夏的无敌强者之一，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说威胁巨大。
并且在后续第2阶段的新人天才争霸赛中，也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要知道，一些小国当中，可能几十年都没法出现一个 SS 级的天赋者。之后的时间，李显胜又打了几场的对决，都是轻松碾压对手。这些大下的 S 级、SS 级天赋者，在李显胜面前，脆弱的跟一张白纸似的，一戳就破。最终，大下范围内新人天才争霸赛的决赛开启了。这一场决赛将决定出最终的大下第1新人天才，因此观众的数量暴涨了10倍，有着10万人的高阶玩家观众进行围观，竞技场擂台的占地面积也随之扩大了10倍。李显胜自然是乐于见此的，毕竟擂台的面积越大，自己的射程优势也就更能够发挥出来。在李显胜的面前是一位女性玩家，她身段修长，穿着一副血色的轻甲，甲胄线条流畅，贴合肌肤，因此将她婀娜柔美的身体线条给完美的衬托了出来。宫柳妹手持2把狭长的直刀，一把黑刀，一柄白刀，黑色长发扎起，脸上戴着半副银色面具，那面具只遮蔽了她的下半张脸，露出了高挺的上半截鼻梁，以及一双清冷妩媚的眼眸。宫柳妹是隐藏职业剑豪，当然了，剑豪职业并非只能使用剑刃兵器，刀类武器也可以装备。李显胜仅仅是看了一眼对方的黑白双刀，便感到眼眸生疼，仿佛眼皮在被无形的锋芒掠过一般。而观众席中出现了2位大下的大人物，引得众人侧目而视，神情激动不已。那是大下最强者，以及大下排名第2位的霸主级人物。这2位分别是大下2座顶级公会的会长。这门票钱付得太值了，这2位无敌强者，那可是竞技级的存在。在长时间的争斗厮杀中，大下内部孕育出了2座顶级的庞大公会。排名第1位的最强公会名为清虚剑种，排名第2的公会名称为金灵教。而这2座公会的会长都抵达了此处，前来观看大下范围内新人天才争霸赛的决赛。李显胜和对面的宫柳妹也被这2位无敌强者的气息所震撼到。虽然隔着竞技场擂台的结界，但那2人实在是太强大了，散发出了如渊似海般的恐怖威压。清虚剑种的会长，大下最强者，一身蓝衫，身上似乎连一件装备也没有，很是朴素，但体内却有5色琉璃的霞光溢散而出，双腿盘坐处竟然有青云生出，拖着他悬浮而起。他光是盘腿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无敌的直观感受。第56章 SSS 级斩切万物天赋。观众席的另外一侧是金灵教的会长，中年年纪，穿着一身东方古代的华丽官袍，身上挂着了各种无比珍贵的珠宝、玉佩、琥珀。金灵教的会长体内有刺目至极的金光一闪而逝，体表缭绕着丝丝缕缕的青色烟气，这种青烟很细长，仿佛是庙宇里烧香时顶端升腾而起的青烟。当李显胜看向这2位无敌强者时，竟然连等级都查看不了，只能看到一连串的。李显胜内心想到，这就蓝星之上矗立于金字塔顶端的巨头人物，不过他们也只是 SSS 级天赋而已，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将超越这2位大下的无敌强者。毕竟我觉醒的是碾压了 SSS 级的至高级天赋。话说回来，这个手持黑白双刀的女剑豪，让我本能的感觉威胁很大。这是最终的决赛，那么我也就不用留手了，动用全力，干净利落的取得胜利。成为了大下排名第1位的新人天才之后，我的技能觉醒任务也就完成了，可以获得一次技能觉醒权限。观众席上所有的大下高阶玩家此刻都站立而起，朝着2位无敌强者行礼。其他国家的情报搜集人员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迫感，神情忌惮。而游戏论坛中，大下玩家已经彻底沸腾了。这国内的新人天才争霸赛的决赛已经正式开启了，可惜门票太过昂贵，我们这些普通玩家根本就支付不起。但一些排名前50位的竞技场厮杀画面已经被人发布在了论坛之中，实在是太震撼了。竟然能够有人觉醒无限隐身的能力，还有觉醒了可怕吸血天赋的狂战士，一刀下去能够吸满一整管的血条。小轩和王璐也很是期待，队长已经打到决赛了，这大下的最强天才非队长莫属。王璐转动眼珠开口道，我先去查看一下其他国家的竞技场决斗画面，说不定还可以搜集到一些敌人的情报。决赛的竞技场擂台之上，3秒倒计时结束，最终决战开启了。李显胜第一时间给自己施加了800万点护盾值的冰霜甲，然后释放藤蔓缠绕技能，每1秒钟都有1100条粗大的翠绿藤蔓拔地而起，将身披血色轻甲、手持黑白双刀的女剑豪给淹没。同时，李显胜不断的后移，他如今装备了紫色品质的靴子，移速已经很不俗了。他在拉开和敌人的距离，刹那之间，数千条藤蔓被斩断，女剑豪脚尖轻点地面，踩踏出了一道浅坑，爆发出急速冲向李显胜的位置。李显胜右手持至尊法书，翻动书页，
每一秒钟都有威力可怕的1100发爆裂火球朝着女剑豪轰去。李显胜的射程高达1025米，同时每一发爆裂火球都可以造成半径90米的火焰溅射伤害。面对漫天袭来的爆裂火球，宫柳妹的眼神没有丝毫的畏惧，冲刺的速度不减反增。铮铮铮，清脆呼啸的刀鸣响起，李显胜甚至看不清对方出刀的动作，便看到靠近女剑豪的爆裂火球全部被对半切开了。李显胜内心一惊，怎么可能？这可是 S 级 LV100的爆裂火球技能，他竟然能够砍断魔法技能，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切开了数百上千枚的爆裂火球，这斩击速度未免太惊人了。被女剑豪展开的爆裂火球便失去了其恐怖的威力，不再会产生半径90米的火焰爆炸。李显胜一边后退，一边疯狂地释放爆裂火球。1秒钟是1100枚爆裂火球，10秒钟也就是6600枚火球，1分钟也就是6.6万枚爆裂火球。李显胜足足轰炸了1分多钟的时间，魔法值依然是满额状态。而在超过6.6万枚爆裂火球的密集轰炸之下，女剑豪也停止了冲刺，呈现出后撤的姿态，并且双臂挥舞黑白双刀，将大量的爆裂火球给对半切开。女剑豪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她不能失手，一旦失误，被1枚爆裂火球命中，她就会瞬间死亡。宫柳妹觉醒的是 SSS 级的斩切万物天赋，斩切万物 SSS 级，锋利度剩30倍。只要锋利度足够，理论上可以斩断一切事物，包括子弹、技能、空间、时间。举个例子，只要宫柳妹的兵器锋利度足够高，哪怕是被空间禁锢、被时间停止，她也可以斩断一切束缚，挣脱枷锁。而在面对李显胜的火球技能轰炸时，她只需要精准的斩断爆裂火球，就可以让这些技能失去一切威力。因此，哪怕李显胜的技能威力再高，被宫柳妹的双刀斩断之后，技能效果也都当即作废了。因此，骇人的一幕呈现在了10万数量的观众面前。李显胜每1分钟都可以释放出6.6万枚爆裂火球，每一发火球都可以秒杀宫柳妹。但宫柳妹靠着一身强大的刀术技能，硬是将李显胜释放出的全部火球都给对半切开。当然了，宫柳妹有着刀钢技能，可以斩出长距离的锋利刀钢，否则她也没法切断如此夸张数量的爆裂火球。双方陷入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之中，众多高阶玩家都看呆了，这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这是2大顶级妖孽的旷世决战。清虚剑种的会长大夏最强者看上去仅仅是一个俊美少年郎，盘腿坐在一团青云之上，其开口道：50级的武夫，还有眼前的女剑豪和法师，我大夏这一届竟然同时孕育出了3个 SSS 级的天赋者。那40级的法师技能毫无冷却时间，并且魔法值一直都是满额状态，似乎可以毫无止境的一直爆发出当前程度的攻击，并且他的射程也很远，此时已经距离女剑豪100米之外了。但凡有1枚爆裂火球落地，那么大范围的火焰溅射伤害就会将女剑豪给秒杀。女剑豪属于是在刀尖上起舞，看似双方陷入了僵局，但女剑豪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而那个40级的法师则可以一直保持这种恐怖的输出。确实是精彩的一战，连我也觉得眼前一亮。第57章，无敌妖孽之间的旷世对决。精灵教的教主，也就是大夏排名第2位的强者，脑后似乎有一重重的虚幻神环浮现，此刻也出声道：2个都是具备无敌资质的妖孽天骄，但目前看来，女剑豪要落败了。她哪怕可以斩出大量的刀钢，也需要耗费高额的体力，一直保持这种程度的高速斩击，她的体力就快要达到极限了。她不仅仅是需要斩断靠近自己的火球，而是需要展开数万枚的所有火球，因为这些爆裂火球属于是大范围的溅射伤害，只要有一丝失误，她就将死去。不过，这女剑豪应该有突袭位移的技能，她应该要发起最后的反击了。其他的观众全部看呆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竞技场，不想错过任何的一丝细节。李显胜也很惊讶，竟然能够在我火力全开的输出下坚持这么久。这女剑豪比之前的50级武夫要强大得多，还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可惜我就是那重无法逾越的天。李显胜高举至尊法书，这件橙色品质的武器自行悬浮而起，无风自动，不断的自行翻页。李显胜在同时释放爆裂火球、海啸和藤蔓缠绕技能，这些技能都是可以在同一瞬间一齐释放出来的，也就是每1秒，李显胜都可以释放出1100枚爆裂火球，加上900重海浪以及1100条藤蔓。轰！空气之中，无数的火元素、水元素彻底沸腾，数不清的赤红火球朝着宫柳妹砸去，无数重100米高、200米宽的汹涌浪潮，如同天灾一般朝着宫柳妹拍去。在 SS 级技能范围增幅的加成下，
海啸技能释放出的海浪体积也增加了10倍。面对这种恐怖至极的攻势，宫柳妹的瞳孔猛地收缩，她难以置信，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强大的法师？但紧接着，宫柳妹闭上了双眼，锋芒收敛。下一秒，她使用了某种强大的位移加斩切技能，双刀交错横斩而出，劈出了横向的巨大刀钢，将一重重的天灾海浪给切开。同时，宫柳妹化作一道残影，仿佛融入到了这道巨大刀钢之内，急速冲刺，瞬息间便出现在了李显胜的面前。这一刻，他睁开了美眸，眼底有无尽的杀意喷涌而出，杀气凝聚为实质，仿佛化作了一头血色凶兽，朝着李显胜的灵魂扑咬而去。杀！李显胜仿佛听到了对方的心声似的，这是宫柳妹的最终杀招。李显胜毫不怀疑自己的冰霜甲护盾会被对方给轻松切开。就在宫柳妹朝着李显胜的胸口刺出最后一刀时，李显胜消失了。他使用了 SS 级的瞬移技能，单次瞬移可以移动40米的距离，并且这个技能也是没有冷却时间的，李显胜可以无限制的瞬移。李显胜凭空出现在了200米开外，这是多次叠加瞬移的距离。而宫柳妹已经体力耗尽了，毕竟之前的持续高速斩击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宫柳妹不甘心的倒下了，随后被一团爆裂火球命中，血条被清空。临死之前，他看到李显胜的表情异常平静，似乎没有被自己突刺近身后的慌乱。这说明李显胜根本就没有到达极限，他还有余力。现场陷入了一片死寂，安静的诡异。随着清虚剑种的会长大夏最强者的轻拍手掌，这鼓掌声才将众人的意识拖拽了回来。实在是刚才这一战太过精彩，太过冲击灵魂了。有大夏的高阶玩家忍不住出声道：卧槽，这2个新人都开挂了吧？原本我以为女剑豪体力不支会倒在无数的魔法轰炸之下，但女剑豪却发起了致命反击，切开了大量的爆裂火球，100米高的巨浪突刺到40级的法师面前。这个时候，我想着40级的法师必死无疑了，但这个逆天的法师玩家却瞬移出去了200多米，并且他在200米之外依然可以攻击到女剑豪，说明他的射程也远得离谱。一次次的反转，结局超出了我的预料。200米的瞬移，无限的蓝量，无技能冷却时间超过200米的射程，并且可以释放出恐怖数量的强大法术。这个普通职业的法师太逆天了，他似乎还有余力。有了这3个 SSS 级天赋者进行组队，在第2阶段的新人天才争霸赛中，我们大夏阵营将无比强势，很可能是众多国家中最强的一支天才小队。也就是在竞技场中，参赛者的隐私是被保密的，否则清虚剑种和精灵教现场就会招募李显胜和宫柳妹2人了。而其他国家的情报搜集人员眼底满是忌惮，暗自想到，这一届大夏的新人天才小队强度太高了，有着3个 SSS 级的天赋者，并且一个比一个妖孽，最强的还是这个40级的法师，他的等级还太低，技能体系还够不完善，就已经如此强大了。要知道，新人天才争霸赛的等级上限可是60级。这一次，大夏阵营的天才小队或许比灯塔国的新人天才小队还强，得立刻将这些情报传回本国。宫柳妹复活了，但她紧接着便需要打下一场的对决，胜利者将会是大夏排名第2的新人天才。他的对手是觉醒了 SSS 级武圣天赋的徐永清。宫柳妹自语道：真是可怕的法师，我从来没有如此狼狈过，但这也是我进行过的最为酣畅淋漓的一场对决。在这种生死搏杀的危机之中，我的潜力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之前进行的战斗都很无趣，几乎没有人没有怪物可以抗住我的一刀。当然了，那个40级的法师也扛不住我的一刀，但我根本就没有斩击他的机会。不过话说回来，接下来在第2阶段，那个怪物级的法师将会成为我的队友。有如此强大的队友，还真是令人安心。第58章专属武器提示：你成功击杀对手，获得了胜利，成为了大夏范围内新人天才争霸赛的第1位。发放奖励中，奖励为紫色品质的专属成长性武器乘1，工会令乘1。你已完成了技能觉醒任务，获得了1次技能觉醒权限。李显胜退出了竞技场空间，回到了平安镇。但竞技场的厮杀还没有结束，徐永清和宫柳妹还得打一场，分出第2位和第3位的排名。小轩和王璐兴奋道：队长，怎么样？你肯定是排名第1的大夏天才吧？由于新人天才争霸赛对参赛者有着严密的隐私保护，因此观众席上的玩家无法和参赛者沟通，并且也没有什么全国范围内的系统公告曝光参赛者的身份。李显胜点了点头，这是自然，我已经是第1位了。不过我大夏还真是人杰地灵，这次的厮杀中遇到了很强的对手，和这种 SSS 级的天赋者交手，才能够让我感到热血翻涌，有生死搏杀之间的乐趣。
小轩和王璐对李显胜获得了大夏范围内的最强天才之位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这本就是他们预料中的事情。李显胜开始查看自己获得的奖励，一件可成长的专属武器，加上一块工会令。元素法杖，品质紫色，等级40级，属性魔攻加400，魔法值加1500，魔法穿透加30，特效元素伤害正 20%。 介绍：独属于你自身的成长性武器，通过大量的击杀敌人可以实现品质晋升。这元素法杖只是紫色品质的，因此属性和橙色品质的至尊法书有着巨大的差距。但不碍事，只要完成第2阶段的新人天才争霸赛，最后击败其他国家的天才小队，这紫色品质的成长性武器将会进化为成长性神器。李显胜握着元素法杖，内心想到，这种成长性的武器是通过大量的击杀敌人，从而实现进化，并且特效极其强大，元素伤害正 20%。 要知道法师的技能大部分都是元素系伤害。工会令效果，使用后能够创建一座1级工会。元素法杖的顶端镶嵌着不同颜色的瑰丽宝石，分别象征着不同类型的元素，而工会令道具则通体漆黑，呈现菱形，刻着红色的工会令3个字。李显胜突然好奇道：辅助玩家是在单独的赛道，最终的胜者出来了吗？小轩开口回应：好像是一个隐藏职业，诅咒师，我在论坛上看到了相关的视频。李显胜对不久后5人新人天才小队的辅助还是挺感兴趣的。诅咒师职业是给敌人施加负面 buff 的职业，也无所谓了，反正第2阶段的新人天才争霸赛，我也将是最终的胜者。李显胜获得了一次技能觉醒权限，他将这次权限用在了 SS 级的技能范围增幅上。提示： SS 级技能范围增幅技能已完成一次技能觉醒，等级上限解锁至 LV200。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夏范围内的新人天才争霸赛彻底落下了帷幕。徐永清战败了，他输给了手持黑白双刀的女剑豪。徐永清复活后苦闷地抱着自己的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怪物级妖孽啊？我好歹也是 SSS 级的5圣，加上将九阳神功和九阴真经融合为一，获得了相当于 SS 加级的阴阳玄功技能，战力又提升了一截，怎么还是被虐了呀？那手持黑白双刀的女剑豪可以轻松劈开我的真气，斩断我的技能，这不是耍赖吗？徐永清的信心被严重打击了，他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神功大成的主角，出山之后直接遇到了扫地僧级的强者。不对啊，大家同为 SSS 级天赋者，我没理由比他们2个弱，应该是对天赋能力的开发还不够高。全球公告，新人天才争霸赛的第1阶段已经结束，各国都将组建5人天才小队，队伍阵容为4个战斗类型玩家加1个辅助玩家。24小时后将开启天才争霸赛的第2阶段，请参赛者做好准备。全球公告响起了5遍，其他国家也都完成了内部的第1阶段竞技场对决。李显胜自动的和另外4名参赛者组建成了一支队伍，这代表着大夏阵营的新人天才小队，成员分别为李显胜、宫柳妹、徐永清，觉醒了 SS 级无限隐身天赋的刃尖，以及一个隐藏职业诅咒师。李显胜自动就成为了队长，因为他是排名第1的新人天才。徐永清很快从战败的失落中走了出来，在这支5人队伍群聊中发言：24小时后就会开启第2阶段了，我们要不要趁着这个时间组队杀怪，大家互相之间熟悉下彼此的技能效果？刃尖有些激动，没想到我真的成了第4名，这一下算是抱上大佬们的大腿了。说实话，我后面的几场对决都是靠着无限隐身天赋拖延时间，然后凭借着血量比对方高，拖到竞技场时间结束后这才获得的胜利，否则这第4名就会是其他的 SS 级天赋者了。宫柳妹没有发言，显得有些高冷。李显胜在群聊中说道：我刚好有着一块工会令道具，创建工会后可以开启一次工会试炼，能够自选难度，我打算选择深渊级的难度，在后续的24小时之内再提升一波等级，毕竟我现在才40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你们认为如何？在这24小时之内，除去睡眠休息的时间，李显胜还可以大幅度的提升等级，刷技能熟练度。刃尖有些为难，队长，我已经加入到了清虚剑种工会，没法再加入你新创建的工会去打工会试炼啊。不是我不给面子，实在是我不敢擅自退出清虚剑种工会啊，这可是大夏的最强势力。第59章创建工会。徐永清在队伍群聊中发言：我现在处于无工会状态，可以加入队长你创建的新工会，然后进行深渊级难度的工会试炼，毕竟我也才50级，在24小时内还有提升的空间。宫柳妹和队伍中的诅咒师都表示同意。李显胜便开口道：那刃尖你先去自己刷怪升级吧，我们几个组队打完工会试炼再来找你。人间最后说道：会长大人给了我5件珍贵的复活道具。
说是专门用来分给新人天才争霸赛的5人小队的。任间将复活道具分别交给了4名队友。复活勋章，品质橙色，效果死亡后可复活1次，也可以抵消1次系统的抹杀惩罚。这复活勋章显得很袖珍，白银材质，中心刻着血色的十字架图案。在之前的竞技场决斗中，李显胜没有获得经验值，但却获得了大量的技能熟练度，这属于是竞技场决斗的特殊加成。提示：你累积获得了35万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获得的熟练度将成100倍，最终获得3500万点技能熟练度。之前已经满级的技能没有变动，如今李显胜的技能栏为冰霜甲 LV55 S 级，海啸 LV93 S 级，技能范围增幅 LV9 SS 级，瞬移 LV32 SS 级。冰霜甲技能一层护盾便有12万点的护盾值，100倍增幅后也就是1200万点护盾值。海啸技能能够释放出10重，高12米，宽22米的海浪，射程24米，冷却时间减少到了8分钟。最恐怖的还是 SS 级的技能范围增幅，现在的效果为技能覆盖范围正 45%，100倍增幅之后，也就是技能覆盖范围正 4500%。说白了，就是技能的覆盖范围加45倍。以爆裂火球举例，在落点处可以造成半径9米的火焰溅射伤害。获得了加成之后，爆裂火球在落点处可以造成半径405米的范围伤害。最后是瞬移技能，可以一次性瞬移9次，单次瞬移的距离增加到了64米。在100倍增幅之下，该技能可以连续瞬移900次。当然了，李显胜开启了无限火力模式，能够无限次数的使用瞬移技能。李显胜内心感叹道：不愧是 SS 级的技能，成长性和效果都强得夸张。现在回想起和宫柳妹的对决，我完全可以在一开始就使用瞬移技能，通过瞬移技能一直和宫柳妹保持着1000米的距离，这样我就可以在1000米之外疯狂的进行火力压制。宫柳妹可没有能够突刺1000米的位移技能，不用几分钟，宫柳妹的体力就会消耗干净，最终死去。李显胜对小轩和王璐说道：我会选择创建一个新工会，大夏新人天才小队的几个成员也会加入进来，随后我们一起开启工会试炼。小轩眼眸放光，要知道这个时间段新人天才争霸赛的战斗录像都没有全部公布出来，他就已经可以和天才小队的玩家进行组队了。提示：你使用了工会令道具，成功创建一座1级工会，请为工会取名。李显胜想了想，取了个夜幕工会名称。除了任间，其他的队友都被他给拉进了工会之中。队友们纷纷选择同意邀请，李显胜进入到了工会空间之内。这里孤零零的只有一片荒地，中心是一座2层的低矮城堡，城堡内则是一颗紫色的工会水晶。提示：新创建的工会将开启一次工会试炼，会长可自行选择难度。完成工会试炼将会得到一座冰种池奖励，最终的试炼评级越高，获得的冰种池品质也就越高。工会水晶被摧毁，则工会彻底覆灭。毫无疑问，李显胜选择了深渊级难度的工会试炼。小轩开启了附身天赋，附着在了李显胜身上，并施加了一系列的单体祝福技能，其中最为强大的是 A 级的魔攻祝福，能够为李显胜增加 10% 的魔法攻击。越到后期，灵巫职业对单体目标的百分比增幅也就越恐怖。徐永清环顾四周，出声道：除了我们4个，还有2个成员，这是队长你以前的队友，竟然还有一个灵巫职业，这可是最强的单体辅助职业，并且这灵巫还能够附身在队长你的身上，简直是完美。宫柳妹也看了一眼化作灵体姿态的小轩，如果她也能够得到一个灵巫职业的专属辅助，那么她的战力将产生恐怖的质变。王璐很是激动，眼前的这4个人可是大夏的最强新人天才之一，每一个都是天之骄子级的存在。还是队长有手段，不仅仅创建了工会，还一口气拉了这么多顶级新人天才加入工会。工会信息：已开启深渊级的工会试炼，总共有3波怪物入侵，以越快的速度击杀完3波怪物，最终的试炼评级也就越高。第1波怪物入侵开始，李显胜出声道：这工会试炼的评级不是看击杀了多少数量的怪物，而是看完成试炼的时间，用时越短，最终获得的冰种池奖励品质也就越高。往冰种池中投入对应的材料，便可以源源不断地招募出冰种生物。宫柳妹手持黑白双刀，但这已经不是她之前佩戴的双刀了，而是她获得的专属成长性武器。宫柳妹的声音略显冰冷：我守东面。徐永清便说道：那我守西边。李显胜直接坐在了低矮城堡的顶端，他有着超过1000米的恐怖射程，一个人就可以攻击4个方向的怪物。怪物入侵会从4个不同的方向朝着工会水晶发起进攻。王璐笑嘻嘻的给众人分发了自己炼制的蓝色品质药剂。大家都是自己人，
以后药剂管够，全部免费。王璐的 S 级药剂宗师天赋能够加成5倍的药剂炼制速度，减少5倍的药材消耗，因此他可以用极少的药材急速炼制出大批量的高阶药剂。当然了，他的天赋还能够增加1倍的药效。第60章，第二波怪物入侵。王璐心想，这些都是最顶级的天赋者，和他们交好关系意义重大，这些药剂的成本根本就不算什么。第一波怪物入侵开始了，4个不同的方向上刷新出了大量的40级紫色品质怪物，这些怪物呈现人形，纷纷开启了隐身，然后加速朝着工会水晶冲去。隐杀者，品质紫色，等级40级，生命值 6.5 万，魔法值5000，基础属性力量300，体质200，敏捷400，智力50，物理攻击440，双防200，技能隐身、冲刺、暗杀。介绍：具备强大暗杀能力的刺客型生物。这种暗杀者生物外形酷似忍者，浑身被漆黑的绷带缠绕着，双手持握一柄弯钩匕首。4个方向的暗杀者全部开启了隐身加冲刺技能，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然后加速朝着工会水晶冲去。宫柳妹挥舞双刀，使用刀罡技能，她消耗魔法值便可以展出长距离的刀光，从一个近战输出化作为中程距离的物理输出。宫柳妹的技能栏中有着重复的锋利技能，甚至是 SS 级的锋利技能，该技能可以增加兵器的锋利度，属于是宫柳妹的核心能力。这种锋利技能可以重复学习，而类似暴击强化、射程增幅、冷却减免这类被动技能则只能学习一个，无法重复学习。同时宫柳妹还有增加攻速的高阶技能，她的双臂化作残影，出刀速度快到了极致，一道道月牙形的刀罡密集展出，将东面的全部暗杀者生物都给瞬间秒杀干净。这种40级的紫色品质怪物对于一般的精英级玩家来说极其致命，一不小心便可能被怪物给秒杀，更别提是上千个暗杀者生物了。但对于宫柳妹而言，这种强度的怪物和蝼蚁没有什么区别。徐永清施展自己的阴阳玄功，也是轻松秒杀了面前的暗杀者怪物。李显胜靠着超过1000米的夸张射程，站在中心的城堡顶端，连续释放出海啸技能。每1秒钟，李显胜都可以释放出1000重、高540米、宽990米的巨型海浪。在 SS 级技能范围增幅加成下，海啸技能进化成了天灾级的水系魔法。高540米，这是什么概念？现实世界中的摩天高楼也少有达到这个高度的，并且海浪的宽度为990米，这就更骇人了。队友们直接愣住了，眼底满是震惊。徐永清都傻眼了，我去，这是啥呀？1000重遮天巨浪瞬间出现，这比水系禁咒还恐怖得多啊！队长是怎么做到的？并且在对付我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使用过这个水系魔法。队长和那个女剑豪的战斗录像，我也还没有看到。宫柳妹难以置信道。在之前的竞技场决斗中，李显胜释放出的汹涌海浪，明明只有接近100米的高度，可如今250级的顶级法师，技能读秒8分钟释放出水系禁咒，都远远比不上李显胜1秒内随手释放出的海啸技能。李显胜的成长潜力高的可怕，我和他的差距竟然在急剧扩大。第一波的全部怪物在一瞬间被清场了，遮天蔽日的天灾巨浪猛地拍击下去，覆盖到的怪物瞬间被清空血条。队伍中从未见识过李显胜实力的诅咒师呆滞了几秒，随后开口道：“你开挂了吧？这碾压水系禁咒的恐怖海啸，加上接近1000米的射程，这他妈是 SSS 级天赋者可以实现的事情？我究竟是和怎样的一个怪物组了队伍？”李显胜内心分析想到，爆裂火球和海啸技能虽然都是 S 级，但在45倍的技能覆盖范围加成下，海啸技能便显得异常恢宏威严，宛如海神发怒，末日天灾。而爆裂火球的体积还是那么大一点，因此不讨论威力，只看威慑程度，海啸技能绝对碾压爆裂火球。并且这个 SS 级的技能范围增幅只有 LV9 而已，等级上限已经解锁到了 LV200。这所谓的深渊级第一波的怪物入侵，在短短的数秒内就结束了。要知道，完成试炼的时间越短，最终的评级也就越高。李显胜也收获了大量的经验值和技能熟练度。这种工会试炼中的怪物不会掉落任何物品。警告，第二波怪物入侵开始。4个不同的方向上刷新出了更多数量的高阶怪物，都是50级的紫色品质生物，其中包括了50级的暗杀者，同时还多出了2种新的怪物。臃肿者，品质紫色，等级50级，生命值33万，魔法值3000，基础属性力量10，体质900，敏捷50，智力10，物理攻击15，双防480，技能再生
冲击吸收，嘲讽。介绍：肉盾类型的高阶生物能够嘲讽目标，强制玩家攻击自己。臃肿者看上去就是一团蠕动的肉团，勉强能够看出人形，并且覆盖着一层坚硬的生物指甲。这属于是单纯的肉盾类型怪物，体力属性极高，但其他3项属性很低。暗影弓箭手，品质紫色，等级50级，生命值15万，魔法值1万，基础属性力量500，体质300，敏捷450，智力300，物理攻击540，双防200。技能暗影剑，移形换位。介绍：暗影弓箭手披着一身黑紫色的皮甲，手持白骨长弓，浑身缭绕着诡异的黑气。3种不同类型的紫色品质怪物同时刷新而出，迅速组成了合理的阵型。化作灵体状态，盘踞在李显胜头顶上方的小轩开口分析道：的确不愧是深渊级的难度。这第2波的怪物有着肉盾、刺客、弓箭手3种类型的怪物，相互之间的技能组合将会发挥出恐怖的威力。臃肿者会使用嘲讽技能，强制玩家攻击他，而暗杀者和暗影弓箭手则可以趁机破坏工会水晶。密密麻麻的臃肿者开启嘲讽技能，全部的暗影弓箭手纷纷使用移形换影，加速靠近工会水晶进行远程攻击。在臃肿者、暗杀者、暗影弓箭手的合击之下，哪怕玩家实力强大，也会被拖住脚步，眼睁睁看着工会水晶被暗杀者和暗影弓箭手破坏。第61章 A 级水系专精。徐永清和宫柳妹都受到了臃肿者嘲讽技能的影响，但几乎是在一瞬间就被豁免了。徐永清修炼了 SS 加级的阴阳玄功，内力浑厚至极，抗性极高，免疫了大量的嘲讽技能效果。而宫柳妹她自身实际上很脆，走的是极致攻速加锋利的路线，因此必须有高阶的解控技能，否则很容易就被敌人的控制技能针对。无论是宫柳妹还是徐永清，他们2人哪怕是单独作战，都可以轻松击杀这第2波的全部怪物，但需要消耗不少的时间。工会试炼的用时越短，最终的历练评级也就越高。徐永清隔空拍出一招 A 级的化骨绵掌，打中了一只臃肿者。这肉盾类型的怪物迅速化作一滩血水，只剩下一张恶心的表皮以及覆盖着的坚硬指甲，内部的骨骼被融化了。徐永清在群聊中说道：队长，之前和你的厮杀结束之后，我在生死危机的魔力之下，反而更大程度上的开发了我的天赋能力，让我的2个 SS 级技能完成了融合，最终获得了一个 SS 加级的内功技能。说起来我还欠了你一个大人情呢，以后多和我打竞技场的决斗吧。还有女剑豪，应该叫宫姐了。宫姐、李队，你们以后就尽情的蹂躏我吧，对我越狠，我就越有可能开发出自身天赋能力的更强效果。宫柳妹冷言道：没兴趣，你太弱了。徐永清、李显胜则回应道：这个好说，竞技场有着复活机制，我也不用担心，一不小心就秒了你。徐永清欲哭无泪，内心悲愤道：好歹我也是 SSS 级的5圣啊，怎么搞得这么卑微？超越李队算是没希望了，但追赶宫姐还是有着不小的可能性。宫柳妹再次释放了当初对付李显胜的恐怖杀招，黑白双刀交错横斩，劈出了巨大的骇人刀光，宛如镰刀收割麦子一般，将大量的怪物给拦腰斩断，满血秒杀。李显胜也直接动用 S 级的海啸技能，在一瞬间再次完成了对4个方向上的清场，但依然有怪物在不断的刷新出来，否则这第2波直接就已经结束了。徐永清施展6脉神剑，指尖传射出无形的剑芒。李队，你悠着点，给我留点怪物啊。李显胜淡然道：这可不是抢人头，通关历练的用时越短，最后的评级也就越高，我要实现世界第1的通关记录。李显胜紧接着便一直使用海啸技能，4个方向上每刷新出一批怪物，下一秒就会被天灾级的浪潮直接拍死。李显胜的逆天战力也激发了宫柳妹的胜负欲，他认为自己的天赋能力足够强大，只要继续成长，早晚有追赶上李显胜的那一天。小轩和王璐内心感叹道：连这些 SSS 级的天赋者在队长面前都显得如此弱小，能够加入队长的队伍，我这运气也是逆天级的啊。队伍中的诅咒师根本就没法发挥出任何作用，因为4个方向上刷新出的怪物都被李显胜给秒掉了。这种强度的逆天法师，在第2阶段的新人争霸赛中，有谁可以压制他？或许这一次的新人天才争霸赛，我大夏可以夺得第1位的排名。1分多钟后，第2波怪物入侵也结束了。这种通关时间离谱到了极点，第1波加第2波总共用时不到2分钟。与此同时，李显胜提升到了45级，因为第2波的怪物都是50级的越级杀怪，可以获得高额的经验值。提示：个人等级达到45级，4项基础属性加5点，自由属性加15点，
你已领悟 A 级水系专精技能，水系专精 LV1 A 级，水系伤害正1%，天赋加成，水系伤害正100%。李显胜眼眸放光，这又是一个被动技能，但却是组建李显胜技能体系的重要一环。李显胜暗自想到 ，LV100的 A 级水系专精技能可以加成100%的水系伤害，100倍增幅之后，也就是水系伤害加100倍。这还仅仅是 A 级技能，如果是 S 级、SS 级、SSS 级的水系专精技能，100倍增幅后，那更是恐怖无比。水系专精加海啸技能，将再次让我的战力完成一次质变，并且不仅仅是有水系专精技能，还有其他元素系的专精技能等着我掌握。第62章，橙色品质的红龙 BOSS。大夏范围内，新人天才争霸赛的战斗录像已经被发布在了游戏论坛中，无数玩家观看了之后震撼不已，内心无比羡慕。拥有无限隐身能力的刺客，吸血属性高达100%的狂战士，技能恐怖诡异的诅咒师，还有那个掌握了一身绝世神功、内力深厚的武夫，这就是顶级天赋者的战力吗？太羡慕了。而我们绝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法觉醒天赋能力，并且最离谱的还是排名前2位吧。一个是能够斩断技能效果的女剑豪，另外一个是可以无限制瞬发禁咒魔法的法师，这2位简直是逆天到了极致啊！那个女剑豪虽然戴着半脸面具，但只看眼睛和部分鼻梁就可以大概猜出绝对是顶级容貌，还真是好奇她面具之下是什么样子。别说是我们大夏玩家了，其他国家的新人天才见了这2位，那也是头皮发麻，感到无比棘手。我就问问其他国家的5人新人天才队伍，见了我大夏的逆天新人法师，腿会不会被吓哆嗦？无限蓝量，毫无技能冷却时间，并且射程最少也超过了200米，每1秒都可以释放出上千个恐怖的天灾级魔法技能，再加上他还能够瞬移，哪怕是灯塔国的最强新人天才也得甘拜下风吧。其他国家的玩家看了大夏的5人天才小队阵容后无比头疼，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同时大夏玩家也在查看其他国家的5人天才小队阵营，但发现其中灯塔国的最强新人天才竟然没有暴露出自己的天赋能力，这有点离谱了。这灯塔国排名第1位的新人天才竟然全程没有体现出自己的天赋能力效果。他在最终的决赛上哪怕排除了自身的天赋能力，也击败了另外一名 SSS 级天赋者，这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他肯定不是我大夏逆天新人法师的对手。不得不说，看着新人天才争霸赛就跟看神仙打架似的，这些顶级妖孽都杀疯了，而我们这些普通玩家打个困难级的副本都得拼尽全力，否则就有可能死亡。夜幕公会内，第3波怪物入侵也开始刷新了。李显胜将剩下的2块技能觉醒石都给使用了。提示：你使用了2块技能觉醒石道具，已领悟2个觉醒任务。技能觉醒任务1，在10分钟内通关深渊级的公会试炼。技能觉醒任务2，在第2阶段的新人天才争霸赛中击杀20个其他国家的参赛者。李显胜喝了瓶王璐炼制的蓝色品质的智力药剂火焰药剂，分析想到，第1个技能觉醒任务100%能够完成了，因为这已经到了第3波怪物入侵，用时也不到3分钟而已。这还是因为怪物会持续的刷新，否则消耗的时间会更少。打第3波怪物入侵估计也就2分钟左右的时间。至于第2个技能觉醒任务，在接下来的新人天才争霸赛中也很容易完成，毕竟这么多个国家的参赛者，最终参与人数都超过了900人，杀20个其他国家的参赛者甚至用不了多少时间。第3波的怪物刷新出了更多的臃肿者、暗影弓箭手、暗杀者，不过等级都提升到了60级，因此这些怪物的属性也就跟着上涨。同时4个方向上还各自刷新出了一头橙色品质的 BOSS。 红龙品质橙色，等级40级，生命值125万，魔法值30万，基础属性力量2500，体质2500，敏捷1800，智力3000，魔法攻击2700，双防840。技能硫磺龙息，巨龙军团，高贵血脉。介绍：血脉极其纯粹的红龙生物，多个红龙单位在场时，彼此之间还会获得特殊加成。这红龙 BOSS 首尾长度加起来就有20米的长度了，浑身上下覆盖着赤红的鳞片，粗犷如岩石一般，眼眸呈现出暗黄色，瞳孔为竖立而起的姿态，宛如一柄利剑。4个方向上的红龙 BOSS 仰天咆哮，散发出了恐怖的龙威，令周围的60级紫色品质怪物瑟瑟发抖，呈现出臣服的姿态。同时4头红龙 BOSS 使用了巨龙军团技能，赤红鳞片上闪耀着暗淡的奇异光晕。在巨龙军团的效果加成之下，在场的红龙数量每增加1个单位，其龙息的射程也就随之增加10%，也就是总共4头红龙
使得其龙息的射程增加了40%。徐永清看着自己这个方向上的巨型红龙，开口道：“可惜我没掌握降龙18掌技能，否则就可以真正意义上的降服巨龙了。”小轩悬浮在李显胜头顶上方，开口道：“我在游戏论坛里看过对应的情报攻略，工会试炼的最终 BOSS 往往就是奖励的兵种类型，也就是完成工会试炼之后，队长你大概率可以获得一座红龙兵种池，之后再消耗对应的资源，便可以大规模的组建出红龙军团了。数不清的暗杀者、臃肿者、暗影弓箭手朝着工会水晶冲去，而4头庞大的红龙也煽动附魔羽翼，振翅而起，张口吐出了黄绿色的硫磺龙息，朝着众人覆盖过去。徐永清动用 SS 加级的阴阳玄功以及 S 级的北冥神功，在武圣天赋的10倍加成之下，他相当于在目前阶段就有着30多年的浑厚内力。徐永清同时施展金钟罩技能，体表浮现出一座金银两色的真实红钟，这红钟不断的旋转着，表面雕刻着大量的佛教经文，将徐永清笼罩在内。橙色品质的红龙 BOSS 喷吐出的恐怖硫磺龙息，浇在那宏大的金钟罩上，被全部荡开。徐永清毫发无损，甚至没有感受到多高的温度。他靠着金钟罩庇护，无视了红龙 BOSS 的攻击，双腿附着上了内力，猛地一跃而起，骑在了红龙的头顶上方。徐永清运转内力，使用化骨绵掌，一掌接一掌的拍在红龙 BOSS 的头顶，将这 BOSS 给震得吐出鲜血，坚硬无比的头部龙鳞以及那一只独角都被拍裂了。最后，徐永清点出手指，指尖喷射出一道道的无形剑气，直接将 BOSS 的脑组织给全部搅碎。这强大的红龙 BOSS 血条被清空了。第63章红龙兵种池。宫柳妹戴着半张银色面具，手持2把狭长的黑白双刀，瞬息之间便展出了大量的刀钢。橙色品质的红龙 BOSS， 其高额的防御在宫柳妹的斩切万物天赋面前根本就毫无意义。红龙 BOSS 张口吐出的硫磺龙息被数道刀光切开，巨大的红龙 BOSS 本体也被切割成为了细小的血肉方块，血条瞬间消失。李显胜获得了 A 级水系专精技能后，海啸技能便成为了自己的最强攻击手段。他高举至尊法书，4个方向上都有天灾级的浪潮涌去，将另外2只红龙 BOSS 给满血秒杀。在场的全部60级紫色品质小怪也都被收割干净了，但依然在不断的刷新出怪物。BOSS 就只有这4个，这对于其他玩家来说，十死无生的深渊级工会试炼，在李显胜等人面前完全就是过家家。最终李显胜用时4分30秒成功杀光了所有怪物。李显胜的头顶上方浮现出加 5.5 万点的蓝色字样，他的魔法值永远都处于满额状态，每秒回魔 5.5 万点。宫柳妹如今也彻底知晓了李显胜的真正射程，外加上超过1000米的夸张射程，李显胜的天赋效果应该是强化技能的类型。提示：你成功通关深渊级的工会试炼，最终用时4分30秒。试炼奖励结算中，奖励为橙色品质的红龙兵种池乘1，橙色品质的兵符加50。在那一座低矮城堡的外围出现了一座庞大的兵种池，池水的中央矗立着一座红龙雕塑，栩栩如生，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龙威。红龙兵种池，品质橙色，效果投入100银币加10单位橙色品质的龙血矿，可转生出一头红龙兵种。王璐兴奋道：“竟然是橙色品质的兵种池，并且还是红龙兵种，这种巨龙兵种极其强大，还是飞行单位。理论上，只要材料足够，靠着这座兵种池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转生出橙色品质的红龙生物。我们夜幕工会在未来能够组建出一整支的巨龙军团。当然了，哪怕是橙色品质的兵种军团，在队长面前也只是一群蝼蚁。兵符，品质橙色，效果直接使用，可随机招募出一个橙色品质的兵种，投入到兵种池中，可省去材料，招募出对应的兵种单位。李显胜立刻就使用了50枚兵符道具，将其给全部投入到兵种池中。很快，一头头幼年期的只有1级的红龙生物从兵种池中爬出。红龙，品质橙色，等级1级，生命值2500，魔法值800，基础属性力量50，体质50，敏捷30，智力80。技能硫磺龙息，巨龙军团，高贵血脉。李显胜总共转生出了50单位的红龙兵种。他开口道：“之前杀红龙 BOSS 时杀得太快了，导致我甚至不知道这高贵血脉技能有什么效果。现在才真正知晓这个技能的具体效果，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抗性，免疫大量的控制效果。其中巨龙军团的技能效果为：每多增加10单位的红龙兵种，红龙的龙息射程就将增加 1%。如今总共有50只红龙兵种，已经可以增加 5% 的龙息射程了。提示：新创建的工会
将有7天的新人保护期。新人保护期内，工会将处于无敌状态，使用征战令道具可发起对其他工会的战士。众人的等级都提升了不少。李显胜的个人等级达到了47级，个人等级达到47级，4项基础属性加2点，自由属性点加6点。李显胜将自由属性点都加在了智力属性上。徐永清抓着一头幼年期的红龙，开口道：“有着新人保护期，我们也就不用担心进入第2阶段的新人天才争霸赛时，工会被袭击了。之后我想休息一会，保证充沛的精力，然后参与第2阶段的新人天才争霸赛。”宫友妹也表示，自己已经连续战斗了2天了，她也需要睡眠休息。那沉默寡言的诅咒师李显胜到现在也不了解他的天赋能力，毕竟都没有怪物让他展示实力，都被李显胜给瞬间秒杀干净了。李显胜便说道：“那大家就自行休息吧，下一个副本再见面。提示：你成功完成技能觉醒任务，获得了一次技能觉醒权限。”李显胜选择将 S 级的海啸技能进行一次技能觉醒。S 级海啸技能已完成一次技能觉醒，等级上限解锁至 LV200。提示：你击杀大量怪物，累计获得302万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你获得的技能熟练度将成100倍，最终获得3.02点技能熟练度。之前满级的技能毫无变动，获得提升的技能为冰霜甲 LV83 S 级，射程增幅 LV134 S 级，海啸 LV100 S 级，技能范围增幅 LV21 SS 级，瞬移 LV45 SS 级，水系专精 LV47 A 级。其中冰霜甲技能单层护盾可以提供17万点护盾值，100倍增幅之后为1700万点护盾值。射程增幅技能能够提供 13.4 米的额外射程，100倍增幅之后能够加成1340米的额外射程。海啸技能达到了满级，能够一次性释放出11重、13米高、23米宽的海浪，射程25米，100倍增幅之后能够一次性释放出1100重海浪。SS 级的技能范围增幅能够加成 115% 的技能覆盖范围，100倍增幅之后也就是正 11500% 的技能覆盖范围。兑换过来为加115倍的技能覆盖范围增幅。以爆裂火球为例，在落点处可以造成半径9米的火焰溅射伤害，现在则可以在落点处造成半径1035米的范围伤害。瞬移技能可以进行12次的连续瞬移，单次瞬移距离为90米。开启了无限火力模式之后，也就是可以无限制的使用瞬移。最后是新技能水系专精，水系伤害正 47%，100倍增幅之后为水系伤害正 4700%， 换算过来为水系伤害加47倍。李显胜内心想到，获得了新的水系专精技能后，我真正意义上的无敌了。海啸技能本来就可怕无比，现在水系伤害加47倍，完全可以秒杀新人天才争霸赛中的一切敌人。第64章武道巅峰副本。李显胜等人都退出了工会空间。李显胜一番休息进食之后，第2阶段新人天才争霸赛开始了。提示：第2阶段的新人天才争霸赛已开启，各国的5人天才队伍将被投入进入深渊级难度的60级大型副本中，总参赛者为935人。你已进入武道巅峰副本。副本介绍：这是一个修炼武道的世界。3日前，高空之上，传说中的天门短暂开启，一众武者从天门之中能够看到仙人的痕迹。从天门之内坠落下了2块5色石板，石板上刻着仙法经文。世人认为，修习了5色石板上的经文，便能够破碎虚空，打开天门，渡劫飞升。至此，各方势力开始了争夺5色石板的战役。李显胜5人自动组成了队伍，传送到了一座恢宏威严的皇宫之内。这是类似东方古代的皇宫，连绵不绝的建筑物上覆盖着朱红砖瓦，甚至是镶嵌着琉璃石。主线任务1：加入荣朝势力，任务完成，奖励5银币。任务失败，全属性永久负 30%。终极任务：破碎虚空，劈开天门，飞升仙界。完成任务，奖励2本 SS 级技能书。徐永清欣喜道：武道巅峰副本未免太适合我了吧，我本身走的就是武道流路线，掌握了一身绝世神功。除了主线任务之外，还有一个终极任务，那就是破碎虚空，劈开天门，飞升仙界。也就是意味着我们需要搜集2块5色石板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修炼古武的世界的确存在着所谓的仙界，而2块5色石板就是打开天门的钥匙。这一次李显胜没法携带王璐和小轩，但他提前囤积了大量的药剂。李显胜开口道：这里显然就是荣朝的皇宫，我们只需要展现出足够高的实力，那么就可以加入荣朝势力，得到皇帝的重视。走吧，我已经看到其他玩家的身影了。
不仅仅是李显胜5人传送到了荣朝皇宫，还有其他的玩家也被分配到了这处坐标。主线任务和李显胜5人一样，李显胜5人朝着正前方走去，发现一道不断向上的阶梯之后，便是皇宫的正殿。李显胜5人一路攀登了数百节阶梯，抵达了正殿的门口。门口的位置站着一个身份不俗的太监，其位阶是橙色，等级为60级。李显胜随意开口道：“我们是前来为皇帝陛下分忧的。”王公公用公鸭嗓说道：“想为皇帝陛下分忧，就需要先过了我这一关。陛下不需要废物打手，我如今是1品境界，不会下死手，你们大可放心。如果不能和我打成平手，那你们便自行退去吧。”这个武道世界境界划分为9品至1品，9品最低，1品最高。王公公相当于刚刚进入1品境界。徐永清笑道：“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入场考验，也就是5人队伍联手攻击，和这个王公公打成平手，就可以加入荣朝阵营了。”李显胜出声道：“只要我们展现出足够高的实力，皇帝就会将我们当成座上宾。接下来的行动中，我们的话语权也就更大。”宫柳妹冷声道：“那我来吧。”李显胜等人身后有着3支5人小队，但都是一些小国的天才小队，其中最强的一个都只是 SS 级天赋者。这些其他国家的天才玩家惊声道：“是大夏的天才小队，和他们同处于荣朝阵营，我们简直就是抱上大腿了呀！我们都是一个阵营的友方了。要知道，大夏的新人天才小队中有着3个 SSS 级天赋者，2个 SS 级天赋者，并且还有2个 SSS 级天赋者中的怪物妖孽，那位手持黑白双刀的女剑豪和逆天级的法师。”宫柳妹拔出2把狭长的刀刃，这黑白双刀极薄，仿佛从侧面一用力就可以轻易弯曲似的。宫柳妹没有丝毫浪费时间的想法，爆发出急速，双臂化作残影，朝着李公公劈去。王公公大惊失色，连忙招架应对，动用护体罡气。但王公公这1品武者的护体罡气，在宫柳妹面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铮铮铮！一番交手之后，王公公的衣服上满是刀痕，一行行血水从伤口中渗透而出。宫柳妹点到为止，收起双刀。王公公恭敬道：“佩服佩服，我已经是1品境界了，却被瞬间破开了护体罡气，在短时间内被连续劈中了28刀，每一刀的伤口都很浅，只是切开了皮肤，都是皮外伤而已。恕我眼拙，这位女侠竟然是1品之上的陆地神仙境界，超越了1品境界，便是这个武道位面的极限，被称为陆地神仙。请上座，皇帝陛下正需要您这样的绝世强者。”李显胜认为，以宫柳妹的实力是能够击杀这个世界的陆地神仙境的。王公公运转内力，封住伤口，瞬间跟没事人一样，用相同的流程测试后面的几波玩家小队，但这些玩家都远远比不上李显胜小队。最终，李显胜5人进入了正殿之中，看到了身穿一身华贵黄袍、年轻英武的皇帝。他看上去才16岁，虽然年轻，但却透露出一股深厚的帝王之气。王公公将测试的结果告知了皇帝。第65章青衣军势力。高台之上，气势威严的皇帝启口道：“各位都是1等1的高手，只要你们完成了朕的任务，便可以进入国库中选择自己看中的奖赏。如今天下大乱，叛军事起，各种势力崛起现世，其中对荣朝最大的威胁之一，便是一支名为青衣军的叛军。其叛军的首领有着统帅之姿，招兵买马，占据了我朝的部分城池，自立为王。因此，我需要你们暗杀青衣军的首领。暗杀成功，无论是权势、金钱、神功武学，朕都可以奖赏给你们。说白了，也就是如今武道盛行，大部分人都可以踏进武道一途，因此逐渐发展成了一支势力强大的叛军，割据一方领地，自立为王，不受朝廷管控。提示：已完成主线任务1，奖励5银币。任务栏已刷新。主线任务2，击杀青衣军首领，屠杀叛军势力。完成任务，奖励自由属性点加30。警告：此副本为深渊级难度的大型副本，一旦自身所处的阵营被摧毁，那么将被抹杀惩罚。李显胜从容开口道：“皇帝陛下，我们想知道关于那2块5色石板的情报，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提着青衣军的头颅回来复命。”皇帝回应道：“那从天门之上坠落下来的2块5色石板，分别刻着2部仙人经文，分别是如来神掌以及丈六金身的修炼经文。修习了之后，的确有可能飞升仙界。但这2块5色石板落入凡间之后，分别化作了2座秘境，必须搜集7件天底下的绝世神兵，才能够打开秘境。而那叛军首领的手中正好持有着其中1件绝世神兵。你们如果真的能够击杀青衣军的首领，那么便可以得到这1件绝世神兵。朕也对那2部仙人经文十分重视，修习了之后，劈开天门，飞升仙界，是否就可以获得长生？所谓的仙界，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徐永清听了皇帝的话语，
兴奋了起来。如来神掌和丈六金身，这岂不是超高阶的神功武学？其他职业没法学习武道类的技能，但我可以啊！最后，众人离开了皇宫，骑上了健硕的战马，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抵达青衣军的老巢。人间选择了留在皇宫之内，开启无限隐身，在皇宫内搜集情报。人间在群聊中说道：“这小皇帝的势力很微弱呀，倒不是说戎朝的军力不强，只不过大部分的军权都在骠骑大将军玉南王的手中。玉南王架空了一部分小皇帝的权力，小皇帝手下的武道高手数量很少。如果我们成功击杀青衣军的首领，那小皇帝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玉南王了。小皇帝估计要收回兵权，连叛军首领都有一件绝世神兵，那玉南王手中当然也有绝世神兵才对。刃间的 SS 级无限隐身天赋，除了可以无限制的隐身之外，还能够大幅度的强化隐身效果。因此，当刃间开启隐身状态后，几乎可以在皇宫内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可以自由的进入皇后、妃子的寝宫。当然了，这可是新人天才争霸赛，刃间暂时留在皇宫内是为了搜集更多的情报。小皇帝的最强手下，也就是个一品境界的王公公，刃间甚至可以站在王公公身后，而对方无法发现任何的异常。队伍中的诅咒师开口道：“玉南王和小皇帝都属于是戎朝势力，估计玉南王那边也传送过去了不少玩家，接受了主线任务。”刃间游荡在皇宫内，开口道：“放心吧，我贴身保护着小皇帝，打不过强者，我带着小皇帝逃跑的速度，基本上没人能够追上，并且我还有群体隐身的技能，可以带着小皇帝隐身遁走。”李显胜在群聊中说道：“刃间负责保护好小皇帝，不被玉南王阵营的玩家给暗杀了。我们其他人便冲到青衣军的老巢，将这叛军势力连根拔起，抢走叛军首领手中的绝世神兵。”人间在队伍群聊中回复道：“那我继续刺探情报，有什么重要的信息，第一时间告知你们。”嘿，我竟然转悠到了戎朝的国库门口了，还真想钻进去偷取各种珍贵的秘宝，可惜我的开锁技能没法打开这种级别的门锁。李显胜等人有着小皇帝提供的地图，其中标注了青衣军的真正老巢，实际上是在一座海面上的小岛。这小岛有着险峻的地势，甚至可以做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程度，10万大军也没法冲杀进去。徐永清骑着战马，捧着地图说道：“这座海上小岛的地势还真是优越到了极致，甚至可以在岛屿上自己栽种大面积的粮食，实现自给自足。”李显胜则想到，海面之上的小岛，在这种环境下，我本就强大至极的海啸技能将会获得更大程度的增幅。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天才小队也都加入到了不同的势力阵营之中，有的玩家传送到了青衣军的地界内，有的传送到了顶尖江湖势力中，还有的加入了玉南王的阵营。一段时间的赶路之后，李显胜小队成功抵达了目的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海域，能够远远的看到一座岛屿的轮廓。这附近的船只都是被青衣军严密管控的，而海面岛屿上，青衣军的大本营也有几个国家的天才小队，一开局就传送到了此处。其中最强大的是泡菜国的天才小队，他们也都凭借着展示强大的实力，获得了青衣军首领的重视。泡菜国的参赛者玩家互相讨论道：“我们加入的青衣军势力是最强大的一支叛军势力，不仅仅掌控了几座原本属于戎朝的庞大城池，还有着这样一座易守难攻的海上岛屿。这虽然不是最强的势力，但却是最为稳妥的势力。我们只需要守住这海上岛屿，等待灯塔国以及其他的盟友国出现，再和他们进行会合，就可以高枕无忧，甚至是发起猎杀大夏天才小队的行动了。”第66章 SS 级永久诅咒。游戏论坛内，各国的玩家也都在讨论新人天才争霸赛的事件。这第2阶段的新人天才争霸赛，我们也就没法看到具体的画面了。不过，这可是参与人数高达935人的超大型副本，参赛者都是每一个国家内部的最强天才小队。这是妖孽与妖孽之间的对决，最终谁能够胜出？不过按照以往的流程，各国的高层都给予了本国新人天才复活道具，哪怕是在副本内被杀死，也可以复活重生，甚至是抵消一次抹杀惩罚。最终的决胜者可以获得专属性的成长神器，这可就是能够一直使用，永远不用更换的强大武器。有霓虹国的玩家讨论道：“虽然大夏的新人天才小队异常强大，但我们盟友众多，灯塔国、泡菜国、我霓虹国、日落国众多的盟友联手之下，干翻大夏的天才小队也就没有那么艰难了。”副本内，李显胜等人抵达了青衣军的大本营。新人天才争霸赛规则：参赛者击杀敌人可以获得对应的积分，击杀的敌人越强，获得的积分越高。击杀敌对阵营的玩家可以获得对方身上的全部积分。最终副本结算时，按照积分高低进行排名，排名前30位者，其原本持有的成长性武器都将获得大幅度的进化，
积分越高，成长性武器的进化程度也就越高。排名第1位的最强新人天才将获得专属的成长性神器。李显胜出声道：“这和我当初进行的积分争夺战副本的规则有些类似，也就是鼓励玩家之间互相杀戮，击杀敌对阵营玩家，可以获得对方身上累积的全部积分，最终是看积分的高低来进行排名。总共的参赛者有935人，这些可都是一个个超大型的积分包啊！”李显胜露出了贪婪的神情。要知道，最后的积分越高，那么获得的专属成长性武器也就越强。如果能够将大部分的参赛者都给击杀，那么李显胜最终甚至可以得到一柄金色品质的神器，并且还是可成长性的。李显胜下令道：“夺一艘船，强行渡海，彻底摧毁青衣军的大本营。”队伍中的诅咒师玩家觉醒的是 SS 级的永久诅咒天赋。永久诅咒 SS 级，诅咒技能的效果加3倍，诅咒技能的持续时间将恒定为永久。徐永清运转内力，猛地窜了出去，站在了一艘青衣军掌控的商船之上。这种船只是专门用来往海上岛屿运输物资和兵力的。嫡袭，所谓的叛军，说白了也就是起义军。在荣朝视角中，这些人是叛军，但在青衣军自己的口中，自己则是起义军。这些青衣军都披着一件青色的短袍，装备虽然简陋，但战力可不弱。这艘商船之上的士兵，最高甚至有紫色品质的单位，但在徐永清面前，这些青衣军全部被六脉神剑给轰杀了。李显胜等人都跳上了这艘商船，朝着海上岛屿航行而去。青衣军们也迅速做出了应变，既然有人来袭击我们的大本营，这不是找死吗？这座海岛易守难攻，占据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高耸的悬崖，哪怕是荣朝玉南王麾下的最强铁骑，来多少也得死多少。只有那些江湖武林中的绝世强者才能够杀上海上岛屿，但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内力，会被严重削弱战力，之后再被大军一围剿，首领大人亲自持赤血矛迎敌，哪怕是一品高手也得殒命。我倒是要看看哪路势力来送死了。兄弟们，这可是到手的军功啊！一艘艘船只上的弓箭手射出了密集的箭矢，朝着李显胜等人乘坐的船只射去。徐永清一挥手，雄厚的内力喷薄而出，化作一尊巨大的红钟，将整条船只都给笼罩在内，挡下了密集的箭矢。周围的青衣军大惊失色，这种程度的真气离体，这是一品武者，甚至更强。连首领大人都做不到这种程度的罡气离体，那个少年竟然是在用内力庇护整艘船只，他就不担心真气枯竭吗？没见过如此浪费内力真气的高手。一般的武者利用罡气护体，基本上就可以免疫箭矢了，但也只能是覆盖自身。像徐永清这般用金钟罩笼罩了整艘船只的，简直是闻所未闻。宫柳妹一身血色轻甲，手持黑白双刀，戴着半张银色面具，露出清冷锐利的眼眸。她站在船头，双臂化作残影，攻速快到了极致，使用 S 级的刀罡技能，消耗魔法值便斩出了一道道赤白的璀璨刀光。这些惊人的刀罡飞速斩出，将周围的船只给全部切碎，包括船只上的青衣军。原本嘈杂的海面上立刻安静了下来，海水被人血染红。李显胜轻翻至尊法书，略微使用海啸技能的力量，一重重微小的海浪便冲击着脚下的木船，朝着前方急速航行。李显胜出声道：“就让我见识一下，这所谓的天险地势，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海上岛屿，能否挡住我们？”这时，留在皇宫内的人间在群聊中说道：“嘿，我前行进入了玉南王的府邸里，还真被我偷听到了重要的情报。这玉南王在着手准备造反，他准备暗杀小皇帝，自立国号，登顶帝王。玉南王统领着10万荣朝铁骑，这支铁骑可都是由武者组成的，号称最强军团。如果是玉南王亲自坐镇，甚至可以斩杀陆地神仙境的绝巅强者。话说回来，加入玉南王一派才是更合理的选择。但以队长的实力，也就不需要计较这些细枝末节了。放心吧，有我在皇宫，没人可以暗杀小皇帝。”第67章蛟龙。刃剑的隐身能力，哪怕是一品强者，也无法察觉到任何的异常。就算是陆地神仙境，也只能是模糊的感知到周围有隐藏的敌人，但也没法准确的锁定刃剑的具体位置。刃剑此刻正在偷窥玉南王和其手下儿子的对话，周围还有其他国家的天才小队。人间在群聊中补充道：“我又听到了重要的情报，这最强的一支叛军势力青衣军，竟然是玉南王扶持的。小皇帝派玉南王前去镇压叛军，但人家彼此之间都是自己人，演戏给小皇帝看呢。而玉南王也凭借着统兵镇压叛军的理由，大肆的集中兵权，收买人心。好算计啊！自己扶持出了青衣军，从而让自己有合理的理由掌握兵权。小皇帝还得奖赏玉南王杀敌的功劳。”副本世界内，一处渺无人烟的悬崖顶端，
盘腿坐着一个白发老者，这是陆地神仙境的武林剑道魁首，而他的面前是灯塔国的5位玩家。李显胜看到那海上岛屿的哨塔内，一个个精英级的弓箭手弯弓搭箭，在统一的军令下，传射出了一波又一波密集如黑云的箭矢。这是青衣军的第一道防线，但徐永清的内力几乎是源源不绝的，他毕竟修炼了 SS 加级的阴阳玄功，神情轻松，便利用金钟罩挡下了全部的箭矢，响起了一阵密集的金铁轰鸣。同时，李显胜等人乘坐的商船之下汇聚了大量的海兽，这些怪物在企图破坏船只，让目标沉入海水之中。李显胜悠然地坐在船舱内，开口道：青衣军这是豢养了一群特殊的海兽，专门用来破坏船只。如此一来，哪怕是玉南王率领最强铁骑，也没法顺利地乘坐船只抵达海岛，会有大量的士兵落水，而这些骑兵在陆地上战力强悍无比，可跌入了水中，战力就会被大幅度削弱了。黑鱼，品质紫色，等级30级，生命值3万，魔法值4000，基础属性力量300，体质300，敏捷400，智力50。技能啃咬嗜血。介绍：青衣军豢养的专门用来破坏敌人战船的海兽，这些怪物外观看去就是一条条颇大的黑鱼，满嘴尖牙，在船底疯狂地啃咬着，但却被崩得尖牙碎裂，根本就没法破开徐永清施展的金钟罩技能。海岛之上，青衣军的首领手持一杆赤红如血的战矛，披着一身青色的重盔，在据点内眺望战场。这青衣军的首领年纪看上去不足20岁，是一个充满暴虐气息的年轻人，一只眼睛在厮杀中被砍了一刀，留下了漆黑的眼眶和狰狞的刀痕。就只有一艘船，船上只有3、4个人，会是谁派来的强者？如今正是我和玉南王密谋联合造反的时期，是最为关键的时间段。那小皇帝心有余而力不足，朝廷的强者大多投靠了玉南王。明眼人都知道，玉南王迟早会登顶帝王，难不成是江湖中的隐秘势力？这种程度的外放罡气，一品武者也没法长时间的坚持。而陆地神仙境的人物倒是可以做到，但到了那个级别，根本用不着如此浪费真气，就可以挡下大量箭矢，完成渡海。我这岛屿可谓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算是真的是陆地神仙境的强者，进来了之后也得给我脱一层皮。况且我手持赤血矛，率领岛屿上的3万士兵，未必没有击杀陆地神仙境的可能。所谓的陆地神仙也只是人而已，人力终有穷尽。泡菜国的玩家全部愣住了，他们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大夏的天才小队。西巴，怎么是大夏国的那群杀神？他们的战斗录像，我看了之后都恐惧不已。一开局就冲着青衣军的大本营杀来，必须将这几个人的能力告知给青衣军首领，如此一来，我们也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攻击。紧接着，泡菜国的玩家便将大夏天才小队的能力情报都告知给了青衣军首领，对方听了之后脸色凝重。李显胜安然地坐在船舱内，仿佛与世无争，对面坐着诅咒师玩家，两人在品着船舱内原本就烧着的茶水。李显胜轻打了个响指，在水面之下使用了海啸技能，水面上毫无异常，但水面之下一重重水流宛如神兵利器，将大量的黑鱼贯穿，整片海面瞬间变得血红无比，一只只黑鱼的尸体浮了上来。李显胜随即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技能熟练度、积分，这一幕宛如神迹，令青衣军震惊无比。怎么可能？那可是我们花费了无数心血才培养起来的黑鱼海兽，竟然在瞬息之间就被抹杀了一大半。发生了什么？完全没有任何动静啊，连水面上都没有太多的涟漪，水下的黑鱼竟然死了这么多，这是什么恐怖的手段？青衣军惊恐不已，但敌对阵营的玩家一瞬间便懂了，那是李显胜在竞技场擂台上使用过的水系禁咒魔法。这时，水面之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激流，下方是一条庞大的蛇状轮廓，一头长着独角的白蛟从水面钻出，朝着李显胜等人冲去。蛟龙，品质橙色，等级45级，生命值105万，魔法值20万，基础属性力量2500，体质2800，敏捷2500，智力3000，魔法攻击2580，双防840，技能兴风作浪、雷电、化龙。介绍：奇珍异兽，具备一部分龙类血脉的蛟兽能够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掀翻领地内的一切船只。这是一头浑身覆盖着白鳞、头顶生有独角的蛟龙，似乎在一点点的朝着真正的龙类进化，这才是青衣军的底牌之一。第67章，江中斩蛟。这头长20米的白蛟在江面上不断的蠕动、翻腾，使用兴风作浪技能。不多时，整片江面变得无比汹涌，掀起了一层层10数米高的巨浪。
并且在一些区域还形成了螺旋状的涡流，能够轻易将敌人的战船给卷入其中，彻底淹没。李显胜等人乘坐的商船被海浪给吞没了，但青衣军的首领知道，这群高手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死去，动用巨弩瞄准目标，消耗他们的内力真气。青衣军的首领右手持赤血矛，站在最高的据点中，开口道：“有这头奇珍异兽白蛟，就算是玉南王率领着10万大军渡海，也会被淹没大半。只有1品高手才能够成功渡海，但这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这可是我花费了无数精力才找到的天险海岛，就算是玉南王亲自持绝世神兵来了，也得死在半路上。就算是陆地神仙境想强行暗杀我，也只是白日做梦，将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对方自身都有可能被我反杀。”青衣军首领说的完全是十足实的实话，但如果陆地神仙境持有绝世神兵杀上门来，就又是另外的一种结局了。下一秒，浪潮散去，李显胜等人乘坐的商船完好无损，依然浮在海面之上，这也是靠着徐永清的罡气庇护。一支支巨型的重型弩箭从海岛的据点内射出，每一支重型弩箭都是特制的玄钢，是紫色品质的物品。宫柳妹眼神凌厉，站在船头，挥斩黑白双刀，一道道惊人的刀钢飞出，将这些重型弩箭给对半切开。随后这些弩箭也就丢失了准头，落在了海中。青衣军的首领眼神凝重，果然最起码都是1品巅峰的强者。宫柳妹双臂摊平，轻跃而起，横向高速转动起来，化作一个陀螺，带动双臂，展出了类似龙卷风般的夸张刀光。她坠入了海水中，将海水都给切开，留下了一片空白的真空区域。宫柳妹是去杀橙色品质的白蛟的，这白蛟灵智很高，一直没有太靠近李显胜等人，而宫柳妹主动追着他杀了过去。这时队伍中的诅咒师使用了 S 级的减速效果诅咒，只见那头20米长的白蛟头顶之上凭空出现了一只虚幻的小鬼，那鬼怪物爬在白蛟的头顶，宛如一座小山般重，瞬间就压制住了白蛟在海水中的游动速度。李显胜暗自想到，之前这诅咒师将自己的天赋效果告知了我， SS 级的永久诅咒天赋，诅咒类技能的效果加3倍，并且诅咒的持续时间恒定为永久，也就是他现在使用的这个诅咒技能，召唤出一只十分沉重的小鬼压在目标身上进行减速，这种减速效果将会永久性的持续存在。这也太恶心了，这只小鬼诡异渗人，如果是玩家中了招，那么哪怕是上厕所睡觉都会被小鬼缠身，除非是利用净化技能清除诅咒效果，但他觉醒的可是 SS 级的诅咒天赋，除非是最顶级的牧师才能够净化他的永久性诅咒。连李显胜都感觉到这个队友的难缠，他自己要是被这样一堆永久性的诅咒命中，也没法进行净化，哪怕是将施术者击杀，这些诅咒效果也会永久性存在。白蛟的速度被减慢之后，切开海水的宫柳妹很容易就追上了他。宫柳妹双刀同时斜斩，劈出了 X 状的交错刀光，如同是用菜刀切割豆腐一般，毫无阻塞的将白蛟 BOSS 给开膛破肚。惊人的是，这白蛟也仅仅是残血，没有立即死去，因为他有着化龙技能，靠屠杀人类便可以提纯血脉，最终完成血脉的晋升。之前这白蛟就已经淹没过大量的活人了，因此他在宫柳妹的斩击面前不至于被秒杀。被开膛破肚的蛟龙痛苦不已，他在临死前使用了雷电技能，头顶的一只独角被湛蓝的雷光交织，传射出一道耀眼的雷电，朝着宫柳妹劈去。宫柳妹眼神冷漠，反手一刀斩出，便将这道雷电给对半斩开了。最终宫柳妹完成了江中斩蛟的成就。李显胜若有所思，宫柳妹的 SSS 级斩切万物天赋让她能够斩断技能效果，也就是说诅咒师的恶心技能也奈何不了宫柳妹，这些诅咒技能也会被她给轻松劈开。这斩切万物的确是 SSS 级天赋中顶级可怕的存在。总之，李显胜乘坐的商船在不断的靠近那座岛屿，最终达到了李显胜的射程范围。以海啸技能为例，射程为25米，加上1340米的额外射程，最终就是1365米的恐怖射程。此时李显胜已经可以在船只上发起对岛屿的技能轰炸了。李显胜轻翻至尊法书，上千枚爆裂火球急速射出，跨越了1365米的距离，轰炸在了海岛的边缘位置。如今的 SS 级技能范围增幅100倍增幅之后，能够增加115倍的技能覆盖范围，也就是每一发爆裂火球都可以在落点处造成半径1035米的火焰溅射伤害，这威力堪比是导弹了。海岛边上的青衣军据点，士兵纷纷被秒杀，连惨叫都发不出来。观战的泡菜国玩家惊呼道：西巴，这特么隔着上千米，那个大夏逆天星人法师是怎么攻击到海岛的？他的射程不是情报上提到的200米，而是超过了1300米，这怎么可能啊？并且你们看，他每一发的火球
在落点处都产生了超大范围的爆炸，这技能覆盖范围也大得离谱。几个泡菜国的玩家连忙对青衣军的首领说道：“首领大人，快将那些士兵收回来！”完了，那些据点中的士兵已经全死光了。提示：你成功击杀青衣军士兵，积分加 0.5 点；你成功摧毁紫色品质的重型机弩，积分加50点。李显胜能够看到，这海上岛屿的中心有着一座高耸的山峰，山峰的表面堪称是垂直的悬崖，这是一座高耸险峻的奇峰，也就是除非有着顶级的轻功，才有可能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一步步跃到山巅。第68章逆天射程，破解奇峰地势。这片海岛的中心有着一座高耸险峻的奇峰，两侧宛如垂直的悬崖，就如同一柄利剑直插云霄。而青衣军通过大量的人力，最终在山顶上修建了大型的据点，成为了青衣军的大本营。同时修建了机关梯子，可以从山顶放下狭长的阶梯，让青衣军士兵可以顺着梯子攀登至顶部。遭受敌袭时，只需要收起机关梯子，就能够凭借着悬崖般陡峭的地势抵御千军万马。在收起梯子的情况下，只有具备顶级轻功或者是一品武者可以翻越上山顶，而青衣军还可以从山顶发起对下方敌人的攻击。但此时青衣军慌了，包括那青衣军的首领，因为这座高耸奇峰也就是400-500米的高度，而李显胜展现出来的射程就已经超过了1300米。青衣军的首领震惊想到，这是什么怪物？哪怕是陆地神仙境的绝世强者，也没法将真气释放到离体400米的距离，而他却可以攻击如此遥远之外的目标，岂不是意味着那个坐在商船之上的男人根本就不用攀登奇峰，他只需要站在山脚之下就可以灭杀我们？这是从天门中走出来的仙人吗？否则怎么可能强到这种程度？泡菜国的几个玩家心如死灰，不可能啊！大夏的逆天星人法师射程怎么会如此远？青衣军阵营在这个副本世界中算不上最强的势力之一，但靠着这座海上岛屿，其镇守大本营的能力堪称是这个副本中的前3位。本来以为加入了青衣军阵营，我们苟着也可以苟活到副本结束，就算是没法和灯塔国的天才小队会合，我们存活过这个深渊级难度的副本也没什么难度。可现在我从未如此绝望过。在大夏逆天星人天才的恐怖射程面前，这座近400米高的陡峭奇峰非但没有成为地形庇护，反而将我们困死在了山顶之上，我们根本就无路可退了呀！而这时李显胜等人也抵达了这座岛屿，毕竟李显胜通过操控海浪推动商船航速极快。徐永清眺望着眼前的这座高耸奇峰，出声道：“我也没有掌握高阶的轻功武学技能，因此我想攀登上这座山峰也很费力，更别提在攀登的过程中，青衣军会不断的发起远程攻击。但李对你的技能射程完全可以覆盖山顶之上的全部敌人。”青衣军的首领也是个枭雄人物，他可不想就这么憋屈的被敌人给杀死。青衣军的首领高举赤血矛，下令道：“降下绳索，我们全军抓着绳索滑下去，还能够和敌人正面交战。继续留在山顶，只会被敌人给无情的抹杀。海岛面积虽然不够宽阔，但也能够发挥出军团的冲杀能力了。我手持赤血矛，未必没有杀死那4个敌人的机会。”一条条绳索从山顶投放了下去，大量青衣军士兵抓着藤蔓急速滑落。而李显胜当然不会看着让敌人成功滑落到地面上，以他如今的射程就已经可以攻击到这些青衣军士兵了。青衣军士兵，品质紫色，等级45级，生命值25万，魔法值5000，基础属性力量350，体质300，敏捷300，智力150，物理攻击430，双防220，技能高阶刀术，基础内功。介绍：青衣军的普通士兵修炼有基础的内功心法，善用战刀。这些士兵都穿着略显精良的轻甲，腰间佩戴着战刀，有的士兵还背负有弓箭。李显胜翻动至尊法书，数不清的爆裂火球飞出，轰炸在那悬崖般的陡峭峰面上。大量青衣军士兵被赤红火焰淹没，血条瞬间消失。但还是有一批从背对李显胜小队方向滑落下来的青衣军成功落到了地面上，其首领和其他国家的天才小队也在一起。泡菜国的5名天才玩家绝望地说道：“这是深渊级难度的副本，我们加入的青衣军势力一旦被连根拔起，那么我们将会被抹杀处罚。虽然说这里只是青衣军的大本营，青衣军还占领了数座城池，但首领一死，这势力也就群龙无首了，最终会被戎朝势力甚至是被其他的叛军所吞并。届时我们就将遭受到抹杀处罚。但我们国家的高层强者都给了我们一件复活道具，可以起死回生一次，或者是抵消一次抹杀处罚。因此现在看来，我们趁着青衣军和大夏的天才小队交手时逃走才是正确的选择。”而大量的青衣军也失去了反抗的意志，
毕竟他们最大的底牌这座险峻奇峰已经无效了。但青衣军的首领是个铁血枭雄，此刻运转内力，声音猛地扩散出去。以敌人的手段，我们根本就没法逃走。你们忘了他轻松灭杀大量黑鱼的事情了？因此，只有死战一条路，杀得敌人胆寒，让敌人也出现伤亡，他们才有可能退走。青衣军的首领提着赤血矛，浑身散发出了浓郁的杀气。逃跑者，我就算是死，也会先宰了他。特别是你们几个。青衣军首领的目光死死地锁定这些想逃走的玩家。听我号令，发起冲锋！泡菜国的5名玩家额头密布冷汗，西吧！青衣军的首领果然奸诈，他不允许我们逃走，非得逼着我们参与厮杀。不管他，先装作参与战斗，找到机会就果断撤走。青衣军首领，品质橙色，等级60级，生命值150万，魔法值30万，基础属性力量3200，体质3000，敏捷2500，智力2000，物理攻击4500，双防950。技能赤血心经，霸道枪术，气血军阵。介绍：持有着绝世神兵赤血矛的青衣军首领，具备统帅之姿，可以让麾下的士兵获得强化。李显胜出声道：4500点的物理攻击，这是他手中的神兵利器的高额加成。这赤血矛是7件绝世神兵之一，获得了这件神兵之后，我们才有进入5色石板秘境的钥匙。第69章，获得赤血矛。青衣军的首领浑身缭绕着猩红的真气，施展霸道枪术，使用了气血军阵技能。作为枭雄人物，青衣军的首领具备统帅之才，在战场上率领的军队人数越多，获得的增幅也就越高。当青衣军的首领开启了气血军阵技能后，全体士兵的生命值都增加了近乎2/3，也就是率领的士兵数量越多，全体士兵的生命值加成就越高。玉南王也有类似的，但更为强大的技能。青衣军的首领不甘道：已经死伤了上万的士兵，否则我的气血军阵能力效果还会更强，并且如果是分散出去的全体青衣军都汇聚在一起，那么全体士兵的气血强度都得翻4-5倍。既然想将我青衣军的大本营给连根拔起，那么我就算是临死之前，也要让敌人感到后悔。青衣军的首领一马当先，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士兵，这些士兵都获得了气血军阵的强化，手持钢刀，又恐惧又愤怒地朝着李显胜4人冲去。混在队伍中的几个泡菜国玩家暗中对话道：等双方一交手，我们就立刻撤走，早一些晚一些撤走都不行，逃早了会被青衣军首领给击杀，逃晚了就会被大夏逆天法师的技能轰炸给淹没。李显胜给自己挂上了冰霜甲护盾，出声道：不逃跑，反而选择主动杀过来，这的确是合理的选择。一味逃跑，他们根本就逃不出我的射程范围，选择拼死反杀，倒还有一丝存活的希望。当然了，这一丝希望实际上是那件绝世神兵提供的。这时任坚还在窃听玉南王等人的对话。任坚在队伍群聊中说道：这玉南王和青衣军的首领提前商量好了，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发起造反。计划流程为青衣军大肆进攻京城，玉南王便有理由将自己的士兵给派到京城，表面上是为了拯救皇帝，击退青衣军，但实际上京城的禁军兵权也将被玉南王给收入手中。届时失去了京城禁军的小皇帝，基本上就是被玉南王操控的傀儡了。徐永清在群聊中回应：这青衣军的大本营马上就要被摧毁了，玉南王的造反计划自然也就随之告吹。李显胜翻动至尊法书，使用了藤蔓缠绕技能，数不清的翠绿藤蔓拔地而起，射程超过了1300米，将大量的敌人给死死的困住。这就包括了那些加入了青衣军阵营的玩家。这些敌对阵营的玩家惊恐万分，纷纷在动用自己最强的力量，企图切开藤蔓。但李显胜覆盖着一层冰霜甲，连续不断的使用瞬移技能，拉近了和敌人的距离，在疯狂的使用爆裂火球技能。要知道，如今每一发的爆裂火球都可以造成半径1035米的火焰溅射伤害，这不足2万名的青衣军士兵，一波火球轰炸就会被李显胜给全部灭杀。轰隆轰隆，一团团庞大无比的蘑菇云升起，地面上留下了一个个赤红的深坑。敌对阵营的玩家，包括全部的青衣军士兵，全部死亡了，只剩下了残血的青衣军首领，他眼底满是不甘和愤怒。也就是他持有赤血矛，否则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这赤血矛作为绝世神兵，不仅仅削铁如泥，还能够强化持有者的内力。青衣军的首领靠着强化后的内力庇护，这才没有死去。他拄着绝世神兵赤血矛，浑身上下都是一片焦黑，开口道：你难道真的是仙人下凡？否则怎么可能会如此强大？陆地神仙境在你面前也只是蝼蚁。我不甘心啊，明明距离成就大业就在眼前了。
铮！一道璀璨的刀光急速掠过青衣军首领的咽喉，其头颅被光滑的切开，滚落在地面上，断口处如同喷泉一般，疯狂地喷洒着暗红的血浆。那件绝世神兵也跌落在了地面上。提示：你成功击杀青衣军首领，积分加8000点；你成功击杀泡菜国玩家，积分加1000点；你成功击杀青衣军士兵，积分加0.5点。主线任务2已完成，奖励30点自由属性。你击杀了大量敌人，累计获得658万点经验值，个人等级达到了51级。由于这海岛上总的青衣军士兵也就3万多人，因此全部收割干净后，李显胜也就只提升到了51级。徐永清上前捡起了绝世神兵赤血矛，这长矛通体血红，仿佛渗透满了人血似的，金属材质，表面刻着繁复奇异的铭文，熠熠生辉，不仅削铁如泥，并且能够增幅持有者的内力。徐永清握住赤血矛，随意挥舞了几下，这就是所谓的绝世神兵打开5色石板秘境的钥匙之一。赤血矛，品质红色，佩戴要求一品武者及其以上境界，属性物理攻击加6000，特效内力加5倍。介绍7件绝世神兵之一，具备自身灵性，弱者无法发挥出赤血矛的真正力量。副本特殊武器，无法带出副本世界。徐永清开口道：6000点的物理攻击，看来那个青衣军的首领也没法发挥出这赤血矛的真正威力，属性面板上只有4500点的物理攻击而已。我走的是武道流路线，刚好可以佩戴这件绝世神兵，并且还有着内力加5倍的夸张特效。提示：你的队伍成功搜集到了绝世神兵赤血矛，队伍成员的魔法值上限成2倍。诅咒师惊喜道：竟然还有团队加成，只要获得了绝世神兵，那么5人小队都可以获得高额的属性加成。绝世神兵总共有7件，如果我们全部搜集到手中，岂不是可以获得7种强大的增幅？开启了无限火力模式后，李显胜也就不太在乎魔法值上限了，反正蓝量管够。个人等级达到51级，4项基础属性加4点，自由属性点加20点，升级获得的20点自由属性，加上完成主线任务后奖励的30点，总的就是50点自由属性。第70章 B 级变阳术，李显胜将50点自由属性都加在了智力上。李显胜的智力属性堆到了729点。智力属性影响魔法值上限、魔法攻击、魔法抗性以及技能的具体威力。你累积获得了2.1万点积分，个人等级达到51级，已领悟 B 级变阳术技能。变阳烛 LV1 B 级，将单体目标变形成为普通的绵羊生物，持续时间1秒，具体的技能持续时间受到目标抗性影响。瞬发魔法射程12米，冷却时间5分钟，消耗50点魔法值。天赋加成，变阳术持续时间为300秒。李显胜惊喜想到，竟然是一个控制技能变阳术。这个技能可以将强大的目标变形成为弱小的绵羊，但实际上的持续时间很有限。如果敌人的抗性足够高，可以完全豁免掉变阳术的影响，但在我的天赋加成之下，变阳术的持续时间增加到了300秒，那么敌人的抗性再高也没用了，都会被长时间的变阳。提示：你成功击杀大量敌人，累积获得205万点技能熟练度，触发至高级天赋技能100倍增幅，所获得的熟练度都将成100倍，最终获得2.051点技能熟练度。之前已经满级的技能毫无变动，获得提升的技能为冰霜甲 LV100 S 级，射程增幅 LV152 S 级，技能范围增幅 LV30 SS 级，瞬移 LV54 SS 级，水系专精 LV83 B 级，变阳烛 LV1 B 级。其中冰霜甲技能可以提供26万点的护盾值，100倍增幅后是2600万点护盾值。射程增幅技能可以提供 15.2 米的额外射程，100倍增幅后也就是1520米的恐怖射程。技能范围增幅，技能的覆盖范围正 155%，100倍增幅加成后为技能覆盖范围正 15500%， 也就是加155倍。以爆裂火球为例，如今在落点处可以半径1395米的火焰溅射伤害。瞬移技能可以连续瞬移15次，单次瞬移108米的距离。开启了无限火力模式之后，李显胜可以毫无次数限制的进行瞬移。最后是水系专精技能，水系伤害正 83%，100倍增幅后也就是水系伤害加83倍。现在李显胜一个海啸技能下去，可以说是毁天灭地，一点也不夸张。其他的几名队友，其个人等级、技能等级也都提升了一截。徐永清对赤血矛爱不释手，毕竟是红色品质的绝世神兵，这灵气落入到了青衣军首领的手中，只能发挥出一部分威力，而到了徐永清手中，则立刻自动认主了。因为徐永清觉醒的是 SSS 级的武圣天赋，
此刻徐永清的内力属性增幅了5倍，战力飙升。李显胜最后说道：“走吧，返回皇宫，也就可以触发新的主线任务了。”而被李显胜杀死的其他国家的玩家，靠着复活道具起死回生了，但他们只能待在虚无空间之中，等待副本结束，才能够真正脱离出去。才刚刚一开局就被大夏玩家给一锅端了。如果不是有着复活道具，我们可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了，并且我们也就收去了进化专属武器的机会。正常情况下，和灯塔国的天才小队会合之后，我们是可以混到前30名的排名的。可现在，别说是新人天才争霸赛的排名了，连一点好处也没捞到。